今天顾青青他们搬新家，徐行已经提前给二哥说过了，二哥今天晚上也会回来一趟。上午搬完东西，下午顾青青也没闲着，将搬过来的东西全部收拾整理。累了一个下午，顾青青也没歇过，又去灶房间准备吃的。一早顾青青就炖了鸡汤，还准备了肉和蔬菜。除了热锅子，梁氏也过来帮顾青青炒了几个菜，满码一桌子的菜。顾青青没叫张氏和徐长福。老大呢？怎么老大夫妻没来呀？老大夫妻2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几天那老大媳妇儿见着老三媳妇儿都绕着走，没个好脸色。行了，不说他们了，咱们吃吧。哇，这么多菜，今天可算是有口福了。爹，今晚上我陪你好好喝一杯。三哥，这酒闻着倒是不错。五弟，这个酒可是三弟从红玉楼买的好酒。哇，嘿嘿，那我今天更要好好尝尝了。虎弟，相公买了好几坛酒回来，今儿晚上大家就敞开了吃，管够。嫂子，我记得上次你煮的那羊肉锅子的味道倒是还不错。老三媳妇儿，你上次做的那羊肉锅子，我吃着也觉得好呢。娘，虎弟，我原也是打算给你们煮一锅羊肉锅子的。这冬天冷，吃那个羊肉汤刚好可以御寒。只是相公他身上的病不能吃羊肉，我这才炖了这锅鸡汤，用这鸡汤做的锅底。这样，你们真要喜欢吃那个羊肉锅，那改天我就炖上一锅，到时候再叫你们过来吃。老三媳妇儿，既然老三不能吃那个羊肉，你还是别做了。娘说的有道理，三哥不能吃那东西，我们就吃别的，也是一样的。娘，相公他不能吃羊肉，他就吃别的也行啊。你们喜欢吃，那我们就煮了吃。刚巧我也想再吃一次。你们真要喜欢吃羊肉，那改天我就买上几斤回来。儿，对了，娘这儿有一件事儿，倒是想要和你说一下。娘，什么事？安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娘上次给你提到过的那位徐家姑娘？娘，那位徐家姑娘不是跟花婆子说退了吗？那徐家姑娘是退了，不过娘又去托人给你二哥说了一门好亲事，这次是咱们村里的一位婶子说的。娘听着那位姑娘倒是个不错的。安儿，要不改天你和娘一道去那姑娘家相看相看，这要是看中了眼，那娘就帮你把这亲事给她定下来。哎呀娘，我说过了亲事的事，儿子先不着急，现在儿子还是先好好攒下一份家业来再说。安儿啊，你这孩子怎么说胡话呢？你要是再小上几岁，娘就不说你了，可你如今都是32的人了，再不抓紧点讨个媳妇儿回来，那怎么成呢？老二，你娘的话说得不错，你这个年纪是该先成个家了。梁氏和徐忠诚2人让徐安赶紧娶个媳妇儿回来成家，徐安却坚持要先攒下一份家业再成家，就连梁氏和徐忠诚2人也是拗不过他的。二哥徐安平时不大吃酒，意外的今天晚上徐安却是一个人喝了不少酒。回去的时候徐安已经醉得连走路都晃悠了，还是徐明轩一路把徐安给背了回去。送走了梁氏和二哥他们，顾青青回头去看徐行。相公，我怎么觉得二哥好像有心事？今天爹和娘提二哥的亲事，我见二哥似乎并不想成亲，该不会那位宋府的四夫人还在缠着二哥吧？要是那宋府的四夫人一直对二哥缠着不放，那这倒是一个麻烦。放心吧，那位四夫人不会在镇上待太久的。你怎么知道？四夫人现在的身份到底还是宋府名正言顺的夫人，她要是出来的太久，迟迟不回去，那宋府的人势必会起疑心的。有道理。顾青青回去躺在床上，还别说呀，真舒服。新建的房子不仅屋子宽敞干净，就连床上用的被子也都是顾青青新买的。现在新房建好了，接下来就要忙药铺那边的事儿。徐行说送货的事儿他已经给宁老爷那边说过，明天就会把药铺需要的货给他们送过来。第二天顾青青到了铺子之后，就有人给他们送货过来。
送来的药材分门别类地将药材放入药柜里。因为顾青青买下的这个药铺大，需要的药材多，一天并不能将顾青青需要的药材都送过来，需要好几天。正好顾青青可以利用这几天给药铺想一个名字。还有牌匾也需要找人做，只是顾青青没想到今天她在药铺会突然看见秦无言的人。怎么，你们主子叫你过来可是有事？徐夫人，在下找你确实是有事。听见声音，顾青青抬头就看见秦无言从门外走了进来。不知秦公子今日来所为何事？徐夫人，在下现在还想请你去我府上一趟，我大哥的伤怕是还要劳烦徐夫人你再去帮他看一下。秦公子，你能过了这么几天才过来找我，那就说明你大哥已经性命无虞了。哈哈，看来徐夫人不仅医术高明，还能料事如神呢。秦公子，既然你大哥现在性命无虞，那我也不必再去跑一趟。那天我离开的时候不是留了药方吗？只要让人按照我留下的药方给你大哥抓药，每天煎给他吃就成了。徐夫人，我大哥身上的伤还没有好，怕是还要劳烦徐夫人你再次同我去一趟。秦公子，你大哥身上的伤需要的是静养，就算是我去了也无用。徐夫人，秦某原本也是不打算来劳烦夫人你的，只是我大哥的病有些古怪，怕是必须要等你亲自去看了才行呢。这话怎么说？难不成那个凤北离的伤还有别的隐情？顾青青到的时候，下人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公子，你可算是回来了，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公子，你走后不久，凤公子就开始吐血，吐了好几次血就晕了过去。大夫已经给凤公子看过了，说凤公子血脉虚弱得很，怕是……大哥，大哥，徐夫人，快，劳烦你过来帮我大哥看看。顾青青赶紧给凤北离把了脉。我大哥怎么样了？他不仅脉搏摸不出来，连鼻息都没了。顾青青吃惊不已。他是什么时候晕过去的？不到1刻钟。再看那个秦无言，这会儿已经双腿跪倒趴在了床边。要是不想你大哥真死了，就赶紧让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要给他施针，能不能救回来就看他的造化了。秦无言还在旁边呆愣着。快过来，把衣服给他解开。顾青青刚把针下去，那躺在床上的凤北离突然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大哥，你醒了。大哥，你不知道，多亏了这位徐夫人，要不是她，现在你怕是就……凤北离眼底的神色却恍惚了一下。顾青青将最后一根银针下完，凤北离又猛地吐了一大口鲜血，再次晕了过去。徐夫人，快来看看我大哥，他又怎么了？放心吧，既然已经醒了，就不会有事。记得秦无言在来的时候跟他说了，他怀疑他大哥凤北离是中毒了。顾青青当下立刻用银针试了试，没毒。徐夫人，我大哥身上的毒来得古怪，我之前让人查了，也没发现我大哥中毒。虽然查不出来，但是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我大哥身上应该就是中了毒。你为何肯定你大哥就是中了毒？那天自从我大哥醒来之后，一开始我大哥气色也还好，前2天都还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就在第3天开始，我大哥就开始时不时的吐血和昏迷。不仅如此，我大哥的伤势也开始恶化，原本已经愈合的伤口竟然开始有些腐烂和流脓。要是不出意外，我大哥的情况就是中毒。顾青青听了秦无言的话后，再一次去看了一下凤北离身上的伤口。顾青青在现代对毒的了解比他每天吃的饭都要熟悉，一看凤北离这样，顾青青很肯定，确实凤北离就是中毒了。不过这凤北离身上的毒中的倒是有些古怪，不仅他的面色看不出来是中毒，就连银针都试不出来。我知道了。徐夫人，你知道什么了？我知道怎么给你大哥解毒了。你知道我大哥是中了什么毒了吗？我现在给你说个方子，你记下来，然后立刻叫人去抓药。
顾青青思忖片刻，就把药方说了出来。秦无言亲自将顾青青说的药方记下来，随手交给了一旁的小厮，吩咐他立刻去抓药。不知道我大哥身上中的毒是什么？顾青青没有回答，指了指盆里的帕子。盆里的帕子沾了血的地方，此刻全都变成了乌黑色。看来我大哥还果真是中了毒。这种毒和顾青青以前在现代的时候炼制过的一种毒很像，那种毒无色无味，中了毒后就连身上的血也看不出来是中了毒的。很快秦无言的人就把药煎好了送过来。过了半盏茶，顾青青又给凤贝离把脉，看来他给凤贝离的药是吃对了，除了内服还有外敷。顾青青一并告诉了秦无言。凤北离的问题解决了，顾青青也该回去了。到了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尽了。相公，青青，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外面雪大，进屋再说。回屋之后，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把今天的事儿给他说了一遍。顾青青刚说到秦无言，徐行的脸就一下黑了下来。相公，那个秦无言今天来找我，是帮他大哥看病的。要不是为了他大哥，他也不会来找我。再说了，他大哥是保和堂的掌柜，我和保和堂还有生意合作，那秦无言的大哥可不能死了，毕竟我还要每个月去他那儿拿红利，你说对吧？徐行没有说话。相公，还有，我是医者哎，那秦无言既然找到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这次徐行的面色终于缓和了些。接下来几天，顾青青一直都在忙着药铺的事儿。这几天除了顾青青，梁氏一直来药铺帮她的忙。不仅是梁氏，就连五弟徐明轩得了空，也都会跑过来帮着顾青青做事儿。听说他买了铺子，期间沈氏也带着顾宁秀来过一次。那次顾青青还听说他二弟也在镇上看好了一家铺子，就等着商议妥了价钱就买下来。顾青青忙着整理草药的这些天，还把药铺的名字给定下来。定好了药铺的名字，那就可以做牌匾了。老三媳妇儿，你爹呀做了那么多年的木匠，他知道镇上哪家铺子的牌匾做得好，你也不用再去四处打听。这样吧，娘今天回去就跟你爹说，回头让你爹去帮你找人做牌匾。那行，娘，这事儿就有劳爹他老人家了。你个傻孩子，和你爹还客气啥？哦，对了，老三媳妇儿，这2天村里有不少人都来找娘。这大冬天天太冷，大伙儿手上都生了冻疮。那镇上济安堂的冻疮膏太贵了，大伙儿都买不起。他们托娘来找你问问，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治手上冻疮的？娘，冻疮是太冷冻的，除了抹药，你给他们说穿暖和点就成了。顾青青说完，见梁氏好像还有话要说。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老三媳妇儿，娘这2天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你那个四弟自从去镇上住了之后就没消息了，连这小虎子兄弟2个人都不知道被他带哪儿去了。娘，你难道不知道四弟在镇上住哪儿？自从那天小虎子兄弟2个人被老四接走之后，娘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娘也不知道他在镇上的什么地方住。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她婆母梁氏竟然也不知道徐权贵住在什么地方。晚上顾青青把这事儿给徐行说了，徐行听了之后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相公，四弟的事你怎么看？徐行却对徐权贵的事儿没有多谈的意思。青青，铺子的事你准备的如何了？铺子的事别的都忙完了，就等牌匾送过来，再挑一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做生意了。那日子可定下了？已经定了，这事我正要和你说呢。娘找人帮我们看的日子，说这个月16就是一个好日子，不如我们就16那天开张吧。这事儿你做主就成。顾青青他们把开铺子的日子定下来的同时，顾燕也在镇上把铺子买了下来。不仅如此，顾燕还在镇上买了一处小房子。大姐，我把这铺子和宅子先买下来，将来要是我从边关回来了，
万一要是没了差事，那我也来镇上开铺子做生意，你说如何？二哥，那你什么时候能不再去边关？这事儿顾燕也不知道啊，只能打着哈哈笑着糊弄过去。中午顾燕在这附近找了一处小馆子，几个人吃完饭离开的时候，突然顾青青好像看到了什么。大姐，你去哪儿？顾青青没跑多远停了下来。大姐，你刚才看见什么了？大姐，怎么了？娘，我刚刚好像是看见相公了。啊？女婿？姐夫不是在鸿运楼做事吗？这个时候徐行是应该在鸿运楼的，为何会出现在这儿？由于铺子里该忙的事儿都忙得差不多了，就只需要等着牌匾送过来，药铺开张就行。顾燕和沈氏他们问了顾青青的药铺开张的日子，开张那天沈氏他们也会一起过去看。今天顾青青回去的早，牌匾的事公爹在帮她安排，顾青青打算今天回徐家去问一下她婆母梁氏。回徐家的老屋的路上，顾青青意外的竟然还看见了二哥。奇怪，二哥不是搬去镇上住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村里？顾青青正要喊，又突然看见二哥的身旁还站了一个人。四夫人，这都过了多久了？顾青青想不到那位四夫人竟然还没走。四夫人，徐安早就和你说了，你是主子，我是下人。徐安在宋府的时候，对你也只是把你当做主子，从未对夫人你有过半分的非分之想。还请夫人，你把徐安给忘了吧。今天我来这里也是见你最后一面，往后徐安不会再单独来见夫人你了。徐安，你怎么那么狠的心？在宋府的时候，我不顾府上风言风语，依然重用提拔你。我对你的好，你难道就看不见吗？徐安，你不能这样对我。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就只有你了。四夫人，你现在是宋府的四夫人，你还有宋府，还有宋府四夫人，这些是我想要的吗？徐安，你少在我跟前提什么宋府，我的人生都是被宋府给毁了。我以为你比谁都清楚，谁都知道我有多恨宋府，你怎么可以在我跟前提宋府呢？徐安，只要你肯要我，就算是10个宋府，我也不稀罕要。想不到那位四夫人对他二哥的感情，竟然连宋府四夫人的位置他都不稀罕了。徐安看着跟前的四夫人抿唇，徐安，你可以不娶我，我也可以不再逼你，但是你不能不要我。徐安，你不能不要我，你要是不要我，那我这条命也没有什么好活的。四夫人，命是你的，它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拿来威胁徐安的工具。四夫人，还有，你听好了，我徐安对你从未有过任何的非分之想，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今天我答应过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对你把话说清楚的，往后我们也不必再见了。四夫人直直地看着徐安，呆愣着，没有再看四夫人一眼。徐安说完就转身离开。徐安，我可以离开，可以以后不见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徐安没有说话。难道我最后一个要求你也不肯答应？好，四夫人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要是徐安能够办到的，徐安一定尽力帮你完成。孩子，我要你给我一个孩子。徐安听完四夫人这话，眼睛瞪得老大。徐安，只要你给我一个孩子，有了孩子以后，我保证不会再来找你。不行。不行，徐安，这话可是你刚刚亲口答应我的，你说只要你办得到，一定会帮我完成。怎么，总不能你刚刚才说的话就出尔反尔吧？四夫人，别的我徐安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我徐安是绝对不能答应你的。徐安，别的我都不要，
我就只要你。四夫人，还请你自重。自重？许安，你嘴里就只会说这句话吗？当初我爹娘逼着我嫁给一个傻子的时候，那宋家人逼着我和那个傻子同房生孩子的时候，怎么没人来告诉我要自重？我现在只是想给我喜欢的男人生孩子，我这有什么错？你就那么狠心，连一个孩子也不肯给我？四夫人，我徐安只会和我以后的娘子生孩子。虽然我徐安只是一介乡野村夫，但是我也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我绝对不会与人做苟合之事。四夫人被气得不轻，用手指着徐安，气得半天都说不出来一句话。夫人，徐安言尽于此，你自己好自为之。顾青青躲在树后偷听，这次只见他二哥说完之后，那四夫人就突然掩面跑了出去，而他二哥则是站在原地没有动。顾青青一直躲在树后，就在这时，出来吧。二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弟妹，刚刚的事……刚刚的事情我就只听到了一点儿。徐安看着他没有说话。好吧，差不多全听见了。弟妹，你是回来找娘的？药铺快开张了，我回来问问娘牌匾的事情。走吧，我们一起回去。二哥，那位四夫人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弟妹，今天我已经把这事儿同她说清楚了，以后我也不会再单独去见她。可是二哥，万一她要是一直缠着你，那怎么办？要是我算得不错的话，那位四夫人来这边镇上少说也快有半个月了。弟妹，你怎么知道她来了快半个月了？顾青青也没有隐瞒，如实的就把上次他和徐行一起在灯会的时候看见过四夫人的事儿给徐安说了。弟妹，四夫人的事我会处理的，你放心吧，我有分寸。顾青青点点头，二哥的事儿他也不好多说什么。那位四夫人那胡搅蛮缠的功夫，他二哥估计不太会应付，要不然这事儿也不会拖了半个月了。四夫人还没走，梁氏在屋里给徐行他爹做鞋子，看见顾青青和徐安两个人一起回来，老二老三媳妇儿，你们两个人怎么一起回来了？听说徐安回来是拿衣服的。正巧娘前段时间给你做了棉衣呢，前儿个刚刚做好，本来娘还想说给你拿去镇上，那你既然回来了，娘就不用再去镇上跑一趟了。顾青青问了梁氏牌匾的事儿，牌匾明天就会给他们送过去。离开老屋那边，顾青青回去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一辆马车竟然停在了他们家的门外。奇怪，那马车是哪来的？难不成是那个凤北离又出什么事了？钱无言又来找我了？顾青青正疑惑着，就见徐行从马车上下来。相公，怎么不把手炉拿上呀？顾青青嫌手炉拿着麻烦，就没有拿着。相公，这个是……青青，这个马车是我今天去马市挑的，你看看怎么样？这马车是你买的？打量着跟前的马车，顾青青一脸的欣喜。要上去看看吗？顾青青看着徐行，点了点头。马车不算太大，但是坐3-4个人也没问题。座位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垫子，顾青青上去坐了坐，很软，很舒服。青青，这个马车你喜欢吗？顾青青点点头，想起今天在镇上的事儿。对了，相公，我今天在镇上好像看见你了。什么地方？就那东街的那个古桥附近。你当时也在那儿？那会儿不仅我，还有我娘和弟弟他们都在。当时我好像看见你了，不过等追出去的时候你就不见了。青青，去马市会路过东街，我今天确实去过你说的那个地方。那我应该就没看错了。你今天去东街那边做什么去了？相公你还不知道吧，二弟已经在镇上买了房子和铺子了，今天他来告诉我，我就过去和他一起看了看。听了小媳妇的话，徐行只是微微的诧异了一下。相公，我去看了一下，
二弟在镇上买的铺子和房子都还不错，铺子和房子的位置都挺好的，虽然面积不大，但是要是做个小生意的话也足够了。还有房子，那房子不大，但是也够二弟和娘他们几个人住了。东街那边连接马市和别的地方是个交叉的路段，那边往来的商客比别的地方都多，位置确实还不错，做生意的话也是个好地方。说起来，顾青青买下的铺面后院其实也可以住人，顾青青也早就叫人把他们都打扫干净收拾了出来。顾青青考虑到现在天寒地冻，要是有时候天晚了不方便回去，那就住在镇上，倒也不用来回跑来跑去的。趁着这2天铺子还没开张前，就把后院需要的东西给添置齐全了。昨天晚上，顾青青回徐家老屋那边，公爹徐忠诚回来告诉他说，药铺的牌匾今天就会送过去。早上顾青青刚到药铺后不久，药铺的牌匾就被送了过来。徐夫人，你这个牌匾做的可不怎么样。秦无言，不错，正是在下。秦公子，你今天亲自来我这儿，莫非是你那位大哥的伤势又加重了？哈哈，多谢徐夫人挂心。不过我大哥现在的病已经好多了。徐夫人，我大哥的伤现在能恢复的这么快，一切都还是多亏了徐夫人你呀。要不是徐夫人你医术高明，我大哥现在怕是……这是……徐夫人，我秦无言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你这次帮我救回了我大哥的命，往后不管你有什么事，要是需要我秦无言帮忙的话，就拿着这块玉牌去宁远侯府找我，在下一定帮你办妥。这块玉牌你收好，有了它，不仅我，只要是宁侯府的人看见了，都会帮你的。我秦无言一向不喜欢欠别人的情，这块玉牌我给你了，你便收着，指不定哪天就用得上了。秦公子，你这次特意过来找我，应该不会就是为了送这样一块玉牌给我吧？徐夫人果然是聪明人，不错，秦某这次过来找徐夫人你，确实是还有另外的事要找你谈。什么事？秦无言没有回答，而是给了身后的人一个眼神。随从明白了秦无言的意思，立刻就从药铺走了出去。不过很快随从又返回来，随从的手上捧着一个箱子。徐夫人，这是我家公子给你准备的。这是……徐夫人，不打开看看？在秦无言的目光下，将木箱子给打开了。这木箱里居然全部都是金子。徐夫人，你可还记得上次你给我的麻沸散？这么说，秦公子已经找人试验过麻沸散的效果了。徐夫人，那天你用这个麻沸散给我大哥拔剑治伤，虽然我大哥已经亲自用过了，但是当时由于我大哥是在重伤昏迷中，他并不清楚你这个麻沸散的效果如何。后来我又去找了几个人试用了一下，没想到你这个麻沸散的效果竟然比我预料的还要更好用几分。只要秦公子满意就好。徐夫人，这2张是我已经签了字的合约，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把你的名字也签上去吧。顾青青看了看，合约上写的清清楚楚，给他3成利润。顾青青看过之后，确定了没问题，拿起笔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了上去。哼哼，徐夫人，你这字写的倒是进步颇大呀。秦公子，给。秦无言笑着收下合约。不知徐夫人你这铺子哪天开张？秦无言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顾青青也没在意。桌上可还放着1箱子的金子呢，顾青青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金子。小心地将这箱金子和刚刚同秦无言签下的合约一起收好。忙了一天，在镇上七七八八添置的一些东西，后院也勉强可以住人了。这边顾青青正拿着笔和纸对照着后面的药柜写东西，突然从外面走进来2名姑娘。2位姑娘可是有事？我家夫人病了，我想给她抓一副药。姑娘，我这药铺要过2天才开张。你看吧，我就说了这家药铺没开张，让你换一家你不听。行了行了，我们还是赶紧换一家去给夫人抓药吧。依我看，就我们夫人那病根本就是心病。
加了个傻子，也难怪夫人不想回去。在这镇上住了快大半个月了，也没见她有想走的意思。哎，两位姑娘，等等。顾青青给那两人抓了药。原来那位四夫人在昨天和她二哥分开之后，回去就病了。今天已经在客栈睡了一天了。四夫人迟迟不回去，宋府的人已经过来催促过好几次了。徐行回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两个丫鬟从他们铺子里出来。相公，刚刚出去的那两人是来抓药的？说起那二人，顾青青立刻又把二哥的事跟徐行说了。那四夫人现在还住在客栈没走，依我看，她对二哥肯定还没死心。宋府的人并不傻，四夫人要是再这样迟迟不回去，肯定也会起疑心。到时候四夫人来这边勾引二哥的事情一旦暴露，会不会连累到二哥？相公，你说二哥这事儿要怎么办呢？青青，二哥做事一向稳重有分寸，放心吧，这件事情他自己能处理。说完二哥的事儿，顾青青又去把今天秦无言给她的那一箱金子抱了出来。相公，你看。青青，这是哪儿来的？放心，不是抢来的，也不是偷来的，保证来路正当。上次那个秦无言来找我，他说他大哥需要一种药，问我能不能做出来。要是我能做出来，就给我100两黄金，外加那个药的3成利润。所以你把他需要的药做出来了？这箱金子和这个合约都是今天那个秦无言给我的。麻沸散？那个秦无言需要的药就是麻沸散。他说他大哥还负责给边关的将士们送药材，这个麻沸散也是他们用来给边关的将士们用的。徐行听到这儿也没再多问，顾青青将金子和合约全部再次收好。很快到了顾青青铺子开张的那天，这天顾青青早早的就和徐行一起到了铺子上，牌匾也一早就提前挂上去。五弟徐明轩在外面点燃鞭炮，这边徐行和二哥他们也一起将牌匾上的红布扯了下来，回春堂3个字露出来。顾青青他们的药铺也算是开张了。那天秦无言随口问了一句他铺子开张的时间，顾青青没想到在这一天秦无言竟然还给他送过来贺礼。不久后县令老爷也托人送来贺礼。由于今天是药铺开张的第一天，今天来抓药的人比顾青青以为的要多点儿。好在有徐行和二弟顾燕帮忙，刚给一个病人看完病，突然外面又来了一个送贺礼的。你们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徐行，顾青青见徐行的模样，好像也并不认识他们。徐夫人，你救了我们主子的命，主子听闻今天徐夫人的铺子开张，为了聊表谢意，特地吩咐在下给夫人你送了一点贺礼过来。送了贺礼后，男人也就没有多做停留，立刻就走人了。这个人莫名其妙地送了东西，又莫名其妙地走了。哎，老三媳妇儿，刚刚来的这都谁呀？对啊，姐，我听那人说你救了他家主子的性命，你救了谁啊？最近他就只救过凤北离一个人的性命啊。要是他猜得不错的话，刚刚的贺礼应该是他的人送过来的。我娘，二弟，刚刚来送礼的人应该是保和堂的人。啊？保和堂？那保和堂的掌柜前段时间受了重伤，是青青去救了他的性命。大姐，你救了保和堂掌柜的命，你医术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顾燕知道他大姐会认点简单的草药。大姐的医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了？难不成是我去边关的这几年，大姐遇上了什么人，教了她厉害的医术？原主的医术并不好，更不要说救人性命了。其实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了，也不是什么救命恩人，我也就是帮他看了看伤口，又帮他开了点药方，上了点药而已。顾燕并不好糊弄，半信半疑的。今天一天下来，顾青青被累得有点腰酸腿软。桌子上放着的是他今天白天一天赚到的钱，有铜板，还有银子。翻看桌子上的贺礼，外面好像一阵一阵的传来敲门声。相公，好像有人。我去看看。徐行走了出去，顾青青也放下手中的东西，
跟了上去。相公，是谁啊？说话间，顾青青走到门口。陶婶儿，外面冷，有什么事情先进屋再说吧。徐娘子，老身今天来是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的，说完了老身就走。陶婶儿，不知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吗？徐娘子，本来这事儿呢，老婆子不该来多嘴的，只是徐娘子你当时救了老婆子的命，老婆子就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应该跟你们说一声。我呀，在东街那边卖豆腐，有时候也会去马市那边给一些相熟的老主顾送货。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你们的四弟天天在马市那边和一群混混在一起，仗势欺人呐。自从徐权贵搬去镇上之后，就没有再回过徐家，就连徐行的爹娘也都不知道徐权贵搬去哪儿了。没想到那徐权贵竟然是跑去马市那边住。你们四弟现在住的那个宅子是黄老爷家的宅子，那个黄老爷2个月前死于非命了，听说是被人害死的。那个黄老爷家的宅子是个凶宅，马市那边的人谁都不敢靠近，现在他却突然成了你们四弟的宅子，老夫就猜测这其中肯定有古怪。陶婆子说完之后匆忙地离开。回到屋里，相公，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徐行沉默了片刻，决定回徐家一趟。顾青青本来也说要跟徐行一起回去。这么晚了，外面冷，你还是在家里歇着吧，我一个人过去就好了。顾青青想了想，回屋拿了2包点心和1包茶叶给他。相公，把这2个也带上，顺便给爹和娘他们拿过去。桌上还放着顾青青之前没有看完的礼盒，其他人送来的礼盒顾青青都看过，现在还剩下2个盒子是最后那位凤北离的人送过来的。当他看清楚盒子里面的东西的时候，顿时捂住了嘴巴。盒子里面竟然是一盒圆润饱满的珍珠。吃惊过后，顾青青又忙将旁边的另外一个盒子也给打开，居然是2株红珊瑚。顾青青看着这2盒东西，诧异之余，他又看了看旁边的3个盒子。秦无言送来的东西虽然都是药材，却也是贵重之物，千年人参、天山雪莲和1盒虫草。顾青青会医术，懂药材，所以他知道秦无言送来的这3样东西有多么贵重。徐行去了徐家，没多久他就回来了。相公，怎么样？爹和娘怎么说？青青，我明天会去一趟马市。你要去找四弟？明天爹娘要去找四弟，我陪他们2老一起去一趟。相公，你说那皇府的命案会和四弟有关吗？四弟没那个胆子去杀人的，皇府的命案应该和他没有关系。那他又为何搬去了皇府？皇府的宅子又怎么成了四弟的宅子了？徐行没说话。相公，该不会是有人想要四弟去做替罪羊，才暗中故意安排了这一切？徐行也想到了这一层，不过目前这些还都不能确定。青青，明天一早我就会和爹娘去趟皇府。隔天早上，徐行将小媳妇儿送去了药铺，就同梁氏他们一道去了马市。顾青青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不太舒服，也不想吃东西。徐行走后，这会儿时辰还早着，镇上都没几个人，也就没人来顾青青他们的药铺里抓药看病。顾青青坐在药柜前，不仅觉得腰上有点不舒服，身上浑身都有点不对劲儿。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变着法子的折腾她，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儿，顾青青的小脸顿时就不由得热了热。上午顾青青的铺子中来的人也不算多，忙了半天，顾青青送走了刚来看病的一位老妇人。一上午已经过去了，徐行和梁氏他们也终于从马市那边回来了。顾青青忙走上前去，只见梁氏一脸的气愤，就连他公爹徐忠诚的脸色也不是太好看。徐行停好马车，从外面进来，顾青青忙问怎么回事。老四那个混账东西，娘和你爹真是白养他了。原来今天梁氏和徐行他们一早就过去找了那个徐权贵，
府上的下人一开始还撒谎，说徐权贵不在，还是徐行一眼看出来那下人在说谎。在徐行的逼问之下，那下人才老实地交代了徐权贵就在府上的事儿。在徐行的威胁下，带着徐行和梁氏他们去见了徐权贵。谁知那徐权贵竟然说梁氏他们是来找他打秋风的，扔下1两银子在梁氏和徐忠诚2人跟前，徐权贵就打发他们2个人赶紧走。爹娘，行了，你们2老也别生气了，喝杯茶，仔细别气坏了身子。把茶给了梁氏之后，突然喉中一阵不舒服，顾青青忙跑出去干呕起来。老三，你赶快去看看呀，你媳妇儿这是怎么了？还没等梁氏口中的话说完，徐行就大踏步走了出去。怎么了？可是病了？今天早上小媳妇儿就没怎么吃东西，脸色看着也不太好。徐行一脸的担心。没事，应该是昨晚上没睡好，受了风寒了。说到昨天晚上的事儿，顾青青脸上莫名的一热，徐行的脸上也是微微僵硬了片刻。扶小媳妇儿回到凳子上坐下，徐行倒了一杯热水给她。顾青青捧着杯子，还没喝热水呢，突然胃中一阵翻涌，忙放下杯子，又跑出去干呕了。老三，你媳妇儿，她该不会是有了吧？梁氏一句话，顿时让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都同时愣住了，特别是徐行，整个人都呆愣地看着小媳妇儿。哎呦，是了，肯定是了，老三媳妇儿，你肯定是有了。当初娘怀你大哥那会儿也是这样，吃什么吐什么，还老是干呕犯恶心。哎呦，你和老三这成亲也有小半年了吧，算下来也该怀孕了。青青，你当真有了？顾青青没说话，徐行却一把把她抱入怀中。我们有孩子了，我们有孩子了！梁氏也在旁边笑着。相公，现在还不确定呢。这个傻孩子，这有啥不确定的？你就是有了，娘一把岁数了，不会看错的。老三，这外面风大，还不赶紧扶你媳妇儿回屋去歇着？顾青青怀孕的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不仅二哥知道，就连五弟徐明轩也听说了。弟妹，这是二哥特意借用红月楼的小厨房给你熬的鸡汤，这鸡汤你要是喝不完的，就放在那儿，下次热了也能吃。二哥，你炖的鸡汤可真好喝。哈哈，弟妹，你这样喜欢喝二哥熬的鸡汤，那二哥以后还炖了，让三弟给你拿回来喝。嘿嘿，三哥，这么说，明年我又可以多一位小侄子了。今天白天说话不方便，晚上梁氏又特意单独来了顾青青和徐行夫妻2个人的家里，事无巨细的将需要的注意的事儿都给他说了一遍。老三媳妇儿，你记住了吗？顾青青下意识的点点头。梁氏觉得不放心，又再三的叮嘱了顾青青好几次。他不知道顾青青会医术，他说的这些顾青青比他还了解，只不过梁氏也是好心。梁氏说着，顾青青也就细细的听着。这边嘱咐完了顾青青，梁氏还单独把徐行给叫到外面去说话。一会儿之后，徐行回来了。娘呢？已经回去了。刚才娘和你说什么了？顾青青见徐行的面色不大对劲儿，徐行脑中出现了刚才他娘对他说的话。老三啊，这娘知道你们小夫妻2个人晚上吧，难免克制不住，这平时倒也罢了，只是现在青青才刚怀孕，她还没坐稳，你可不能再对她胡来了啊。饶是徐行在他媳妇儿跟前脸皮再厚，在他娘跟前也有些面上挂不住了。梁氏离开前还塞了一个东西给徐行，红布包着的。老三啊，回去好好的照顾你媳妇儿，还有这个东西你记得一并交给她啊。徐行将一块红布包着的东西递到了顾青青跟前，
相公，这东西是啥呀？这是娘让我交给你的。粮食让徐行给他的。顾青青带着疑惑把徐行给他的东西打开。镯子。还记得上次徐行他娘粮食给他的那块玉佩，顾青青一并拿出来。徐家不是庄稼人吗？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玉？相公，这块镯子也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镯子娘只给了你一个人。玉佩和镯子都不是凡品，徐家怎么会拥有这样贵重的东西？而且当年徐家闹饥荒的时候，可是差点全家人都饿死。要不是徐行的二哥卖身送俘，徐家人当时怕是早就都饿死了。徐家有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何不在当时拿去当了？这两样东西不管是哪样，随便当一样，徐家都能卖上一大笔银子。但是徐家却宁愿种地过穷日子，却没把这两样东西卖了。不仅如此，还都给了我。顾青青又是吃惊又是疑惑，犹豫了一下。相公，这玉佩和玉镯为何就只有我有，其他人都没有？徐行喝茶的动作微顿，却没有说话。相公，当年闹饥荒，为何爹和娘不把这两块玉拿去当了，却要把二哥去卖身给送俘？这两块玉哪怕只当一个，二哥也不用去卖身啊。顾青青盯着徐行，见徐行面色不对，这次徐行依旧没说话。就在顾青青以为徐行不会回答他的时候，青青，这些我以后都会告诉你的，现在还不是时候。虽然徐行没说，但顾青青总觉得徐行和梁氏二人有什么事情瞒着他，而且直觉告诉顾青青，这件事应该还和当年徐行中毒的事情有关。今天顾青青早早的就睡了，就连徐行也难得安分，抱着他一起睡了。到了药铺后，徐行怕他累着，不放心的反复叮嘱他之后，才去红云楼做事儿。天冷，镇上的人不多。今天回春堂对面的书院来了几个来找顾青青瞧病的读书人，还听那几个人口中在提严夫子，好像说是严夫子从京城请了一位从翰林院来的人，具体的顾青青也没听清楚，就只知道那位翰林院来的人好像是严夫子请来给书院的学生上课的。昨天梁氏被那个徐权贵气得不轻，可到底徐权贵是梁氏的儿子，真怕自己儿子招上了命案，梁氏今天又去找了徐权贵，结果今天梁氏连大门都没进去，就被徐权贵给赶了出来。娘，四哥的事是他自己找的，既然他不听劝，你和爹也别去管他了。顾青青没说话。昨天晚上顾青青也问过徐行，相公，你说四弟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四弟的事以后不必再提了。昨天知道顾青青怀孕之后，今天徐行回来还给她买了不少东西。青青，我听人说怀了孕的人都爱吃这些，你要不要也尝尝啊？顾青青看着桌子上的国府蜜饯，没想到徐行竟然还去问了这些。二哥今天给你炖了猪蹄汤，还是热的，我给你盛上一碗。相公，这猪蹄汤可真好喝。还有呢，你吃完再给你盛。对了，相公，我也有东西要给你。顾青青起身往后院去了。顾青青将碗放到药炉旁边，正要去倒药。还是我来吧。相公，今天这个药是我另外给你配置的，你先吃2天，吃了之后我再用银针取血看看。你没加蛇胆了？你不是不怕苦吗？走吧，我们去外面去吃。相公，二哥炖的这个猪蹄汤真好吃，你也去盛一碗来吃。等你吃完我们就回去。那你不吃吗？徐行没说话，也没有要吃的意思。很好吃的，相公，你也尝尝看。徐行喝了汤，目光落到了小媳妇的袖口。青青，你的手。昨天娘给你的镯子你怎么不戴啊？我将它收起来了。小媳妇怀孕之后，徐行晚上一直都很安分，也难得顾青青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一晚上好觉。这一天快要中午的时候，药铺来了一个抓药的小丫鬟。姑娘，你们夫人来这边镇上探亲，还没回去吗？小娘子，
你竟然还记得我家夫人的事儿？上次你们来抓药的时候，我这回春堂还没有开张呢，那天就只有你们2位来，我也就记住了。今天就要回去了，老夫人这次亲自派了人来接我们夫人的。我们夫人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下午就会动身离开呢。今天就要走了？我们把这药给我们夫人抓回去，应该就要跟着夫人的马车离开了。四夫人走了，那就不会再有人来纠缠二哥了呀。这种好事他一定要告诉二哥。顾青青在晚上的时候把这事儿给徐行说了，没想到徐行竟然比他还提前得知这个消息。既然徐行都已经知道了，那二哥肯定也知道呀。二哥确实已经知道了。二哥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四夫人这次离开，除了是因为宋府那边老夫人安排了人过来，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二哥。这么说来，二哥又去见过那个四夫人了。二哥不是说不见那位四夫人了吗？二哥没有去见她。青青，二哥知道那位四夫人还没有从镇上离开，所以写了信给我，让我给四夫人带了过去。那位四夫人看了信后就决定要离开了。那信上写了什么？我只负责帮二哥把信送过去，至于二哥的信上到底写了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青青，四夫人的事以二哥的本事他能解决的。相公，这次四夫人走了，应该不会再回来找二哥的麻烦了吧？四夫人的身份毕竟还是宋府的少夫人，就算她想来这边的镇上找二哥，怕是宋府也不会轻易给她这个机会再来这边的。也是，四夫人是宋府的儿媳妇儿，她又是一个年轻妇人，那宋府的老夫人和夫人们个个都是人精，肯定不会轻易再让那个四夫人出来的。很快到了月底，顾青青竟然收到了徐行给她的一只银镯子。玉镯子小媳妇儿怕摔碎，徐行就给她买了一个银的。徐行帮小媳妇儿把镯子戴在手上，又把这个月的月钱一并交给了小媳妇儿。青青，我已经跟掌柜的说过了，从明天起我就不用再去红云楼做事了。徐行不用去红云楼做事，顾青青是知道的。月初的时候，徐行就跟他说过，这个月做满就不去红云楼了。只是让顾青青想不到的是，徐行竟然告诉他说，二哥也不打算去红云楼做事了。为什么二哥也不去了？二哥一直想自己开个小铺子，这几个月他在红云楼做事，也是攒下了些银子，所以他打算辞了红云楼的差事，自己开一个小馆子。不知二哥的铺面可看好了？已经定下来了。在哪儿呢？离咱们这儿也不远，就在武帝他们镖局的对面。听二哥说他今天就会去把定金给付了。那个铺面我也和二哥去看过一次，铺面不大，不过开个小酒馆也足够了，又在镖局对面，那个地方的位置还算可以，往来的人也不少，租金也不算贵。二哥打算先租1年的。顾青青听徐行的意思，二哥租下的那个铺子，早上还打算卖些粥和面条什么的，中午晚上就卖酒菜。租下铺子之后，徐安就和徐明轩兄弟2个人一道来了顾青青他们的铺子。弟妹，往后我那小酒馆开张了啊，你要是想吃什么就给二哥说，二哥给你做。嘿嘿，二哥，我呢，我想吃什么你也给做吗？哈哈，娘让我在这边好好帮他看着你。今天二哥和徐明轩过来，顾青青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刘氏已经从衙门放了出来。不仅刘氏，村里那几个和刘氏一起下狱的也都被放回来了。昨天刘氏回来了，也不知道是回来干什么的，就回来一趟，又匆匆忙忙的离开了。徐明轩提起刘氏就觉得后背凉飕飕的，嘴里头骂骂咧咧，直骂见鬼了。昨天被那个刘氏的眼神看了一眼，徐明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发了一晚上噩梦。自从徐行不用去红云楼做事之后，药铺的事儿除了给人看病开方子，徐行则是把其他事情全部都帮小媳妇做了。还有药铺的账也是徐行每天都在做的，有人的时候徐行就帮小媳妇按照方子上写的抓药，没人的时候徐行就在铺子上看书温习。外面天天下雪，又是最冷的时候，镇上平时统共也没几个人，顾青青他们的铺子来看病抓药的人自然也不多。
徐行在铺子上看书，很少用笔写。对了，相公，二哥的铺子是不是要开张了？我听二哥说开张的日子是后天。相公，你说二哥的铺子开张，我们送他什么好呢？这事儿我来准备。不如这样吧，我们给二哥包一个红包。二哥现在刚开铺子，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送别的不如直接给二哥送一个红包，你觉得呢？徐行觉得都行，小媳妇儿这样提，徐行也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二哥铺子开张那天，顾青青和徐行早早的就过去了，梁氏他们也去得早。安儿啊，既然开了铺子，就好好做。老二，你娘说的对，这铺子开了就要做好。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会把铺子开好的。二哥的铺子开张之后，由于二哥的菜做得好吃，卖的还不贵，生意逐渐好起来。忙不过来的时候，梁氏也会过来帮忙。今天对面的麓山书院又有学生来回春堂抓药，今天顾青青又听说了，听那几个人的意思，好像翰林院来的大人就在这几天就会到。相公，你刚刚听见没有？他们说翰林院的大人要来书院，好像他们还说那位翰林院的大人是书院的严夫子请来的。青青，严夫子在书院德高望重，他教出的学生也有在朝廷做事的。那位翰林院来的大人，既然是严夫子他老人家请来的，想来应该也是严夫子的学生无疑了。现在二哥这边自己开了铺子，更是每天变着花样的给顾青青炖补身子的东西。这不，天刚黑，二哥就把炖了一个下午的猪骨汤给顾青青送了过来。顾青青用勺子喝着汤，刚炖好的汤还很烫呢。二哥的小酒馆还有事情要忙，送了汤之后，二哥就匆忙的走了。只是二哥刚走没多久，五弟徐明轩就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不好了，不好了，徐家失火了！什么？徐家失火了？怎么回事？徐家怎么失火了？我也不知道，爹刚刚急匆匆的过来说徐家失火了，现在爹正在二哥的铺子上，他叫我过来告诉你和嫂子。那娘呢？娘怎么样？还有小山，他们都没事吧？徐明轩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爹刚刚来说徐家着火了，别的也啥都不清楚。走吧，我现在和你一起回徐家去看看。好。几人说话间，徐安也匆匆忙忙和徐忠诚一起赶了过来。徐忠诚来后，顾青青听说人都没事儿，就是房子烧没了。徐小山受了点惊吓，徐行要和二哥他们一起回去。顾青青也说要一起去看看。青青，你听我说，这么晚了，你怀着孕不方便，我和爹他们一起回去就行了。弟妹，三弟说的对，你就在家歇着，我们回去就成了。相公，行了，快别耽搁了，我们现在先赶紧赶回去吧。原来今天梁氏在镇上帮徐安做事儿，徐忠诚也在外面干活，家里头就只有张氏一家和徐小山几个人。梁氏在镇上忙完了回去后，还没到家就发现徐家失火了。顾青青和徐行他们赶到的时候，徐家的大火已经灭了，同时徐家的房子也基本都被烧了个精光。徐安和徐明轩都被惊得不轻，看着烧成平地的徐家，两个人都目瞪口呆地愣住了。徐家居然会被烧得如此干净，就连当初他和徐行夫妻二人住的那3间屋子，此时全都被烧没了。二哥，我们家烧没了。别哭了，二哥在呢。看着被烧干净的一切，梁氏呆愣着，半天好像还没缓过劲儿来。娘，老三，你回来了。娘，我们回来了。安儿，娘，你没事吧？安儿，娘对不住你，娘给你准备的娶媳妇的房子都烧了。梁氏之前一直都是绷着的，这会儿见自己的男人和几个儿子都回来，整个人一下就瘫坐在地上。徐行和徐安连忙把梁氏扶了起来。娘，没事儿，没事儿，房子没了，
我们可以再见，只要你和爹他们没事就好。娘，二哥说的不错，房子没了再建就是了，重要的是你和爹他们都没事啊。徐忠诚虽然什么都没说，却也是一张老脸阴沉的吓人，看得出来徐忠诚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另外一边，张氏和徐长福夫妻二人也都瘫坐在地上。徐家起火之后，他就一直带着村民救火，现在徐长福不仅累得浑身都脏，脸上更是黑得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张氏怀着孕，今晚上也被吓得不轻，好在大火被熄灭了，他和徐长福夫妻二人的几间屋子全都保留下来。看见自己家的房子没事儿，张氏彻底松了口气。徐长福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突然看见回来的徐行几个人，连忙跑过去。二弟、三弟，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家里全都烧没了。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徐家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了？你们不是都发达了吗？不是都去外面过好日子去了吗？现在徐家都已经被烧成这样了，烧完了，你们回来做什么？回来看笑话吗？滚，都滚，滚滚滚，都滚过去，过你们自己的好日子去。现在徐家的房子都烧没了，正好也不需要你们再回来。呸！全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一个个发达了，就连自己的亲爹亲妈都不认了。闭嘴！大哥，徐家这个火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会突然燃起火来？二弟，今天我和你大嫂正在屋里做饭，夏儿那个丫头突然跑过来告诉我们起火了。一开始我还以为那丫头胡说呢，没想到出来后还真的看见起火了。好端端的，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起火了。这么说来，是香儿最先看见起火了。香儿那丫头说她和云儿在院子里洗菜，突然看见有烟从他们四叔住的屋子那边传过来，就跑过去看，没想到竟然看见失火了。两个小丫头发现失火后，就赶紧跑过来告诉了我和你嫂子。徐长福说着当时的事儿，怕被自己的兄弟和爹娘知道他是一开始没有去救火，才让火势蔓延，将徐家给烧了个精光，不由得有些心虚。徐明轩已经去把香儿给找了出来。香儿，乖，把你当时看见的再给五叔说一遍，好吗？张氏却一把香儿扯到自己身后，哼，房子都烧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香儿，我们走。只是还没走2步，就被徐明轩给拦了下来。你要干嘛？哼，不干嘛，只是要走你自己走你的，我这个当叔叔的还有几句话要问我们家小香儿呢。张氏被气得不轻，偏偏徐行也过来伸手挡在他跟前。张氏又气又恼，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徐明轩问香儿的话。香儿那丫头哆哆嗦嗦地将今天下午看见的事儿跟徐明轩说了一遍。香儿，你除了看见失火了，还看见什么人没有？香儿摇头，小丫头什么都没看见。顾青青下意识看了徐行一眼，看来今天是问不出来失火的原因了。爹娘，这么晚了，大家还是先去我和青青住的地方去休息吧，一切等明天再说。徐家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失火呢？爹娘，你们怎么看这事儿？五弟，你是怀疑有人故意放火？二哥，这事依我看呢，我们明天还是去镇上报官吧，是不是有人放火，县令老爷查了就知道了。老五啊，只是咱们家和别人都是无冤无仇的，谁会来我们家放火烧房子？小山，你今天也在家，你可看见了什么？我今天在外面和大壮他们一起玩打弹弓，我跑回去的时候，我已经烧得很大了。今晚上大家都累了，顾青青安排大家住下，这才同徐行一起回了屋里。相公，现在徐家的房子烧没了，不如暂时就让爹和娘他们都在咱们家住下吧。青青，今晚上你也累着了，早点歇歇吧。今天二哥徐安问大哥徐长福的话的时候，徐行没注意，顾青青却注意到了徐长福眼神中的闪躲。顾青青将这话说给了徐行听。你怀疑放火的事是大哥做的？不是，今天香儿说得很是清楚，他爹娘一直在灶房做饭，
小二看见失火后，他爹娘都没有离开过灶房半步，那就说明放火的事情和大哥夫妻无关。不过，为何那徐长福会心虚的眼神闪躲二哥的问题？行了，先休息吧，别想这么多。这件事会想法子把它查清楚的。今天顾青青还要和徐行一起去镇上开铺子。离开前，顾青青看着梁氏道：娘，你和爹就安心在我和相公这边住下，家里吃的用的都有，要是缺什么少什么就告诉我。二哥、五弟，你们也是，现在徐家的屋子烧没了，你们也暂时就在我和相公这边安心住下，反正屋子多也住得下。弟妹，多谢弟妹的好意，不过我镇上的铺子也有住的地方，我可以在镇上住。三嫂，镖局也有住的地方，我可以住在镖局。二哥、五弟，爹和娘都住在这儿，你们总有要回来的时候，要是回来就在这儿安心住下。这次徐安和徐明轩倒是没有再推辞，二人也都看着顾青青笑了出来。徐家昨天失火，徐明轩提议去报官，梁氏就和徐忠诚二人一起去了衙门报官去了。徐家大火，顾青青经过昨晚已经有了猜测，只不过现在目前他没证据，再加上公爹和婆母已经去衙门报了官，顾青青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会儿铺子里没人，徐行气定神闲地看书。顾青青见进来一位白发老人，还以为他是来看病的，没想到徐行竟然走过来，恭敬地对他弯腰行礼。学生见过严夫子。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书院的严夫子。顾青青给徐行和严夫子两个人泡了一杯热茶。行哥儿，当初书院为师最看重的就是你，也对你寄予厚望。当年你因为病重没能去京城参加会试，为师一直觉得可惜。这么多年了，书院除了那位曾经位极人臣的陆轩，也就你读书天赋极高。那年你去参加会试，为师一直以为你会是第二个陆大人，假以时日也能位极人臣，却没想到，夫子，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星哥儿，不知你现在的身子如何了？多谢夫子关心，现在学生的病已经好多了。月初的时候，远修曾来书院看过为师，听远修说你住在这儿，还在这儿开了铺子。夫子，这间药铺是我媳妇儿开的，她会医术，就自己开了一间药铺。听远修说，你这媳妇儿不仅医术高明，还聪慧灵秀。今天为师来一看，确实和你倒是一对璧人。星哥儿，听远修说你要去参加明年的会试。啊，夫子，学生确实是准备明年去京城参加开春的会试。哈哈，好啊！当初你因为病错失那年的会试考试，为师一直替你觉得可惜。如今为师能够听见你再去参加会试的消息，为师也很是替你高兴啊。星哥儿，为师上个月修书一封，去请了翰林院的张大人来书院授课，他就在今天晚上就会到书院。张大人对每年的会试题目都颇有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你既然打算去参加明年开春的会试，要是听了他的课，定会有所受益。星哥儿，不瞒你说，为师今天特意来你这儿走一趟，就是为了找你去书院的，也去听一听张大人的课。顾青青没想到严夫子居然是过来找徐行去听张大人讲课的。星哥儿，不知你意下如何，可要来书院去听一听张大人的课？多谢夫子好意，那学生就却之不恭了。徐行答应了严夫子，不仅严夫子松了口气，顾青青也跟着笑了出来。严夫子没有多做，徐行答应之后就起身要回书院去了。徐行也连忙扶了严夫子出门去送他，顾青青也跟了出去。回吧，
不用送了。相公，你明天就要去书院上课了，要不要提前准备一下去书院要用的东西？笔和墨，这是必须要准备的，还有写字用的纸。我先去帮你看一下，这些东西还够不够用？不够的话，就再去买点儿。我是去书院听张大人的课，听完了也就回来了，倒是不必准备什么。徐行只是去听张大人讲课，他听了张大人的课就会从书院回来。二哥中午的时候过来给顾青青送汤，是炖的酸梅汤。听说徐行要去镇上的麓山书院上课。哎呀，三弟，那张大人竟然是严夫子从翰林院请来的，你能去听他的课，这是好事。徐安也很替徐行高兴。昨天徐家失火，顾青青和徐行从镇上回去，梁氏正在院里洗一团黑漆漆的东西。老三媳妇儿，你们回来了呀？娘，你在洗什么？哎，娘的银子都放在屋里了，昨天徐家失火没来得及拿出来，今天白天娘去找了找，虽然这家里早就被你大哥夫妻2个人翻了个底儿朝天，不过你大哥和你大嫂可没找到娘藏的银子呢。屋子里烧着炉子，外边冷，里面却暖和。娘，今天你和爹去衙门报官，县令老爷怎么说？哎，别提了，今天娘和你爹一起去了衙门报官，连县令老爷的面都没见着就回来了。怎么回事？听说县令老爷昨天动身去了宁城，我和你娘去的也是不巧，县令老爷刚走1天。没想到县令老爷竟然不在衙门。那衙门的人可说了，县令老爷啥时候能从宁城回来？具体没说哪一日，不过那衙门的师爷倒是跟我和你爹说，县令老爷这次去宁城是有要事要办，忙完回来至少要10天半月呢。竟要这么久？唉，这县令老爷不在，报官这事儿啊，也只能先等着吧。等县令老爷回来，娘再去衙门报官去。顾青青没说话。其实顾青青昨天晚上就已经仔细地想过，徐家失火，要是有人故意放火的话，那肯定是和徐家有仇的人，无缘无故别人是不可能来徐家放火的。回屋之后，顾青青把自己的猜测说给了徐行听。相公，你说徐家那场大火会不会是四弟媳妇做的？那刘氏因为造谣我不成，反而还被县令老爷关了3个月的大牢，肯定因此怀恨在心。那天五弟不是说了吗？五弟说四弟媳妇回徐家，看见徐家人全都没好脸色，眼神也有点吓人，说不定这事儿就是刘氏干的。青青，这事儿不管是不是刘氏做的，一切还是等县令老爷查明再说吧。也是，现在没有证据，也不能真的就说明一定是那个刘氏做的。毕竟上次的事情，除了刘氏，还有别的人也和他一起坐牢。要说怀恨在心，另外2个也有可能因为那次的事情对徐家怀恨在心，说不定这场大火还是他们放的。梁氏将那捡回来的碎银子和铜板洗干净，放在桌上反复地数了数。娘，银子够吗？够的，一个都没少呢。昨天徐行答应了严夫子去学院听翰林院张大人的课，离开前徐行不放心，还嘱咐了小媳妇一番，让她好好照顾自己。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顾青青的二弟顾燕隔几天就会来看上她一次，这不，今天徐行刚去书院，顾燕就来了。大姐，姐夫呢？他去哪儿了？你姐夫去书院了。他去书院做什么？顾青青简单的把这事给顾燕说了一遍。大姐，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嘿嘿，你不知道，这家烧鸡啊，是我发现的味道最不错的，我给你也买了一只，来，你先尝一只大鸡腿看看。顾青青还没去拿呢，突然就一阵恶心，跑出去吐了起来。大姐，你怎么了？没事吧？二弟，我没事儿。大姐，你要是没事啊，刚刚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吐了？顾青青没有再瞒着，就把自己怀孕的事儿告诉了顾燕。大姐，真的吗？你真有身孕了？
顾青青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大姐，娘和宁秀他们要是知道你怀孕了，肯定也会替你高兴的。听说了顾青青怀孕的事儿，果然沈氏和顾宁秀都很替顾青青高兴。第二天一大早，沈氏和顾宁秀就带着楚七七来回春堂看顾青青来了。青青，你当真怀孕了？顾青青点了点头。大姐，娘就一直在我跟前念叨，想你早点给她生个大外孙呢。现在你怀孕了，娘可总算是可以抱上大孙子了。青青，你看，这些都是娘给你带过来补身子的。大姐，娘说我就要有小侄子了，等小侄子生出来，七七以后就把桂花糕都分给他一半。母女几个人说了会儿话，回春堂外面有卖糖葫芦的，楚七七那小丫头想吃，顾燕就抱着小丫头出去买去了。顾燕和楚七七二人出去之后，沈氏故意找由头把顾宁秀也给支了出去。女婿他最近没闹你吧？顾青青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脸上不由得红透了。沈氏又道：青青啊，如今你这是才怀上，他还没坐稳，可不能由着女婿胡来的。娘，他没有。哦，没有就好，娘也是为了你着想，你这是第一次怀上，又是头胎，要注意些的。娘今天过来，除了来看你，也是来给你交代一些东西。上次梁氏就在他跟前交代过他这些东西，这会儿沈氏又事无巨细的仔细的嘱咐了顾青青一番。尽管顾青青说他已经知道了，可沈氏只当他是害羞，不好意思听，还是需要把注意的事情全都给顾青青说了一遍。直到楚七七一手拿着冰糖葫芦，兴奋地从外面跑进来，沈氏这才没有再继续往下说。顾青青也终于松了口气，可算是说完了。徐行去书院上了几天课，每天差不多1个时辰也就回来。听说沈氏他们来过，娘他们今天过来了，可都说了些什么？没什么。是吗？相公，最近我给你吃的药感觉如何？前不久顾青青给徐行取血的时候，发现徐行身上的血逐渐在转红了，看来他给徐行用的药是对的。再这样下去，假以时日，那他肯定可以彻底把徐行身上的毒给解了。这次的药顾青青都给徐行加了回春堂开张的时候那个祁红颜送给他的雪莲。一开始顾青青不敢加太多，怕要没有效果的话，这么贵重的药材就浪费了。但是这几次反复的试着添加之后，顾青青发现徐行身上的毒好像吃了这个天山雪莲是有效果的。于是今天顾青青决定再多给徐行加一点天山雪莲。除了天山雪莲，顾青青还把那个祁红颜送来的千年老山参也给徐行加了一点。这么贵重的药材熬制的药，这次将药熬制好之后，顾青青生怕洒出来一点，小心翼翼地给徐行端过去。怎么不叫我来啊？你在看书，我就没叫你。相公，这个药是我刚给你熬好的，你趁热吃。顾青青说完就发现徐行的脸色突然黑了下来，他的目光盯着门外。顾青青也下意识地看过去，只见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多日不见的秦无言。哈哈，徐公子，今天你也在呀？徐行都没拿正眼看秦无言，完全没有要回话的意思。莫非徐公子还对秦某上次说的话介怀呢？上次的话？上次的什么话？你都在他跟前说了些什么？也没说啥，不过就是说了，要不是你被他抢先一步，像你这样长得不丑还会赚钱的女人，我秦无言倒是不介意让你来当我的第18房小妾。徐行的俊脸又再次黑了黑。哈哈，二位可别生气啊，我秦无言最不缺的就是女人，我那第18房小妾也已经有了。今天我来贵药铺也是有正事要来的。难不成是那个秦无言的大哥凤北离的伤势又出问题了？徐夫人，这次在下是为了我祖母的病而来的。我祖母的头疼之疾，吃了你的药之后，本来已经是大好了，
只是上月初我祖母病了一场，头疼的毛病又再次犯了。今天我过来是想劳烦徐夫人你随我走一趟，再去帮我祖母看一下病。宋老夫人的病又犯了。徐夫人，当初我们可是说好了，你替我治好祖母的头疼之疾，我就多给你1成的利润。如今我祖母的头疼之疾再次犯了，怕还是得再劳烦徐夫人你随我走一趟了。秦公子，你就放心吧，既然我答应过会帮你把你祖母的病治好，只是你祖母远在宁城，我现在一时也赶不过去。徐夫人，我祖母现在就在这镇上，你只需要随我走一趟就行。既然宋老夫人就在这镇上，那我就现在随你过去给老夫人看看。相公，那我去给宋老夫人瞧一下病再回来。去吧。顾青青跟着秦无言到了秦府后，刚到门口就看见停了好几辆马车在往秦无言的府中搬东西。顾青青还看见有几个丫鬟穿着的女子从马车上下来。难道是那个宋老夫人带来的？不对，不知道那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些都是凤王府的管家和下人。我大哥在我的府上养伤，那凤王府的管家为了方便照顾我大哥，就从凤王府带了些下人和日常用的东西过来。不知你大哥的伤势现在如何了？多谢徐夫人记挂了，我大哥的伤势已经在慢慢恢复了。还有，吃了徐夫人你给我大哥开的药方，我大哥身上的毒也都解了。二人说话间，秦无言也带着顾青青去了宋老夫人住的屋子里。祖母，我把人给你带来了。老夫人，听闻秦公子说你的头疼之疾又犯了，不知可否让我先给你把脉看看？宋老夫人略略点点头。从脉象上来看，宋老夫人的脉象有点虚了。老夫人，我现在要用银针帮你疏通一下经脉，一会儿再给你开2副药，你吃了之后头疼的毛病也就能好了。那位宋老夫人眼睛始终闭着，看起来没什么气色。顾青青给宋老夫人施完针之后，宋老夫人的眼睛这才缓缓睁开。老夫人，您的身子弱，还有我看老夫人您上月初的病还没完全好，我一会儿另给您加了几味药给你治别的病，这个药你先吃上几天，要是几天后你头疼的毛病还没好，我就再来给你扎1次针。将写好的药方交给宋老夫人身边的丫鬟，秦无言立刻安排人去抓药。宋老夫人却突然打量起顾青青来。模样白净，长相清丽，虽说是小门小户的乡下姑娘，做正妻嘛是配不上，不过做个妾室倒是还勉强。做妾室？什么妾室？那宋老夫人在说什么？不知道顾姑娘你可还记得上次老身对你说过的话？上次你来宋府给老身治病，你说你能治好老身的头疼之疾，老身当时答应过你，只要你真的能把老身的头疼的毛病给治好，就可以开口在老身身前讨个赏。多谢老夫人的好意，只是我并无什么东西想要老夫人赏赐的。顾姑娘，当初你那迫不及待的想要问老身讨赏的样子，可不像是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啊。顾姑娘，趁着老身现在还没有改变主意，你来老身跟前讨赏，就算是想做我外孙无言的妾室，老身也可以答应你。什么？给秦无言做妾室？顾姑娘，当初你迫不及待想要在老身跟前讨赏，难道不是想做我外孙的妾室？按理说呢，就你这样的身份，就算是做妾室也配不上我孙子。不过你模样生得好，还有一手不错的医术。听无言说，他大哥身受重伤，都是被你给救回来的。看在你这一手好医术的份上，留在我外孙跟前做个妾室，倒是也勉强够了。不，老夫人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那种想法，也从来没有想过给秦公子做妾室。
谁稀罕做那个秦无言的妾室了？老夫人，当初我确实是想在您跟前讨个赏，但是我想讨的赏可不是给秦公子做妾室，那是因为我二哥。你二哥？哦，那个徐安。当初我二哥卖身在宋府，签下的卖身契是死契，那会儿我只是想给我二哥讨个赏赐，要回身契。难道是他误会了？老夫人，再说我已嫁作人妇，又怎么会对秦公子有非分之想呢？离开秦府，他怎么都想不到，当初要在那宋老夫人跟前讨个赏，想要回二哥的身契，竟然还会被那个宋老夫人给误会，是想给秦无言做妾。看不出来，你竟然如此迫不及待的想做我秦无言的妾室啊！你还是先管好你那18房小妾吧。给，这是本公子刚在祖母那儿给你讨的赏赐，拿着吧，好东西。这次秦无言还是安排马车送顾青青回去。顾青青是抱着食盒下车的，马车刚到回春堂，徐行就从药铺里走了出来。相公，这是我给那个宋府的老夫人治病，她给我的点心。青青，你回来的正好，二哥也在，他刚给你炖了汤送来。弟妹，这是二哥今天给你炖的鱼汤，你尝尝看，可还合胃口？二哥，你炖的鱼汤肯定好喝。想到食盒里的点心，又忙叫徐行给二哥也拿一块。哎呀，弟妹，这点心……这点心怎么了？弟妹，这点心你在哪儿来的？顾青青没隐瞒，就把今天在秦府给那个宋老夫人治病的事儿给徐安说了。难道是二哥一眼就认出来这个点心是宋府的，所以才会如此惊讶？难怪了，弟妹呀，这点心是宋老夫人给你的话，那就不足为奇了。二哥，这点心你在宋府是不是经常看到？哎，弟妹，这点心宋府并没有。宋府没有？弟妹，这点心是宫里御厨才会的点心，以前我曾经在宋府见过几次，听说都是秦公子带过来给老夫人的。宫里的御厨才会做的点心？弟妹，这点心既然是宋老夫人给你的，应该是秦公子给宋老夫人的，然后老夫人又给了你。送走了二哥，顾青青没想到这点心竟然是宫里御厨才会做的点心。五弟徐明轩下午的时候也来过回春堂一趟，听说徐明轩今天要回村里去，顾青青索性就把剩下的点心都给了五弟，叫五弟拿回去给梁氏和徐小山他们也尝个新鲜。这天顾青青忙完也没忘记回头去看徐行。相公，我给你煎的药应该可以吃了，你去后院把药吃了吧。徐行放下手里的书卷，听了小媳妇的话之后就去了后堂。这次徐行吃完药出来，顾青青见他额头上很快就出了一层薄汗。不仅如此，徐行的脸色也有些不对。怎么回事？脸色怎么这么差？别担心，我没事儿。顾青青扶了徐行坐下，用银针在徐行的指尖取了一滴血。这难道徐行身上的毒又加重了？不可能啊！他最近给徐行配的药，徐行身上的毒明显是在减弱的，徐行的血也逐渐由黑转红。顾青青最近给徐行加了点雪莲和千年人参，明明是有用的，不曾想竟然会突然加重。顾青青吃惊之余，徐行又突然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这次徐行口中吐出来的血是黑色的。他的毒加重了。他今天就只在徐行的药中多加了2味草药，难道其中1味药徐行是不能吃的？顾青青正猜测着，就连药铺来了人也没发现。这位公子竟然中了宫里的毒。你说什么？宫里的毒？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男人没有回答徐行的话，而是直接走到徐行跟前，就把手搭在了徐行的脉搏上。片刻后，再次取了徐行的一滴血，男人俯身闻了闻，果然是宫里的毒。你认识我相公身上的毒？还有宫里的毒？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我相公身上的毒是宫里的？你的毒是怎么来的？徐行看着男人，还没开口回答，一大口黑血又吐了出来。
相公你怎么样？让开，我来。从怀里倒了一粒药丸出来，打算喂给徐行吃。你给他吃了什么？就你相公这样，他身上的毒都快要他的命了，你还怕我给他吃什么？你知道他的毒怎么解？别的毒我不一定行，但你相公身上的这种毒，我不仅能解，还知道用什么配制而成的。顾青青这下没管那男人，而是从男人手上将他手里的药丸取走，俯身闻了闻。你这药丸是毒药？是毒药，但也是解药。我看你们也是开药铺的，怎么连是药三分毒，毒药有时候也能救人的道理也不懂啊？徐行却在这时又吐了好几口黑血出来。要是不想你相公毒发而死，就把手拿开。想不想救你相公的命，就看你了。行，我就信你一次。男人将药丸喂给了徐行，顾青青也是一脸紧张。好在吃了药丸之后，徐行很快就止住了不断吐出来的血。看来刚刚那个男人喂给徐行吃的药确实是有用的。正巧我这身上带了一瓶药，要不然我也没法子止住他吐血。多谢这位大叔的救命之恩。哎，别，你可别急着谢我。我现在只是暂时帮你相公止住了吐血，但是他身上的毒却并没有解。大叔，既然你知道我相公身上中的是什么毒，还望大叔你可以帮忙我相公将他身上的毒给解了。有劳了。我可以帮他解毒，但是解这种毒有2味药材却有点难办。不知是什么药材？天山雪莲还有千年野山参，这2味药材并不容易得，一般寻常的药铺都买不到，就算是京城想买天山雪莲都不容易买，更不要说你们这个小镇了。大叔，不瞒你说，你说的这2味药材正巧我这儿有。男人诧异了一下，他想不到顾青青这儿竟然还真有这2味药材。大叔，这2味药材都是别人送我的，现在就在我们药铺的后堂放着。既然你这有这2味药材，那就更好办了。我现在把解毒的法子给你说下来，你记着。顾青青找来纸和笔。你按照我说的药方抓药，每天煎熬3次，3个月后你相公身上的毒就能解了。顾青青打量着刚刚那个男人说的药方，她发现他给徐行用的药也和这个药方有部分相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药的剂量也要逐渐减少，一开始的剂量会多点，1个月后就只需要用1半的药就行，2个月后再减1半，3个月后1天早晚各吃1次就成。大叔，不知这个毒药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用什么做成的？男人也没隐瞒，顾青青问，男人就直接把那个毒药的成分都说给了顾青青听。这么说来，这种毒的药性也极强，要不了多少就能要人性命。不错，这种毒药性强且无色无味，吃上1口就能取人性命。它原本是宫里秘制的毒药，见过的人也极少。这种毒真要是吃上1口就能要人性命，那徐行中毒这么多年都还能活着，看来他吃的量应该是极少的，要不然也不能活到现在。他应该是就沾了1点此毒。徐行吃了男人的药丸后也恢复了一点气色，抬头去看说话的男人。此毒吃得少，虽然短时间内要不了性命，却会百般折磨人，也会像他这样吐血。我能看得出来他是中了此毒，也是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和他一样中此毒的人。行了，你现在还是先去把我给你说的解药煮给他吃上1碗吧。顾青青也没有再耽搁，很快顾青青就把1碗热气腾腾的药给徐行送了过来。将1碗药喂完，顾青青也发现徐行的气色又好了点。今天这个药你晚上再多喂他吃上2次。大叔，不瞒你说，我之前给相公煎的解药也和你刚才说的药有部分相同。本来相公吃了药后身上的毒也逐渐被解，但是不知为何今日相公身上的毒却突然复发，且加重了不少。
你给他吃的解药是什么？可否拿来给我看看？很快，顾青青就去把他给徐行煎过的药渣给男人拿了过来。男人闻了闻，又把药炉里的药渣抓出来，细细的查看了一番。大叔，是不是今日我配的药中有一味药是不能吃的？你小子可算是命大呀！你媳妇今天给你吃的药，鹿茸加虫草，别人吃了是补药，但是你吃了却是堪比砒霜的毒药。顾青青目瞪口呆，她怎么都想不到，她今天给徐行添加的2味草药，竟然都是徐行不能吃的。行了，现在他吃了我的药丸，又吃了你给他熬的解药，放心吧，他现在不仅是命保住了，再过几个月，他身上的毒也能彻底解了。听见徐行身上的毒能解，顾青青不由得一阵欣喜。那药可是宫里的秘制毒药，你这小子怎么会中了宫里的毒啊？顾青青也在这时看了徐行一眼，徐行没有开口。这种毒药可是宫里的秘制毒药，一般地方都不会有。你这个小子身上中了这种毒，该不会是你这个小子是从宫里逃出来的吧？不是，我相公中的这种毒，是因为我婆母以前在京城的一户官宦人家做下人，有一次府上的一位夫人将当家主母送给她的点心给了我婆母，我相公误食了一口糕点后就中了此毒。这么说来，你相公是误食了那糕点就中毒了？顾青青点头，男人盯着徐行，若有所思。你不信我说的？不，我信你说的。大叔，你说这种毒药是宫里秘制的毒药，我相公的娘不过是一个官宦人家的下人，又怎么会出现这种毒药？你这就有所不知了。那毒药虽然一开始是宫里的秘制毒药，但是后来这种毒药也变成了京城大家贵族后院内宅暗中私下害人的工具。顾青青下意识地去看徐行，所以徐行就是因为这样才中了宫里的毒。你是从京城来的？对啊，大叔，你是怎么知道这是宫中的秘制毒药的？我不是早就给二位说过原因了吗？说过了？什么时候？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之前就给二位说过，我曾见过这种毒药，所以我知道这是宫里秘制的毒药。这位大叔，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能帮我将相公身上的毒给解了，我还是感激不尽。救命之恩，徐行记下了。哎，你二人倒是不必感激我，在下也欠了你们一次救命之恩，如今算是两清了。男人这样说，顾青青直接愣了。今天我过来其实就是来感谢这位徐夫人的。顾青青再次诧异了一下。进来。6个穿着下人衣服的小厮走进来之后，小厮们又把东西全部放到药铺的柜台上。这些都是我送来感谢徐夫人救我主子性命的东西。你主子？我家主子是凤北离，我是凤王府的管家。男人放下东西就走了。顾青青出门送了顾王府的管家离开，这才返回铺子。他没想到刚刚那个离开的男人会是凤王府的管家，更没想到因为他救了凤北离一命，还因此反倒救了徐行一命。听说此事的徐明轩又惊又喜地看着徐行。太好了，三哥，这么说你身上的毒终于能解了。虎弟，再过3个月相公身上的毒就能完全解了。嘿嘿，你要是知道三哥身上的毒能解了，肯定会高兴的。迫不及待，徐明轩就想把这事儿告诉给梁氏，一溜烟地跑了。相公，你身上的毒能解了，以后就再也不用吃药了。你才吃了药，我扶你回屋去歇会儿。不用，我自己来就行。顾青青见徐行强撑着想自己起身，却还没起来，再次跌回到凳子上。没事儿，别担心。顾青青知道徐行是因为他怀着身孕，这才不让他扶他。他想了想，决定去二哥的铺子找一下二哥来。徐安本来是在忙着的，听了顾青青的话，就和顾青青一道去了回春堂。
徐行还在凳子上坐着，徐安一来就忙把徐行背回了屋里。弟妹，这么说三弟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要不是我今天用错药，让相公身上的毒加重再次发作，那凤王府的管家也不会一眼就看出相公身上中的毒。弟妹，三弟身上的毒能解就是好事。娘当年一直自责没有照顾好三弟，才让三弟身上中毒这么多年。现在三弟身上的毒能解了，娘也可以安心了。今天三弟脱了不少血，我一会儿给三弟炖点补血的汤过来给他吃。还有，你想吃什么，二哥也给你做。水，青青，水。二哥走后，顾青青听见徐行要喝水，顾青青用勺子喂徐行吃了半碗水之后，徐行就睡下了。顾青青把药给徐行炖在炉子上之后，这才又去钱塘看铺子去了。听说徐行身上的毒能解之后，徐家人全部都赶了过来。老三媳妇儿啊，老三身上的毒当真能解了？娘，相公身上的毒确实是已经找到了解毒的法子。太好了，太好了，老三身上的毒能解，真是太好了。哦，对了，老三呢？我怎么没有看见他？是啊，三哥呢？他去哪了？娘，五弟，相公今天身上的毒发作，吐了不少血，这会儿去后院躺着休息去了。老三媳妇儿啊，听说老三身上的毒是那个凤王府的管家给他解药，只是你是怎么认识王府的人呢？娘，你可还记得我曾救过保和堂掌柜的性命？这事儿梁氏还记得。娘，不瞒你说，其实那保和堂的掌柜就是凤王府的王爷。什么？保和堂的掌柜是凤王府的王爷？那位凤王府的药铺开得遍及天下，保和堂不仅镇上有，京城也有。这次凤王爷身上的伤重，需要静养，就留在了镇上的秦府养伤。凤王爷在这边，凤府也安排了人过来照顾凤王爷。那位凤府管家也是这几天才来这儿的。怎么都想不到，那位保和堂的掌柜竟然是凤王府的王爷。得知是我将凤王爷身上的病治好的，那凤王府的管家今日特意来回春堂谢我，结果却意外看见相公身上的毒发作。所以那凤王府的管家就是这样给老三解毒的方子了。那位凤府的管家因为曾经见过此毒，一见到相公立刻就看出相公身上中了什么毒。不管怎么说，徐行身上的毒能解就是好事。梁氏很是欣喜。徐行在后院睡觉，梁氏他们也没去打扰他。二哥说要给徐行炖补血的汤，果然在下午的时候就把补血的汤给徐行送了过来。徐行睡了一个下午了，顾青青带着二哥一起去徐行睡觉的屋子。这会儿徐行已经恢复了点力气，也没有再用小媳妇喂他，徐行自己端着碗去喝。徐安这边也把他给顾青青炖的汤盛了一碗给他。弟妹，这个汤是鲫鱼汤，上次你说二哥炖的鲫鱼汤好喝，今天二哥又给你炖了一锅。没想到二哥这次又给他炖了鲫鱼汤送过来，这次二哥还是和前几次一样，送了汤就走。顾青青知道二哥的小酒馆到了晚上生意会更好，所以也就没有多留二哥。徐晴原本每天都要去书院听翰林院的张大人授课的，由于徐行的身子虚弱，还需要在床上躺上几天，也就没有去书院。麓山书院的严夫子听说徐行没有去，还特意安排了书院的学生来询问。养了5天，在第6天的时候，徐行的身子总算是养好了些。这天徐行在药铺帮了小媳妇儿一阵，就去了学堂听张大人授课。同时也是在这天，顾青青听武帝徐明轩说县令老爷从宁城回来了。徐家当初失火，梁氏已经去衙门报了官，县令老爷也已经安排了衙差开始查徐家失火的案子。徐行从书院回来，顾青青立刻就把此事给他说了。相公，你说徐家的大火到底是不是人为的？是不是人为，等裴兄查了不就知道了。
有道理。这件事儿既然娘已经去衙门报官了，那么县令老爷肯定也会将此事给查明白。在梁氏报官没几天之后，顾青青见镇上突然多了一群官差，满大街的粘贴告示，听说是衙门在缉拿要犯。顾青青去看了一眼，当看清楚画像上的人的时候，她不由得吃了一惊。那画像上的人虽然画的不是太像，但是上面的人分明就是徐权贵呀。顾青青在镇上看见了张贴的告示之后，就忙回了回春堂。他刚进屋，接着就有官差带人来搜查。这群官差凶神恶煞，一来就要搜查药铺。你们干嘛呢？哎呦，小娘子不要怕，大爷我今天是来搜查杀人的逃犯的，只要搜查完逃犯，我们就会离开。顾青青被跟前的男人看得不舒服，当即往后退了一步。你们搜查逃犯就搜查逃犯，来我这个铺子做什么？我这铺子正正经经的做生意，可没你们说的逃犯。小娘子，那杀人的逃犯可是这回春堂掌柜的亲兄弟，指不定他就躺在这儿，我们也是奉命办事儿。你要是害怕，不如让大爷我来好好疼疼你。那衙差说着就一下向顾青青扑了过去，男人还没有碰到顾青青的衣角，就被大步走过来的徐行一脚踹翻在地上。你没事吧？顾青青却摇了摇头，见有几个衙差已经开始在药铺乱翻乱找。相公，拦住他们！徐行看过去，当即从脚下踢了一个凳子过去，只见那正在搜查的3个衙差都被板凳砸倒在了地上。从地上爬起来之后，给我搜！我看谁敢！衙差们相互望了一眼，见徐行是一个人也不怕他，当即一起向徐行冲过来。徐行的动作更快，衙差们还没反应过来，就挨个被徐行全部都打翻在地。都给我滚！衙差们也没敢再待下去，连滚带爬的逃了。一群仗势欺人的东西！相公，刚刚来的那一群衙差怎么一点也不像我前几次看到的衙差？刚才那群人全跟地痞无赖似的。徐行也正奇怪呢，镇上的衙门徐行去过好几次，他很确定衙门的官差并没有刚刚来的这群人。二人说话间，梁氏匆匆忙忙跑过来：老三媳妇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娘，可是四弟的事。老三媳妇儿，刚刚家里头来了一群人呢，说是来搜查逃犯，结果一来家里就开始抢的抢，拿的拿，家里的东西还都被那群土匪给抢了。娘，没想到那群人竟还去你们那儿搜查了。老三媳妇儿，那群人难道还来镇上了？那群人一来回春堂，二话不说就要搜查，刚刚才被相公打走。今天要不是有徐行在，那群人肯定连回春堂也一起搜查了。那群人说是来搜查的，其实就是一群土匪强盗，还有那些人张口闭口说是你们四弟杀了人。老三啊，你说你们四弟还当真杀了人吗？你四弟虽然是个混账东西，但是娘觉得杀人这种事儿他应该是不会做的吧。娘，到底是不是四弟做的？这事儿怕是要查了才知道。可是今天来咱们家搜查的那群衙差都说你四弟杀了人，还说你四弟已经逃走了。那些衙差都已经这样说了，那杀人的罪名是不是已经扣到你四弟的身上了？娘，今天这事儿我会弄清楚的，一会儿我就去衙门一趟。也好，相公，你去找县令老爷问一下看看，今天那些衙差在你手上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不弄清楚，说不定那群人下次还会来我们回春堂搜查。你去找县令老爷问清楚，也好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哎，老三啊，就算那些人是衙门的官差，那也不能平白无故就抢人东西吧？今天那群人除了抢银子，见啥拿啥，家里的鸡蛋、大米、面粉，这些能吃的也都被那些人给拿走了。哎呀，现在这家里
一点吃的都没了。顾青青想到今天看见的那群衙差的样子，那群人浑身都是匪气。哦，对了，老三媳妇儿，娘给你的东西你可收好了，那些东西没被抢去吧？娘放心吧，你给我的东西我全都收好了，都在呢，没有被那些人抢走。哎呀，好好好，东西在就好，在就好。梁氏一脸的后怕，徐行明显也是松了口气。由于顾青青和徐行最近都在镇上住，所以顾青青就把银票、金子、房契啥的全都带到了镇子上的铺子，怕今天离开的那群衙差又来药铺找事儿。徐行离开之前还去把徐明轩从镖局找了过来，有徐明轩在，徐行这才放心的离开。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儿，哼，那群混账东西，今天没让小爷我碰见他们，算他们走运。要是那群孙子落在小爷我的手上，小爷一定揍了他们满地找牙。娘，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腰有点不舒服。腰不舒服？嫂子，今天来家里抢东西的那些人还打了娘。娘，那些人对你动手了？那些人抢东西砸东西，娘上去拦着，没拦住，娘都被他们拖到地上了。徐行去衙门很快就回来了。相公怎么样？县令老爷是怎么说的？是啊，老三，快说一下。娘，青青，县令老爷说了，今天来我们徐家搜查的那些衙差并不是他衙门的人，县令老爷并没有安排人来徐家搜查。啊，不是衙门的人？既然那些衙差不是衙门的人，那岂不是全部都是冒充的？这件事县令老爷已经去查了，等有结果之后，县令老爷就会安排人过来告诉我们的。那你四弟那事儿呢？老三，那群人说你四弟杀了人，那这事儿也应该是假的吧？娘，四弟的事儿可能是真的。老三，那群人都是冒充的，你四弟的事儿怎么会是真的？对了，娘，我想起来了，我刚刚来回春堂的时候，我还看见了镇上到处都张贴了捉拿四哥的告示。娘，四弟的事儿目前暂时还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但是县令老爷说四弟现在已经和那位黄老爷的案子扯上了关系。四弟在镇上的宅子听说也被封了，四弟也在宅子被封的当天不知所踪。不只是四弟，就连刘氏和虎根兄弟二人也在同一天不见了。老三，你说什么？小虎子兄弟两个人也不见了？娘，别慌，小虎子兄弟二人既然是和刘氏一起不见的，那就说明四嫂将他们兄弟二人给带走了。五弟说的有道理，娘，有刘氏在，小虎子兄弟二人肯定会被他照顾好的。哼，老四那个混账东西，自己不成器就罢了，还把整个徐家都给连累了。今天要不是老四，又怎么会闹出这么多事情？娘，行了，别气了。要是为了四弟的事，你再把身子气坏了，那就不值当了。娘，弟妹说的有道理，可别为了四弟的事把身子给气坏了。梁氏他们回去之后，顾青青看着梁氏之前给她的那块玉佩和玉镯子，顾青青看得出来，梁氏和徐行两个人都对她手上的玉镯和玉佩很是紧张。徐行进来，顾青青也没发现，直到徐行走到她身边。相公，青青，你怎么把他们都拿出来了？本来是收着的，今天娘问，我就把他们都拿出来看了看。青青，你听我说啊，这块玉佩和镯子你都要收好，特别是这块玉佩，一定不能丢了。你说那些衙差都是什么人假冒的？还有四弟那个事儿，你觉得杀人的事和四弟有关吗？杀人的应该不是他。我也觉得应该不是。这事儿疑点太多了，那徐权贵顶多就是被人算计了。只不过顾青青对那个徐权贵的事儿并不关心，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徐行本来每天都要去书院听那位翰林院的张大人授课的，但是由于那些假冒的衙差的事儿还没解决，徐行不放心小媳妇一个人在药铺，就没有再去学堂上课。2天过去了，这2天都很平静，药铺也没有出现任何可疑的人。
只是在第3天的时候，衙门却突然来了人。徐行过去说了几句话之后，向顾青青走过来。青青，我现在要去衙门一趟。可是县令老爷已经查到眉目了。那群人的身份，县令老爷已经查清楚了。为了以防万一，徐行在去衙门前把武帝徐明轩给叫了来。徐行去了一会儿之后，很快就回来了。不仅是徐行，就连县令老爷也一起跟了过来。那群衙差虽然是在衙门当差的，但是却和地痞无赖无异。这些年，这一群人仗着他们上头的太守大人纵容，更是胡作非为，无恶不作。那些人是在太守大人手下做事的？不错，这些人都是在阳城太守手底下做事。那阳城的太守名声也不太好，这些年阳城的百姓都过得苦不堪言。可是阳城的太守和衙差为何还会来管这边小镇上的命案？这件事说来话长，那黄老爷府上的案子原本是该我负责查案的，但不知为何，因为有人去阳城的太守府衙先报了官，这个案子也就阳城的太守在查。我这边因为太守大人已经接了这个案子，我也就没有再去插手。难怪那天徐行去衙门，县令老爷也不知道有衙差来徐家搜查的事。青青，上次那些衙差裴兄查到后，已经将其中2个关了起来，还有他们抢了徐家的东西，也全部都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现在就在马车上放着。顾青青一阵欣喜，没想到那些被抢的东西竟然还都被县令老爷帮着他们追了回来。今后那些衙差应该也不敢再来你们徐家找你们麻烦了。只不过根据我这2天查到的，你们四弟怕是被人利用，当了替罪羔羊。阳城的太守那边已经一口咬定就是你们四弟杀了人，只等抓到你们四弟就斩首立决。而且我看那个阳城太守的意思，似乎此案已定，也不会再另外查案。哼，那是他活该，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但是根据我这边查到的证据，你们四弟并不是杀害黄老爷的凶手。顾青青还从县令老爷的口中得知，那天那群阳城的衙差本来是打算来回春堂抢完东西之后，就去二哥徐安的铺子上抢东西。结果由于那群人来回春堂全部都被徐行给揍得不轻，这才打消了去徐安的铺子上抢东西的念头。回春堂外那一马车的东西，徐行和顾青青决定全部都把他们拉回徐家村去。梁氏看见失而复得的东西，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娘没想到啊，这些东西还能再回来。娘，这些东西能还回来，这可都是多亏了县令老爷，要不是县令老爷，这些东西也不会给我们送还回来。对对对，老三，这次的事儿多亏了县令老爷帮忙，你可得好好去谢谢人家。梁氏喜不自胜地看着那些被送回来的东西。老三，那你四弟的事儿，这事儿县令老爷怎么说？县令老爷说，四弟的案子是阳城的太守在审，而那阳城的太守的意思是已经定了四弟的死罪。当初老四但凡是听我们一句劝，他也不至于招惹上那人命官司啊！这个孽障，我怎么就生了他这么个东西出来？老三，你四弟这事儿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阳城太守的意思是抓到四弟后就直接处死四弟。县令老爷说，阳城太守已经判了四弟斩立决。老三啊，你不是和县令老爷认识吗？你四弟这事儿，可不可以去找县令老爷说说，让县令老爷留你们四弟一命啊？老三，爹知道你们四弟不成东西，可到底那也是你们兄弟，爹也没求过你什么。这一次，爹求你去找县令老爷帮帮忙，看一下可不可以留住你们四弟一条命。老三，按理说你四弟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娘不该对你开口，但他到底是娘的亲生儿子，小虎子兄弟2个人，他们还小，
要是没了你四弟，他们将来怎么办呢？老三，娘不求别的，娘就只希望能留你四弟一条命就好。要是可以的话，你就去找一下县令老爷说说啊。梁氏和徐忠诚二人都是一脸紧张地看着徐行。徐行没有说话。老三，算是爹求你了。没等徐忠诚跪下去，徐行连忙把他拦下来。爹，四弟这事儿我会去和县令老爷跟前说一下，但是要是四弟真的做了那杀人的事儿，那就只能杀人偿命了，我也救不了他。要是他没有做杀人的事儿，是被人陷害的，我会尽力帮忙帮他保住性命的。好，只要能够保住你四弟的命就好。老三啊，多亏了你呀，这才能保住你四弟的命，要不然你四弟这次怕是真的命都要没了。爹娘，这次案子能不能将四弟救下来还不好说。这个案子查案的人是阳城太守，太守已经定了四弟的死罪，就算是我想去找县令老爷帮忙，他并不负责这个案子，也不一定能救得下他。那这事儿该怎么办？我会先去找县令老爷商量后再做决定。相公，我听县令老爷的口气，那阳城的太守大人摆明了就是想让四弟死，这个案子又是太守大人在管，你去找县令老爷有用吗？我先去找县令老爷，安排人将四弟找到再说。为什么？我怕那些人会杀人灭口。杀人灭口？不错。徐行去了衙门，顾青青一个人留在药铺里看铺子。徐权贵这事儿摆明了一开始就是有人做局的，故意拉着他当替罪羊，而那个阳城太守案子都不查，就草率地定了徐权贵的死罪，说不定还真的会杀人灭口。顾青青思忖着，感觉到有人走了进来。怎么是你？夏娘子，你可是让大爷想得好苦啊！来，今天就让大爷我好好等等你。顾青青看着向他扑过来的男人，顺手操起旁边的水壶就砸了过去。哎呀！好啊，你这个小贱人，上次的账老子还没和你算呢，这次还敢动手打老子！顾青青见男人向他追了过来，又忙从药铺后面跑出来。你这个瞎娘们儿还真是够野的，不过老子就喜欢野的。只是顾青青刚跑到门口就摔了一跤，把脚给扭了。你跑啊！你现在怎么不跑了呀，臭娘们儿？你不是那么能跑吗？走开！你别过来！顾青青吓得慌忙抱住身子往后缩，跟前的男人却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却见门口一袭锦衣长袍的秦无言带着2个下人从外面走了进来。拖出去！顾青青惊魂未定，还没从刚刚的事情中回过神来。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儿。还能起来吗？顾青青点点头，只是见顾青青艰难地起身，反复了几次之后又坐了回去。这次秦无言没有再问，直接拦腰把顾青青给抱了起来。顾青青吓了一大跳。别动，放我去前面那个凳子上坐着就好。秦无言将顾青青放到凳子上，又捏着顾青青刚刚摔伤的脚给她按了几下。顾青青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行了，别叫了，试一下，你的脚现在应该能走了。你竟然还有这本事！我会的本事还多着呢。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做我秦无言的第18房小妾啊？刚刚那个人是怎么回事？说起那个人，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事情的经过跟秦无言说了。这么说来，刚刚就那样杀了他，倒是还便宜他了。你刚刚杀了那个人，该不会有事吧？虽然那个人不是东西，但是秦无言刚刚将那个人杀了，会不会惹上命案？放心吧，
本侯爷的事还用不着你来替本侯爷操心。顾青青这才想起来，那个秦无言的身份，他可是当朝侯爷，想来应该不会有事儿。而秦无言却在这时突然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玉佩。是我的。这玉佩是你的？我婆母给我的。秦无言听了顾青青的话后，面色再次一变。怎么，这玉佩有什么不对吗？秦无言没有说话，而是匆忙将玉佩还给了顾青青就离开了。到底这块玉佩怎么了？为何刚刚那个秦无言看见我手上这块玉佩会是那种表情？难不成他认识这块玉佩？要不然怎么会一脸震惊？回春堂外，去，找人将徐家的一切都给我查清楚，特别是给我查清楚徐家人的身份和底细，还有徐家祖上3代也全都查清楚了。是。这边秦无言站在了回春堂门口，眼底神色沉了沉。那块玉佩他曾经在他大哥身上看见过一块一模一样的，他记得他大哥凤北离说过，这块玉佩是他从刚生下来就带着的，也是证明他身份的象征。这样的玉佩，王府的世子全都有一块。难不成那个徐行是？秦无言离开之后，顾青青盯着手上的那块玉佩看了一阵儿。这块玉佩到底藏了什么秘密？顾青青百思不得其解，想不出来原因。顾青青想起身，一动才发现肚子有些不舒服。糟了，腹中的孩子还不足3个月，该不会是动了胎气吧？连忙给自己把了把脉，决定现在先去抓上一副安胎药来吃。只是还没将安胎药抓齐，顾青青的小腹就越来越疼，最后靠着身后的药柜就蹲在了地上。青青，徐明轩焦急地等在外面，来回踱着步。二哥，你说三嫂不会有事吧？徐安也不踏实，大夫都已经进去快1个时辰了，还没出来。二哥，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春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为何屋里的桌子和凳子全都摔了一地，还有那地方的一滩血，那该不会是三嫂的血吧？屋内自从徐行回来之后，就一直守在小媳妇的床边，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三哥，你不吃饭怎么行啊？大夫都走了，你还是出来吃点饭吧。可徐行却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一样，目光就只盯着床上的小媳妇儿，一动也不动。二哥，你看三哥他……罢了，我们还是出去吧。可是三哥他还没吃过东西呢，我……顾青青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中好像有人在灌她喝药，也好像听见有人在她耳边叫她的名字。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到她缓缓地睁开眼睛之后，屋里的天色已经大亮了。徐行正趴在她的床边，小媳妇一动，徐行立刻就醒了过来。青青，你终于醒了。他记得他腹痛难忍。孩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没事吧？放心，孩子很好，他没事。顾青青听见孩子没事，这才松了口气。屋里徐行在床边守了顾青青一夜，外面徐安和徐明轩也站在门口焦急地等了一夜。终于等到徐行从屋里出来。三弟，怎么样？弟妹醒了吗？徐行点点头。三弟，炉子上儿哥已经帮你把弟妹的药给熬好了，还有儿哥还准备了一点吃的，弟妹这昏迷了一晚上肯定也饿了，你现在还是先给弟妹拿点吃的过去让她吃吧。徐行把粥给顾青青端过去，顾青青喝了大半碗粥。顾青青吃了饭之后，徐行又去把药端过来喂给小媳妇喝了。知道徐行昨天晚上在旁边趴着守了他一夜，肯定没吃过东西，顾青青让徐行也去吃点粥。青青，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回春堂一地的狼藉，地上还有一滩血？徐行问，顾青青也没隐瞒，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徐行走后回春堂发生的事儿全都给他说了。顾青青口中的话刚说完，徐行就再次用力地抱她入怀。青青，这次的事是我疏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顾青青觉得这次的事儿不能怪徐行，她也没想到那天那个衙差会突然回来。
青青，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顾青青动了胎气，大夫说不能下床，为了养胎，顾青青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徐行为了照顾她，也一直陪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二哥更是每天都给顾青青做她爱吃的菜送过来，每天给顾青青吃着补身子的汤水。听说了顾青青的事儿，梁氏和徐忠诚两个人也来到镇上看她。徐忠诚是公爹，不好进屋里去看顾青青，就在外面等着梁氏。梁氏去了顾青青的屋子，看着躺在床上气色仍有些不太好的顾青青，梁氏有些愧疚。青青啊，是娘对不住你，要不是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你也不至于差点就……这要是你和腹中的孩子有个什么事儿，娘怎么对得起你和老三夫妻两个人？娘，这事儿不怪你。再说，我和腹中的孩子现在不是没事吗？你也别自责了。老三，你四弟的事儿是娘没有考虑周全，这次你媳妇儿差点出事也是老四给害的。娘现在也不求你什么，你媳妇儿如今受了惊吓，又差点动了胎气，你就好好的照顾你媳妇儿吧。至于你四弟的事儿，当初他不听娘的劝，如今就看他自己的造化吧。梁氏说完，徐明轩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娘，县令老爷来了，说是来找三哥的。老三，你快去看看，县令老爷来找你是什么事儿啊？徐行走过去，梁氏和徐明轩两个人也紧随其后。徐兄弟，徐家失火的案子已经有眉目了。大人，不知道是谁放火烧了我徐家的房子。伯母，徐家失火的案子不是别人做的，正是你儿媳妇做的。什么？大人，你是说我老大媳妇儿放火烧了徐家？不是你老大媳妇。哦，那是。看来徐家放火的事是我四嫂无疑了。老五，你是说老四媳妇儿？怎么可能是老四媳妇儿啊？老四媳妇儿都不在乡下住，她怎么可能会在徐家放火？伯母，徐家的大火确实是你家老四媳妇做的。这……娘，四嫂是不在乡下住，但是她不住乡下，却不能说明火不是她放的，可能是她回徐家放了火之后就偷偷溜走了。不错，我安排去查此事的人确实查到证据，在徐家失火的当天，有人曾经看见刘氏回来过，并且在刘氏走后不久，徐家就失火了。梁氏怎么都想不到，徐家那场大火竟然是老四媳妇刘氏放的。我这边已经查到人证物证，都能够证明徐家的大火就是刘氏放的。我也已经安排了人去捉拿刘氏。大人，我那两个小孙子还在刘氏手上，还请大人您抓到刘氏之后，可以把我那两个可怜的小孙子给我们送到徐家。伯母，你放心，放火之事是刘氏一人所为，我会把两个孩子给你送回来的。梁氏连连道谢。顾青青在屋里躺着，听说徐家放火的人是刘氏，对于这个结果，顾青青并不意外。刘氏放火证据确凿，县令老爷也已经安排了衙差去查那个刘氏的下落，找到后就会把他抓起来。那徐权贵呢？县令老爷可找到了他的下落？青青，你可还有哪儿觉得不舒服？相公，我已经好多了。大夫说你动了胎气，这几天都要好好养着。自从顾青青这次差点出事，徐行也不在他跟前再提徐权贵一个字。但是顾青青养伤这2天，县令老爷却是来了好几次，每次徐行都是和县令老爷出去谈话。顾青青也不知道徐行和县令老爷都说了什么。顾青青受伤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顾燕的耳中。这天早上醒过来，顾燕一来，一拳头就揍到了徐行身上。徐行也没躲，硬扛了顾燕一拳头。徐行的嘴角被顾燕揍出了血。揍完徐行之后，顾燕没有再看他一眼，匆忙就跑去后院看顾青青去了。二弟，你来了。大姐，他们说你受伤了，你没事吧？相公，
你的嘴怎么了？哼，他该。他只顾和自己的大姐说话，对于徐行嘛，顾燕从离开都一直是黑着脸的。顾燕走后，徐行站在那儿。我二弟上次不是打不过你吗？你怎么被他给揍了？你没还手？徐行没说话。顾燕回去之后，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三人第二天也来看了顾青青一次。青青啊，要不你现在收拾收拾包袱，跟娘回去住几天？大姐，回娘家去住，你想吃什么，我和娘照样做给你吃。自从进门就没给过徐行一个好脸色的顾燕，这时也瞟了旁边的徐行一眼。大姐，既然有人照顾不好你，那就跟我和娘一起回去。在顾家有我在，谁都休想碰你一根手指头。娘，二弟，这次的事是我疏忽了，没有保护好青青，但是你们放心，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她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次的事我也不会让它发生第二次。哼，是吗？女婿，娘知道你对青青好，娘也相信你说的，只是娘怕那些衙差要是再来找事儿，那怎么办呢？大姐夫，娘说的对，万一要是上次来过你们铺子的那些衙差再来找事，大姐如今又怀着身孕，不能再动了胎气，不如还是让大姐去顾家住几天，如此一来，我和娘还能帮忙照顾大姐。娘，三妹，你们放心，那些衙差都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上次来回春堂找事的衙差，现在已经全部被抓起来，下了大牢了。听说那些衙差全都已经被县令老爷抓去坐了大牢，沈氏他们这才放心。看过顾青青之后，沈氏几人一同离开了。顾青青记得前2天县令老爷来了几次，徐行每次都是单独出去见他。有一次两人见了快1个时辰的时间。刚刚听说县令老爷将上次那些衙差全部都抓去了衙门，顾青青就猜测这件事肯定和徐行有关。果然，顾青青问了之后，那些衙差作恶多端，早就该把他们抓起来了。这次将他们抓起来还算便宜他们了。可是你不是说那些衙差都是阳城太守手底下的人吗？县令老爷就这样将那些衙差都给抓了起来，阳城太守会善罢甘休吗？青青，那些衙差犯下的罪状罄竹难书，随便一条都够在监狱里关上10年8年的。那阳城的太守这些年也没少做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阳城百姓在太守手底下也都过得苦不堪言。阳城太守本就不干净，这些年还一直纵容底下的人犯罪。县令老爷说，朝廷已经有人在查那个阳城的太守了。这个时候，他可不敢明目张胆的去找县令老爷要人。再说，就为了几个衙差，太守大人还不至于同县令老爷大动干戈。那县令老爷会如何处置那些人？按律惩办。顾青青身子养了这么久，也完全都养好了。也就是在这天，秦无言来回春堂看过顾青青一次。上次的事要不是秦无言救了他一命，他怕是早就出事了。可否把你的玉佩再给我看一次？把那块玉佩递给了秦无言。这块玉佩，你当真确定是你婆母给你的？对啊，有什么不对吗？秦无言没有回答，而是将玉佩还给了顾青青之后，又匆忙地离开了，留下了一脸莫名其妙的顾青青站在了原地。秦无言离开之后，随从也跟了上去。你当真确定你查到的都没有问题？主子，在下查到的准确无误，那徐家世代务农，一直都住在徐家村，从未离开过那个地方。对了，10年前还听说过村里闹饥荒，这徐家人为了活下去，把儿子都卖了。这事儿秦无言当然知道，那徐安就是秦无言帮忙才从宋府赎身回去的。主子，那徐家不过就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庄户人家，这你好端端的为何让属下去查他们呀？秦无言却是坐在阁楼上望着前面没说话。那徐家人要是世代务农，那这块玉佩又为何是真的？顾青青在这边也打量了半天手上的这块玉佩，不过顾青青反复看了看，除了看出这块玉佩是块好玉之外，别的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那些衙差全部都被发配到边关后，
徐行今天才又去了麓山书院去听课去了。顾青青见徐行从外面走进来，相公，你回来了。顾青青看见徐行，面上一喜，刚要走过去，就听见一阵马蹄疾驰的声音，再接着回春堂外就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县令老爷从马车里走了出来，只是跟在县令老爷身后的还有2名衙差，那2名衙差手上抬了一个人。快，徐夫人，快给他看看。虽然不解县令老爷在哪儿弄了一个身受重伤的乞丐来，顾青青给那个乞丐止血止住了。大人，行了，只要等他醒过来就没事了。徐兄弟，你果然猜得不错，确实有人要杀你的四弟灭口。要不是我今天带着人及时赶过去，你这个四弟现在怕是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刀下亡魂了。什么？徐行的四弟？他？难道这个乞丐不是别人，而是徐权贵？弟妹，不错，此人正是徐权贵。这次我的人在找到那个徐权贵的同时，我还发现除了阳城太守的人，还有另外一拨人也在找你们的四弟。今天先找到你这位四弟的人是阳城太守的人，后来又出现了一批不知道身份的人，那批人蒙着面，一来就要杀你四弟灭口，还好我的人及时赶到，但是你这四弟还是被那拨人刺了2剑。那徐权贵躺在药铺内的木榻上，由于顾青青给他止了血，不到一会儿时间他就醒过来了。看见县令老爷，那徐权贵下意识就想跑。要是你不想死，就老实点。大人，我可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求你不要抓我，你不要抓我呀！你说你没有杀人，那黄老爷的死是怎么回事？大人，黄老爷的死小的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为何有人说是你杀了黄老爷，还霸占了他的宅子？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过人，那个黄老爷是谁小的都不认识，这小的怎么又会去杀他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我那天原本在镇上和我的一群朋友喝酒吹牛呢，我说我是要做大生意的人，要赚大钱，我原本也就是在我朋友跟前吹牛，可是我没想到喝完酒后，我醉醺醺的刚走出酒楼，突然就有一个人找到我说有一笔大生意要和我做，还说做成了就会给我一个宅子和一笔钱。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后来莫名其妙的就有了皇府的宅子，再后来那个找到我的人还给了我一笔银子，我还以为是我走了大运呢，谁知道前不久突然就有人说我杀人了，还说我杀了黄老爷后还霸占了他的家产，这一下子我家里就来了很多官差说要来抓我，我当时害怕就逃了。徐权贵不敢隐瞒，一五一十的就将当时的事儿全部交代了。县令老爷和徐行2个人都见那徐权贵不像是说谎的样子，也就没有再问他别的。县令老爷在确定了徐权贵的性命保住了之后，就把徐权贵带到了衙门。县令老爷说，追捕徐权贵的人一共有2拨人。相公，依我看，找那个徐权贵的2拨人，除了阳城太守手底下的人，另外一拨人应该就是杀害黄老爷真正的凶手了。你说的不错，县令老爷也已经安排人下去了，让人去搜查今天蒙面的那拨人。刚刚县令老爷离开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就只说了一位旧友过2天要来镇上。是吗？他怎么觉得徐行没有对他说实话？接下来的几天，徐行每天都出去一趟，这让顾青青更加怀疑徐行确实有事儿瞒着他。前2天徐行每次出去也就是1个时辰左右就回来，今天徐行一早上出去之后，晚上深夜了才带着一身冷气从外面回来。徐行见小媳妇儿睡着也没过去，浑身都是冷气，怕冻着小媳妇儿。徐行又去沐浴洗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这才回屋里。第2天顾青青醒过来的时候，徐行已经早就醒了。青青，我今天还要出去一趟，中午你自己吃饭，不用等我。相公，你要去哪儿？我和县令老爷的一位同窗旧友今天从京城来了镇上，我们都要去见他。自从徐行去见过他的同窗旧友之后，徐行就一直留在药铺看书温习，除了去书院听翰林张大人的授课，徐行就没有再出去过。
也就是在那徐权贵被抓去衙门后的第6天，顾青青他们收到县令老爷的传话，说是放火烧徐家的刘氏也被抓去衙门了。只是那个刘氏虽然被抓住，但是小虎子兄弟2个人却不见了。县令老爷在抓住刘氏之后曾经审问过他，刘氏交代，他说他也不知道小虎子兄弟2个人去了哪儿，还说那天他看见官差去家里抓人，趁着慌乱逃走，没顾得上小虎子兄弟2个人。安儿啊，你说怎么办呢？小虎子兄弟2个人到底去哪儿了？这么冷的天，2个孩子要是没人管，会不会被冻死啊？娘，别担心，县令老爷不是已经安排人去找了吗？放心吧，小虎子兄弟2人不会有事的。娘，依我看，四嫂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那2个孩子肯定是被四嫂给带走了。顾青青看了徐行一眼，她也觉得应该是那个刘氏没说实话。在县令老爷反复的审问之下，那个刘氏才说了实话。原来小虎子兄弟2个人一开始确实是被刘氏给带走的。县令老爷找到刘氏之后，之所以没有看见小虎子兄弟，那是因为刘氏在县令老爷找到他之前，就把这小虎子兄弟2个人给卖了。梁氏一听刘氏把2个孩子给卖了，差点没站稳。什么？卖了？那个刘氏竟然将2个亲生孩子给卖了？伯母，刘氏卖了孩子后，原本是打算拿着这笔钱逃去宁城，但是途中被我安排的衙差找到，给抓回了衙门。大人，那刘氏可说了，把这2个孩子卖去哪儿了？据刘氏交代，小虎子兄弟2人他都卖给了人牙子。什么？卖给人牙子了？2个孩子被卖给人牙子，孩子到了人牙子手里，那就不可能再找回来了。梁氏气得一阵头晕。送走了梁氏之后，顾青青也想不到刘氏竟然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都给卖了。在古代，放火可是大罪，县令老爷重罚了刘氏，不仅要关上1年的禁闭，还要罚他去做苦役3年。刘氏是受到了惩罚，但是小虎子兄弟2个人也不知道被卖去了什么地方。只是在刘氏受到惩罚之后不久，顾青青还听说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阳城太守被革职查办了。徐行从书院回来了。相公，徐行拢着小媳妇的一双小手。怎么这么凉？早上我给你的暖手炉怎么不抱着呀？我原是抱着的，后来铺子里有人来看病抓药，抱着手炉不方便，我就把它放下了。青青，早上累不累啊？不累，最近都没几个人来铺子抓药看病。对了，相公，你听说没有？那个阳城太守被朝廷革职查办了。今天来我药铺抓药的人都在议论阳城太守的事情。他们说，现在阳城的吴太守已经被抄家下了大狱。我已经知道此事了。你也听说了？几天前我就从县令老爷的口中得知了此事。几天前？那不正是徐行去见他和县令老爷的同窗旧友那次？顾青青记得那次之后，徐行就一直在药铺，除了上午去书院听课，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了。相公，那位阳城太守出事了，那徐权贵的事情岂不是就会由县令老爷来审案子了？不错，这个案子现在确实是由裴兄在审理。这么说来，徐权贵也会被无罪释放吗？人不是他杀的，但是他也不是没罪。相公，此话怎讲？四弟是没有杀人，但是县令老爷查到四弟在镇上住的那段时间，跟着一群无赖混混在街上横行霸道，仗势欺人。马市那边不少乡民都去衙门状告四弟。县令老爷说，去衙门状告四弟的人有10几人之多，其中一位姓孙的猎户，不仅腿被四弟和那群混混给打瘸了，更是连他媳妇儿都被跟着四弟的那群混混给糟蹋了。你是说那个徐权贵和那群混混还把人媳妇儿都给糟蹋了？徐行点头。这个混蛋还真不是个东西。那徐权贵搬到镇上不久，想不到竟然短短的时间他就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放心吧，四弟做的那些坏事，县令老爷查清后会对他数罪并罚，一并处置的。徐权贵的案子在衙门升堂审案的时候，梁氏和徐行他爹都去看了。
老三媳妇儿，娘怎么都想不到你们四弟竟然如此的混账。当初娘就不该把他生下来，也不该叫你们去管他。徐忠诚今天从衙门回来后，一直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沉着一张老脸。爹娘，行了，四哥的事儿以后我们大家都别管了。娘，这事我觉得五弟说的不错，以后四弟的事儿你们二老还是都别管了。四弟作恶多端，也是该吃点教训了。梁氏他们回去之后，顾青青也从梁氏口中知道了黄老爷被杀的真相。原来杀了黄老爷的真正凶手不是别人，而是那位阳城的吴太守的亲侄子。徐权贵的事情判了之后，徐家也没有人再提起他的事儿。梁氏偶尔会想起小虎子兄弟两个人，还是不免叹气一番。两个小孙子就这么没了。梁氏是个当奶奶的，当然舍不得自己的亲孙子。只是那个刘氏把两个孩子卖给人牙子，孩子到了人牙子手上，几个转手根本就找不到人，更不要说刘氏也不知道他把孩子卖给了哪里的人牙子，只知道人牙子是个嘴角有痣的中年妇人。顾青青他们这边回春堂的生意也慢慢的再次好了起来。徐行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去书院听课的时候就在药铺帮小媳妇的忙。这一天早上，顾青青一大早就听人说阳城的太守大人被判了明年秋后问斩。吴太守作恶多年，听说他被判了秋后问斩，也是大快人心。阳城的太守被判问斩之后不久，县令老爷就收到了朝廷升迁的任命。这天，县令老爷一来就看着徐行笑道：徐兄弟，我这次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升迁6品，这可是多亏了你的帮忙。县令老爷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何说他能升迁正6品是徐行的帮忙？当初要不是你的话，我也不会在朝廷立了一大功。现在朝廷的任命圣旨也快下来了，我等到朝廷任命的圣旨下来，就会去阳城上任。县令老爷越说，顾青青是越懵啊。下意识的顾青青把目光看向了徐行，徐行却在这时请县令老爷进屋去坐。县令老爷坐下之后，徐行让顾青青去泡一壶热茶过来。顾青青泡了茶再次过来，徐行和县令老爷又说了别的事儿。不过顾青青还是从县令老爷的口中得知，这次县令老爷立功是因为那位阳城太守的事儿。只是县令老爷因为阳城太守的事情有功，升了官职，这事和徐行有什么关系？难不成那位阳城太守的事和徐行有关？徐行那几天出去忙的事情和这件事有关？县令老爷走了之后，顾青青就看着徐行问了出来：青青，阳城太守的事是我让县令老爷去查他的。你让县令老爷去查阳城太守？那次你因为那阳城太守下面的衙差差点出事，我原本是想去教训一下那些衙差的，却没想到意外从那几个衙差的口中得知阳城太守除了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外，竟然还贪了朝廷拨下来的好几笔数目巨大的官银，并且还私挖盐矿，这些可都是重罪。一开始我只是让县令老爷暗中偷偷的搜查证据，那个阳城太守作恶太多，阳城百姓连续3年都有去京城告御状的，朝廷本来就注意到了那个阳城太守，要查他。可是相公，你是怎么知道京城有去告御状的？青青，你可还记得我跟你说我和县令老爷有一位同窗旧友的事儿？那位旧友其实就是审查阳城太守的御史大人。我和县令老爷知道有人去京城告御状，也是那位御史大人告诉我们的。原本那位阳城的太守势力大，他在阳城做了10几年的太守，这么多年他都能胡作非为，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县令大人想要动他并不容易，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的。但是有了御史大人来查他这事儿，刚好县令老爷就可以顺水推舟，暗中帮御史大人先收集证据，助上御史大人一臂之力。顾青青盯着徐行，相公，阳城太守这事儿应该不只是就对县令老爷提了一句，让县令老爷去查他这么简单吧？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你应该还帮着县令老爷一起查了此事。
小媳妇一脸肯定。徐行诧异了一下，也没说什么。相公，是不是你猜到阳城五太守和杀害黄老爷的真凶有勾结，所以才会提议让县令老爷去查找收集吴太守犯下的罪证？青青，爹娘当初虽然是让我帮忙尽量保住四弟一命，但是你出事后，娘就来单独找过我。娘对你说了什么？娘说让我照顾好你，四弟的事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顾青青诧异了一下，她没想到梁氏居然还找了徐行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去找过县令老爷，原本是想县令老爷从中斡旋，找出杀害黄老爷的真凶，但是你差点出事后，我也不打算再管此事了。那你后来为何又会让县令老爷去查那位吴太守？这次徐行却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跟前的小媳妇儿。徐行的目光缓缓向下，顾青青顺着徐行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自己的小腹处。还有多久？3个月？什么？青青，我找人去问过了，大夫说过了3个月就可以同房了。这种事情你竟然还跑去找人问了？顾青青面上大窘，徐行却又磨着牙，咬牙切齿地说顾青青腹中的臭小子就是故意来和他作对的。顾青青和徐行虽然一般都是在镇上住，很少回去，不过偶尔也会回徐家村去住上一晚。今天二哥说他有大事要和大家商量，顾青青就提前关了铺子的门，趁着天还没黑，坐上马车和徐行一道回了徐家村。梁氏也早早的就准备好了一桌子的饭菜。吃饭的时候说起了阳城太守的事儿。三哥，那阳城太守能这么快就被定罪，这可还是多亏了三哥你料事如神啊。老五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阳城太守被抓和老三有什么关系啊？嗨，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要不是三哥啊，那县令老爷也不会如此快的就找到那位阳城太守最重要的2个罪证。五弟，你也知道相公帮县令老爷一起去查了阳城太守的事？知道啊，三哥还找了我一起帮忙呢。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可凶险了，要不是三哥反应快，说不定我和三哥2人就遭了那吴太守的手下放的毒箭了，就差一点呢。当时，哎呦！突然脚上被人踩了一脚，徐明轩盯着徐行，用眼神问：这事儿难道嫂子不知道吗？什么？老五，你说你和老三差点受伤了？毒箭？这是怎么回事？你和五弟还差点中了毒箭。同时被梁氏和顾青青盯着，徐行不由得再去看了徐明轩一眼。我什么都不知道。徐安看着自己的五弟，也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娘，青青，你们别听五弟胡说，那天的事儿，那吴太守的人是准备了毒箭，不过我早有防备，这毒箭伤不了我和五弟的。老三啊，你如今身上的毒好不容易才解了，哎呀，还好这次你和老五都没事儿，要是你和老五这次都中了毒回来，可怎么办好啊？顾青青记起来，有一天晚上徐行回来很晚，难道就是在那次徐行差点中了吴太守的人放的毒箭？徐明轩小声的又去徐行耳边说了一句：老五，你和老三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是吗？娘，嫂子，其实也没什么了，就是我和三哥一起帮着县令老爷查那个阳城太守犯下罪证的时候，没想到三哥竟然如此料事如神，每次三哥都能算准证据该在什么地方找。我跟着三哥一起出去了好几次，次次三哥都没有算错过。徐行真有那么厉害？三哥，我觉得以你的本事啊，你都完全可以去做那县令老爷了。依我看，县令老爷都还没有三哥你厉害呢。行了，吃饭吧。老三啊，这次为了你四弟的事儿，真是让你费心了。啊，三哥不是为了四哥？不是为了老四？老五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你三哥不是为了你四哥啊？就是去帮县令老爷查证据这事儿。老五，帮县令老爷查阳城太守这事儿，你三哥不是为了帮你四哥，那他是为了什么？哼，娘，这事儿
三哥这要是为了帮四哥，我才没空管这个闲事呢。四哥他连爹和你都不认了，这种为非作歹六亲不认的人，我徐明轩可没有这样的四哥。想起徐权贵做的那些事儿，梁氏也忍不住叹了口气。当初我和三哥去帮县令老爷查那个阳城太守，其实是因为我和县令老爷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他找我帮忙却之不恭，我就答应了。明明不是。不想再提徐权贵的事儿，梁氏笑着招呼着大家吃饭。桌子上的菜要是凉了就不好吃了。安儿啊，老三，你们大家都赶快趁热吃。大家都再次吃饭，顾青青却想着刚刚徐明轩脸上的表情和徐行刚刚说过的话，难道……顾青青下意识去看了徐行。老三媳妇儿啊，你如今怀了孕了，可得要好好多补补。这鸡汤是娘炖了1个下午的，知道你和老三今天要回来，娘特意给你炖的，你可要多吃点。老三啊，你如今每天都要忙着看书，准备明年开春的会试，你也要多吃点才行。娘，对了，你今天不是说有事要和我们大家说吗？不是我有事儿，是你们二哥有事儿。二哥？二哥，你有什么事要对我们说啊？嘿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开那个小酒馆，现在也攒下了一点积蓄，虽然不多，但是我已经算过了，用那些银子建上几间屋子还是足够了。二哥，这么说你打算建新房子了？二哥要建新房了，大家都很替徐安高兴，其中最高兴的就是梁氏。饭后，顾青青单独把徐明轩叫到一旁问话。五弟，你和相公帮县令老爷查那位阳城太守，其实是为了我，是不是？嫂子，你以为那些衙差伤了你，三哥会轻易放了他们吗？嫂子，这次的事，三哥不仅将那些衙差全都送去了衙门，更是连那些衙差头上的吴太守也都没放过。顾青青面上闪过一丝吃惊，要不是徐明轩说，顾青青还不知道徐行竟然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儿。这一切都在三哥的计划中，县令老爷也是按照三哥说的，这才一步步同那个京城来的御史大人里应外合，将那个吴太守给下了大狱。突然，徐明轩盯着顾青青的身后顿住了。三哥，相公，三哥，嫂子，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去镖局呢，我先回房睡了。顾青青跟着徐行回了屋里。相公，那可是阳城太守，你和县令老爷要是没找到他犯下的罪证，却招惹了他，要是惹祸上身怎么办？青青，要是没有90%的把握，我也不会让县令老爷去冒这个险。此事我先让县令老爷写信告知了我们一同在书院读书的同窗好友御史大人，意外的在信中得知朝廷正在暗中派人查那位阳城太守，而负责此案的人正是我们的旧友那位京中御史，而他呢也在往阳城赶的途中。所以这件事你就和县令老爷打算顺水推舟，暗中先收集证据，助上一臂之力。吴太守的官位比裴兄的官位大，又是山高皇帝远的，他的势力范围积累了10几年，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敢让裴兄去冒险啊。有了90%的把握，那位吴太守私吞朝廷的官银数目巨大，还私挖盐矿，这些都是重罪。我让裴兄去查此事，是要帮着御史大人查清此案，就会在朝廷立下一功。虽然顾青青知道徐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但是一想到徐行以身犯险，还差点中了毒箭，顾青青还是有点后怕。相公，来把药喝了。徐行端起药，刚喝下一口，就下意识看向小媳妇儿。怎么了？这药有什么不对吗？徐行没有再说什么，继续面色淡定的就把小媳妇儿给他送来的这碗药给喝下去了。徐行喝完药去看小媳妇儿。生气了？哼，你不是挺能耐吗？差点中毒箭也不说。青青，那毒箭伤不了我，你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万一呢？万一要是中了那毒箭怎么办？徐行没有说话。你身上的毒好不容易才解，要是再中毒，可就没有这次那么好的事，能再有人来给你解毒了。就这么担心我？谁担心你了？好，没有。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二哥徐安的新房就建了起来。
二哥徐安在镇上的生意忙，没空收拾，梁氏却已经帮徐安将屋子的前前后后都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徐安建的新房也准备了梁氏和徐忠诚住的地方，东边的2间厢房，徐安则分别给徐明轩和徐小山兄弟2个人准备的。现在徐小山是和梁氏他们一起住在顾青青他们的屋子，要是徐明轩和徐小山兄弟2个人想去他那边住也可以。县令老爷离开之后的2天，顾青青听徐行说翰林院的张大人也要回京了。张大人回去了，眼看着就要过年，只是还没等到过年，顾青青就听见婆母梁氏过来说大嫂张氏已经生了。听说张氏这一胎还真生了个儿子。徐安听说徐长福生了儿子，作为孩子的叔父，徐安按照村里的规矩准备了贺礼送过去。徐明轩虽然一向和张氏那个大嫂不太对付，不过也和徐安一样，也给孩子送了东西过去。张氏对徐安送过来的东西还多看了一眼，见徐明轩就送了几样不值钱的东西，呸！哼，这老五天天在镖局做事儿，一年也赚不少银子，就送这么几件破衣服来，呸，也拿得出手。还有你那个三弟和你那个三弟媳妇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夫妻2个人是不知道我生了儿子吗？你二弟和五弟他们都知道送东西过来，他们竟然什么都没送。张氏生了孩子，顾青青看在婆母梁氏和公爹徐忠诚的面子上，还是给张氏生的孩子准备了贺礼，只不过按照村里的规矩，只给孩子准备了几件小衣服。当顾青青准备的贺礼交给婆母梁氏，让梁氏送过去的时候，张氏一看顾青青送过去的东西，脸都黑得快拧出水了。梁氏一走，呸！老三夫妻2个人在村里建了那么好的房子，又在镇上开了铺子，他们夫妻2个人比老五还能赚钱，手上那么多银子，竟然就只给我儿子送了几件破衣服过来。谁稀罕他们送的破衣服？拿走拿走，都给老娘拿去扔了。行了，我看这几件衣服布料也不错，扔了倒是可惜了，还是留着给关哥儿穿吧。哼，咱们关哥儿将来可是要为官做宰的，你三弟算什么？还秀才呢。3年前会试也没见你三弟考个1官半职回来。依我看呢，就算是明年开了春，你三弟去了京城参加会试，怕是也什么也考不中。那个徐行哪能和咱们儿子比呢？顾青青给张氏送了贺礼，却没打算去吃那个张氏的席面。他也不在意张氏会说什么，反正送了贺礼了，顾青青也是按照村里的规矩，不给人留下画饼。京城的那位翰林大人离开书院之后，徐行也就没有再去书院听课了。明年开了春，徐行就要动身去京城复考。相公，这样吧，药铺我1个人就够了，你还是安心去后院看书温习吧。青青，会试的事你就放心吧，我有分寸。顾青青再要说什么，徐行却抱了小媳妇儿在怀里。青青，我算过日子了，已经过了3个月了。顾青青面上大红，没想到徐行还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只是知道徐行忍了这么久也辛苦了，于是顾青青虽然脸红，却也没怎么推开他，勉强解了馋。徐行就意犹未尽地放开了小媳妇儿。晚上累着了，顾青青第2天醒过来的也迟。醒了，还累不累啊？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会问这个，脸上红了红。要过年了，梁氏也忙了起来，提前就开始炸年糕、炸油果子，还有过年要吃的要用的，梁氏都开始提前准备着。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也打算从镇上搬回去住几天，等过完年了再搬回镇上去住。顾青青搬回去之后，梁氏为了给她补身子，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她炖汤喝。怕顾青青累着，梁氏也什么都不叫顾青青做，只叫顾青青好好养着就行。回到徐家村之后，徐行每天看书都很晚。明年开了春，徐行就要去参加会试。徐行看书，顾青青也就不去打扰他。有时候呢，顾青青也会安静地坐在一旁陪着徐行看书。很快到了过年这天，晚上大家要一起过年，吃团圆饭。
二哥徐安今天回来，还要亲自给大家做几样拿手的菜。梁氏就把下堂烧火做菜的事儿全都交给了徐安。今天梁氏把老大徐长福夫妻也叫了过来，平时不一起吃饭，过年嘛，吃团圆饭那是要叫过来一起吃饭的。徐明轩还去抱了2坛子好酒过来，说是今天晚上要和他爹和大哥他们都好好的吃上一杯。过完年，徐行也准备要进京去赶考的事儿了。徐行说严夫子已经同他商量过，他会和麓山书院的学生一同去京城赶考。相公，那书院出发启程的日子可定了？具体的日子还没有定，不过也快了，就这几天的事儿。顾青青点点头。徐行再过几天就要跟书院的学生一起赶路去京城了，那去京城要带的东西和包袱也就得提前准备着。梁氏他们也在问了徐行动身去京城的日子，听说徐行要跟麓山书院的学生一起赶路去京城。好，老三啊，你跟着书院的学生一起去也好，只是这路上一定要当心。还有，沿途要是有空啊，就写2封信回来。三弟，你去京城参加会试，什么都不用担心，爹娘有我照应，还有弟妹，我也会帮你照顾好的。还有我，三哥，你放心吧，有我在，我也会和二哥一起把嫂子给照顾好的。二哥、五弟，那我去京城这段时间，青青就有劳你们2人帮我照顾了。放心吧，三哥。老三啊，娘也在呢，娘也会帮你照顾好你媳妇儿的。三弟，对了，你去京城要带的包袱可都收拾好了？二哥，相公的包袱你再去帮他看一下，可有遗漏的。顾青青忙回屋去帮徐行查看包袱去了。老三，你随娘来，娘有话要对你说。梁氏单独把徐行叫到一边去说话了。二哥，有啥事我们不能听的？娘怎么还要单独把三哥叫进去一边说话？徐安若有所思，徐明轩不解。顾青青回屋去把给徐行收拾的包袱一一打开，为了方便徐行吃药，已经提前帮徐行把他需要吃的药给配成药丸了。顾青青算了算日子，徐行身上的毒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在他去京城参加完会试回来，应该就能全部都解了。顾青青抬头看了看，见徐行还没从外面回来，于是也走了出去。徐行和梁氏母子2人单独站在那儿说话。二哥和五弟呢？他们去哪儿了？顾青青刚要开口问，老三啊，你的模样和小姐的模样太像了，这次去京城你一定要万事小心。小姐？什么小姐？侯母梁氏在说什么？老三，那人心狠毒辣，当年你能活下来也算是死里逃生了，现在他们在京城有权有势，你一定要躲远点。要是被那个人知道你当年没死，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顾青青躲在门后，越听越懵。她婆母和徐行都已经离开京城那么多年了，为何她婆母还说那人不会放过徐行？顾青青满是疑惑，再要听却发现没声音了。顾青青走到前面的药铺，只见徐行和梁氏他们这会儿都在。老三啊，这2双鞋子是娘亲手给你做的，你记得带上。还有，你就要去京城了，一会儿回去好好和你媳妇儿说会儿话，再去看看吧，明天要去京城的东西可都带妥了。娘和你二哥他们今天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我们再过来送你。嫂子，那我们走了。送走了梁氏他们，徐行这才回头去看着小媳妇儿。青青，明天我走后会有一位小兄弟来找你，以后我去了京城后，你想去哪儿就叫这位小兄弟赶车送你过去就成了。徐行说完之后，见小媳妇儿愣在那儿。青青，青青啊，相公，你说什么了？青青，那位小兄弟曾经在镇上的黄老爷府上赶了几年马车，几年前我曾对他有救命之恩，我看他品行也是可靠的，以后就让他来给你赶车，我也放心。相公，你什么时候去找的这马夫？我怎么不知道？
上次帮县令老爷查那个阳城太守的时候，意外遇见了那位小兄弟，没想到他竟然认出了我。听说他在黄老爷府上赶了几年的马车，现在正在找事做，我就把他叫了过来。你如今怀着身孕不方便，我离开去京城后，除了那位帮你赶车的小兄弟，还有一位厨娘也会来回春堂找你。这位厨娘是裴兄帮我找来的，原本的厨娘是在衙门的伙房做饭的，裴兄离开后，他新来的县令老爷自己带着厨娘。裴兄原是打算将这位厨娘带去阳城的，听说我要给你找一位做饭的厨娘，裴兄就把那位跟了他几年的魏婶给了我。顾青青一脸的诧异，没想到徐行不仅给他找好了马夫，就连厨娘也给他找好了。青青，裴兄说那魏婶厨艺不错，当年还曾经在太守府上做过事，还说他煮的汤好喝，今后他来了，你想吃什么就让他给你做。我离开去京城后，你要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去找二哥和五弟，他们都会帮你的。回到房间，顾青青怕徐行不知道，再次将包袱里的几瓶药丸拿出来。相公，你平时吃的药我都给你做成了药丸，这几个小瓷瓶里的药，你每天记得早晚都要吃上几粒。还有，这些药都必须要收好了，不能丢了。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都用完了，要是你再把这药丸给丢了，再配此药并不容易。徐行没有去看桌子上的东西，反倒是从身后把小媳妇一把给抱入了怀中。相公，别闹。青青，别动。顾青青只觉得脚下一轻，徐行就已经将她拦腰给抱了起来。今天晚上的徐行特别的温柔克制，却又像一头不知厌足的兽。夜还很长呢，第二天是徐行要启程出发的日子。相公，你来看一看，这些东西都带齐了没有？徐行却只要了2个包袱，包袱里面是简单的几身衣服和鞋子，另一个包袱则是放了几本书和干粮。相公，你就带这么点东西够吗？青青，这些东西就够了。可是那些书呢？你都不带了。那些书的内容我都已经熟记于心了，不必再带。顾青青跟着徐行一起走出去的时候，外面梁氏和二哥他们已经早早的等在那儿了。三哥，我也来送你了。老三啊，东西都准备妥了吧？徐行点点头。三哥，你就只带这点东西去京城啊？徐明轩确定了徐行就只带那点东西，依旧还是有点不可置信。麓山书院安排学生们去京城，为了让学生们途中方便，还安排了马车。徐行看见严夫子，走过去同严夫子说了几句话之后，这才返回来。三弟，时辰差不多了，你也上车去吧。老三啊，路上一定要小心呐。三哥，那我就祝你金榜题名，独占敖魁。徐行最后把目光落到小媳妇身上，徐行就这样将小媳妇看着，小媳妇没说话，徐行也没开口。哎呦，三哥，你还愣着做什么呀？你就快去京城了，有什么话就快对嫂子说吧。相公，你过来一下。顾青青走在前边，很快徐行也跟着他一起进了回春堂。青青，我一会儿就要走了。相公，娘不是说让你写信吗？你途中要是有空，就记得写信回来。徐行嗯了一声。对了，昨天晚上我去找你的时候，听见娘说什么小姐，还说什么你和什么小姐长得太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青青，娘以前在京城的大户人家做过下人，现在我要去京城，她就想起了她曾经那位主子。那娘怎么说你和那位小姐长得很像？难不成……青青，你听差了。我听差了。娘昨天是对我提了她的旧主几句，但是我和娘那位旧主并无关系，又怎么会和她长得相像呢？是吗？难道真的是他听差了？那娘为何说要是那个人知道你没死，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相公，娘在说谁？谁不会放过你？别担心，没人会害我，也没有谁不会放过我的。那娘昨晚上为何那样说？当年我误食了点心后，差点中毒而死，
后来那府上的当家主母还把下毒放火的事儿栽赃到娘身上。尽管当时娘带着我冒险逃了出来，但是我这次去京城，娘不免还是会有些担心。娘怕我被当年的那位当家主母认出，会再次加害于我，这才特意嘱咐我小心。可是当年你不过是个小孩子，现在你已经长大，那位当家主母又怎么会认得出你？再则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想来那位当家主母也早就将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就算他看见你，也不会认出你就是当年那个孩子。青青，你说的是，这事儿是娘多虑了。此次去京城不会有事的，也没有人会加害于我。顾青青和徐行再次出去，梁氏和徐安几个人都看着小夫妻二人笑。三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帮你照顾好嫂子的。哎呀，老三啊，时辰不早了，你也赶快上马车吧。娘，青青，那我就先走了。徐行上了马车，顾青青对徐行挥了挥手，直到马车走远，他才返回回春堂。虽然徐行今天对他解释了昨天晚上他听见的那些话，但是莫名的顾青青总觉得徐行有事瞒着他。难不成徐行他不是？当年惠夫人和她的儿子都是被府上的当家主母给害死的。昨晚上他明明是隐约听见梁氏说徐行和什么小姐长得太像。当时那位当家主母下毒要害的人是惠夫人和惠夫人的儿子。莫非徐行就是当年那位已经死了的惠夫人的儿子？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他昨天晚上不小心听见的话也会变得合理起来。那徐行到底是不是惠夫人的儿子？顾青青并没有证据，不由得顾青青想到了梁氏曾经给她的东西。当初梁氏给她这块镯子和玉佩的时候，顾青青就奇怪，为何徐家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还有就是这块玉佩和镯子，梁氏就只给了她，并没有给徐家别的媳妇儿。难不成这些都是惠夫人之物，是惠夫人留给了徐行，所以梁氏才会只把玉佩和镯子都给了我？徐行离开之后不久，就有一位小兄弟来了回春堂。嘿嘿，你就是嫂子吧？你是？嫂子，我姓姚，叫姚来顺，我爹娘都叫我顺子。徐大哥说让我来给夫人你赶车，往后夫人你去哪儿就直接吩咐我就是了。原来你就是相公说的那位小兄弟。这样吧，今天你第一天来，我还是先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吧。姚来顺住的地方，徐行已经提前帮他找好，是在距离回春堂不远的一个小院里，安排好了姚来顺的住处。反正今天顾青青也不用出门，就让姚来顺自己收拾一下东西，歇一天。再次回到回春堂，徐行帮他找的厨娘魏婶也来了。顾青青给魏婶也安排了住的地方。由于魏婶是妇人，顾青青也没有再另外给魏婶找别的地方，就把魏婶安排在了回春堂这边住下。中午，魏婶将饭菜端上桌来，顾青青尝了尝，刚尝第一口，顾青青就下意识地看向了魏婶子。夫人，可是这菜不合您的胃口？不是，婶子，你这菜做的可真好吃。夫人啊，您要是喜欢婶子做的菜，那以后想吃什么，婶子就都给你做。顾青青笑着点点头。晚上，顾青青又再次将身上的那块玉佩给拿出来看了看，她还记得秦无言救她那次看见这块玉佩的反应。难不成秦无言也认识这块玉佩？对了，那秦无言也是从京城来的，说不定秦无言也听说过那位惠夫人的事。顾青青决定去找秦无言打听一下。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顾青青就去了保和堂。伙计说秦无言最近都不去药铺了，顾青青又让来顺赶车带他去秦府。很快马车就到了秦府。听说顾青青这次来是找秦无言的，管家叫顾青青先在门口等着，他回去禀报主子。站在秦府的门外，顾青青没等多久，管家就回来了。徐夫人，走吧。
你随我来，老奴现在就带你去见我们的主子。顾青青走过去，诧异地发现除了秦无言，凤北离竟然也在。凤北离坐在那儿，指尖的棋子落下，就见那秦无言立刻垮了一张俊脸。他娘的，又输了！你不是说要赢我一局，还下吗？不玩了，不玩了，下棋多没意思。刚刚还垮着一张俊脸的秦无言，看向站在不远处的顾青青。今天徐夫人怎么有空来找我呀？今天徐夫人怎么有空来找我呀？莫非是那个姓徐的走了，想来做小爷我的第18房小妾了？你想纳妾？那宋老夫人就在后院，要不我现在就叫人去帮你把她老人家给你请过来。别莫非那个秦无言竟害怕那位宋老夫人？不知道徐夫人，你今天特意过来是有何事找秦某啊？正当顾青青犹豫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凤北离竟然起身带着他的下人离开了。正好，顾青青在心中暗喜，她现在可以好好的问秦无言当年的事儿了。秦公子，不瞒你说，我今天过来是想问你一下我身上这块玉佩的事。他口中的话刚一说完，秦无言的面色就骤然变了一下。你认识这块玉佩，对不对？哈哈，徐夫人，你说笑了。你手里这玉佩，我秦某又怎么会认识呢？要是秦公子你不认识我手里这块玉佩，为何在当初看见我手上这块玉佩的时候，你面上的表情会是一脸震惊？徐夫人，你难道不知道你手里的这块玉佩是块好玉吗？难得看见徐夫人你手上有这样的好玉，秦某当然看见后会有些吃惊了。秦无言的身份可是侯爷，作为当朝侯爷，他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对于秦无言刚刚嘴里说的鬼话，顾青青是一句也没信。徐夫人，你今天特意来找秦某，要是就是为了这块玉而来的话，那徐夫人怕是要失望了。这块玉秦某也是第一次见，你想问的话，秦某一概不知。顾青青收了玉佩。那不知秦公子可听说过京城的惠夫人？你问这个做什么？不知秦公子你可听过？你说的可是多年前意外失火而亡的那位惠夫人？你听说过？好像是10多年前的事，当时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京城都在传这件事。那会儿我虽然才10来岁，但是却对这事也颇有印象。不知秦公子可否把这件事情细细跟我说一下？这可是京城的事，还是多年前的一桩旧事，你是如何听说的？这事儿我也是听一位曾经在京城的大户人家做过下人的婶子说的。是吗？啊，是的，难不成这事儿我还能说瞎话骗你不成？说吧，你想问那个惠夫人的什么事？小爷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当年那场大火是怎么回事？听说是一场意外。后来呢？当年的事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场大火除了惠夫人和府上的大公子，就连惠夫人腹中即将要生产的孩子也全都死在了那场大火中。你说什么？惠夫人的腹中还有孩子？当时惠夫人腹中的孩子已经足月，听说就要生产了，但是那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死在了那场大火里。顾青青想不到，惠夫人的腹中竟然还有孩子。听说惠夫人腹中的孩子还是双胎，那场大火后，不仅惠夫人被烧死了，还看见了2个婴孩的头骨。大夫也去看过了，那2个婴孩还是一对男胎。顾青青再次往后退了退，胃中一阵翻涌，顾青青就跑到一边去干呕起来。你没事吧？顾青青摇了摇头。你现在还要继续听吗？你接着说。当初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因为惠夫人被烧死时腹中怀了双胎。当年惠夫人母子4人一起被烧死，这件事情在京城传了好几个月。那位大公子呢？
那位大公子也在那场大火中被烧死了，听说他就死在惠夫人的怀中。被找到的时候，那个大公子的尸骨也是和惠夫人在一起的。那位大公子的尸骨当真也找到了？确定啊，当时京城都在传，都说惠夫人母子4人的尸骨在大火过后全都在一个地方找到的。惠夫人死了，怀里都紧紧地抱着那位大公子。他本来怀疑徐行就是惠夫人之子，可现在看来，真要是秦无言说的这样的话，那位大公子的尸骨都在大火之后找到了，就不可能会是徐行。你可还有要问的？顾青青想了想，摇了摇头。晚上，顾青青打量着手里的这块玉佩。今天去见秦无言，还有一件事儿让顾青青觉得有点奇怪，那就是秦无言明明应该认识他手里的这块玉佩，但是今天他去问秦无言，秦无言却说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手里的这块玉。到底他手里的这块玉佩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还有那位惠夫人，难道真的和徐行没有关系？徐行离开之后，二哥徐安和五弟徐明轩每天都总来他的回春堂2趟。听说顾青青这2天胃口不大好，二哥徐安还特意给顾青青煮了一锅酸梅汤送过来。五弟徐明轩今天来告诉顾青青说，村里的学堂开学了，徐小山也已经去上了几天课了，现在开春了，天气也暖和了。顾燕也去给楚七七把教他读书识字的夫子给请了回来。这天，顾燕和顾宁秀2人来看顾青青。大姐，大姐夫离开多久了？快半个月了。魏婶子泡了热茶和点心过来。大姐，还是你这儿的点心好吃。对了，大姐，二哥刚在镇上买了个大宅子，娘和我都已经去看过了。二哥说今天过来就是要带大姐你也一起去看看的。二弟，你当真在镇上买了大宅子了？嘿嘿，大姐怎么样？一会儿随我一起去看看。顾青青说叫顺子来赶车送他们过去。大姐，二哥的马车就停在外面，我们直接坐二哥的马车就可以过去。顾青青和顾宁秀2个人坐在马车里，顾燕则是坐在外面赶车。只是让顾青青不解的是，他二弟到底做了什么？怎么突然就有了银子买了宅子和马车呢？顾青青问了顾宁秀，顾宁秀也不大清楚，他只知道二哥顾燕自从去年回来之后不久，就好像出去在帮别人做事，具体做什么顾宁秀也不知道，就知道前不久顾燕突然买了马车回来，又在买了马车之后不久，又另外在镇上买了一个更大的宅子。马车很快就在一处宅子门口停了下来。顾青青没想到他二弟新买的这个宅子竟然会和秦无言的宅子距离不远。大姐，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顾青青点点头，跟着顾宁秀一起走进宅子里。他二弟这次买下的宅子，这和去年的比起来大了不仅好几倍，还很宽。顾青青没想到他二弟回来短短几个月时间，竟然能不声不响买下了这么大的一所宅子。看过二弟的宅子，顾燕又把顾青青送回了回春堂。顾宁秀爱吃魏婶做的糕点，顾青青又叫魏婶给顾宁秀包了几包带回去。大姐，我这个月先找人将宅子收拾收拾，等这边的宅子收拾出来，我就让娘和三妹他们都搬到镇上来住。对了，大姐，你的屋子我已经帮你挑好了，到时候你要是想过来住的话也可以，那间屋子是我给你留的，你想住多久都可以。送走了二弟顾燕他们，今天去看过二弟顾燕的宅子，顾青青不由得想到，现在自己手上的银子也足够多了，再则到月底了，他还能去秦无言那儿拿上一笔不小的红利。虽然现在他住在回春堂也足够他住，但是今天顾青青看过了他二弟的宅子之后，他打算去镇上买下一个大宅子。只是顾青青这边还没有将宅子的事情定下来，二哥徐安就突然带着2个年纪看起来20多岁左右的男子走了进来。二哥，不知这2位是？哈哈，弟妹，这2位都是二哥帮你找的药铺伙计。二哥，
这是怎么回事？弟妹，当初三弟去京城前就想着要帮你找2个伙计来回春堂做事，后来时间来不及，三弟就把这事儿交给了我，叫我去帮你找2个可靠的人来回春堂做事。徐明轩也是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嘿嘿，嫂子，三哥也是怕你一个人在回春堂里看着这么大的铺子会累着你，这才让二哥帮你找2个伙计来帮忙的。五弟，你也知道这事儿？二哥早就告诉我了。弟妹，这2位小兄弟都是在药铺做了5、6年的，他们不仅熟知草药，抓药配药也很是麻利，让他们在药铺帮忙，你也可以省事不少。顾青青把这2个伙计留下之后，才发现这2个人不仅能抓药配药，动作还麻利得很，还会给人看病把脉呢。2个人呢都会上一点医术，一般简单的小病，这2个人都能帮忙看。顾青青则是清闲了不少。药铺的事儿有这2位帮他看着，顾青青就不用随时都守在药铺里了。这样一来，顾青青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看宅子了。这天，顾青青刚去看完宅子回来，就收到了徐行叫人送回来的信了。徐行离开快1个月了，这还是顾青青第一次收到徐行写回来的信。从信中，顾青青得知徐行这一路去京城都很顺利，书院就连沿途住的客栈都给学生们安排好了。徐行在信上除了告诉顾青青他赶路去京城途中的事儿，还给顾青青说路过临安城的时候，听说临安城的胭脂比京城的还好，他就给顾青青也买了一盒。顾青青低头嗅了嗅，胭脂的香味淡淡的，很是清香。听说徐行写了信回来，梁氏带着徐小山一道来了镇上。娘，没想到三哥这次去京城竟如此顺利。五弟，三弟这次去京城这么顺利，这一切可都是多亏了书院的严夫子啊。安儿，你说的不错，老三这次去京城能这么顺利，确实要好好感谢感谢严夫子。徐行此去一路顺利，徐家人都很是高兴。只不过顾青青却看得出来，梁氏欣喜之余，眼底下也藏着一丝忧虑。顾青青对当年的事儿，还有她身上的玉佩，也是满脑子的疑惑。不过既然现在她也弄不明白此事，顾青青也就不再去想了。眼下顾青青忙着看宅子，终于在挑选了10来天之后，顾青青在镇上挑到一处不错的大宅子。顾青青买下宅子后，就去找人帮她把宅子里给打扫了一番。终于在忙了大半个月之后，顾青青也总算是叫人将宅子收拾布置了出来。最近二哥和五弟来找顾青青，好几次都没看见人。听说顾青青在忙着布置宅子的事儿，徐明轩这一天早上就过来找到顾青青。三嫂，当初三哥去京城的时候，我们答应过三哥会帮三哥照顾好你的，有什么事儿你只管交给我和二哥去做就行了。你现在怀着身孕，可不能累着了。虎弟，我也没有去做什么，就是去买东西，安排吩咐了一下府上的人做事而已。再说了，我出去回来都有顺子兄弟赶车送我，放心吧，累不着我的。三嫂，那要是你有需要我和二哥帮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们啊。顾青青点点头，她没告诉徐明轩，她这2天还带着小顺子去了马市那边一趟。这次顾青青去那边还挑了几个下人买回来。顾青青打算将下人找齐之后，就搬去她买下的宅子那边去住。另外，这次她买的宅子大，顾青青还是给梁氏和二哥他们都准备了住的地方。顾青青这边还没搬过去，她的二弟顾燕和娘沈氏他们就先全部搬到了镇上来住了。听说顾青青也在这边买了宅子，好，青青啊，如今你在这镇上也有了铺子和宅子，要是女婿这次去京城再能考中个1官半职回来，那就更好了。娘，放心吧，我觉得大姐夫这次去京城肯定能考中。娘，七七也觉得姐夫会考中。哼，我看未必。燕儿，怎么说话呢？娘，能不能考上，那要等放了榜才知道，我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顾青青知道
他这位二弟还在因为上次他受伤的事儿对徐行仍有不满。几天之后，顾青青就把粗使婆子还有看院子的小厮什么的全都找齐，现在直接搬过去就成了。顾青青还让梁氏他们也搬到镇上来住。哎，老三媳妇儿啊，这小山在村里的学堂上课，你爹呢也在村里头帮人做事，这我们要是搬到镇上来，你爹和小山就都不方便了。娘，那这样往后你和爹要是想搬过来，随时都可以。顾青青搬去镇上的大宅子住之后也没闲着，这个月月底的时候，他又去秦无言那儿领了一笔不小的红利，手头的银子还算充裕。顾青青打算再去买点地和山头来。顾青青已经计算好了，买下的地就租出去，每年可以收上一笔租子钱，另外再留一部分田地请人做，到时候还能随时吃到新鲜的菜蔬。至于山头嘛，顾青青也想过了，他打算买下几个山头种植茶树。买地的事情，顾青青问了二哥，二哥说这事儿交给他来做。顾青青就把银票交给了二哥。2天后，二哥就过来找到他。弟妹，这是地契，你收好。这次顾青青一共找二哥帮他买了500多亩地，田地和宅子都买了，现在就剩下山头了。跑了3、4天了，顾青青终于把山头也买了下来。春天正是种植茶树的季节，等这几个山头的茶树都种好，顾青青手里的银子也就花得差不多了。回春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顾青青琢磨着，等回春堂的生意好起来，他还可以把回春堂再扩大，再多开几间药铺。这一天，梁氏带着徐小山来看他。哟，老三媳妇儿，你这肚子竟比大牛媳妇的肚子看起来还都要大呢。大牛媳妇儿？哦，就是我们村那个徐婶子的儿媳妇儿，她的肚子已经6个多月了，但是娘瞧着她那肚子还没你的大呢。这几天，顾青青也觉得自己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难道是二哥和魏婶子最近给她做的补身子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腹中的孩子长得也好？老三媳妇儿啊，娘去年跟你说你二哥要娶个媳妇儿，可你二哥却说不着急，非要等置办下一点家业再说。这现在你二哥在镇上开了铺子了，村里也新建了大的砖瓦房，如今来徐家给你二哥说亲的媒婆也多了。娘瞧着呢，有几个姑娘都不错，可就是你二哥一个也不去相看。顾青青也看出来，他二哥确实好像并不想成亲。梁氏看过顾青青之后不久，突然听五弟徐明轩说二哥要去宁城一趟。五弟，二哥去宁城做什么？二哥没告诉我，只说去宁城有事儿。难不成二哥去宁城是因为那位宋府的司夫人？不对啊，二哥显然是不想和那位司夫人有任何瓜葛的。上次那位司夫人来这边镇上找二哥，赖着不走，好不容易才等到司夫人离开，二哥应该不会是因为司夫人的事情去宁城的。对了，嫂子，二哥这次去宁城的事儿没有给娘和爹说，你也别在娘和爹跟前提及此事。行，我知道了。二哥去宁城前来过一趟回春堂，虽然顾青青好奇二哥去宁城做什么，不过二哥没说，顾青青也就没问。晚上顾青青算了算日子，徐行离开京城也有2个月了，过了这么久，会试放榜的时间应该也快到了。也不知道徐行现在在京城怎么样了。顾青青的肚子显怀之后，沈氏和顾宁秀也做了小衣服和小鞋子送来。大姐，是不是等姐夫从京城回来，你腹中的孩子应该也快出生了吧？秀儿，你大姐腹中的孩子才5个月，距离生产还早着呢。娘，我怎么瞧着大姐的肚子比别人的都大？当初娘你生小妹的时候，我记得你快要生产了，肚子才和大姐现在一样大。哎，青青啊，娘也瞧着你这肚子好像怀的确实比旁人都要大些。
娘，这话我婆母也说过，我想可能是魏婶和二哥每天都给我炖汤补身子，我吃得好，所以这腹中的孩子也长得比别人大些。这孩子长得好，将来生下来肯定也壮实。壮实才好呢。娘，二弟呢？怎么最近都没见着他？大姐，二哥最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总是早出晚归的。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二人最近都难得见到顾燕。原本顾青青以为要过段时间才能收到徐行写回来的信，没想到这天早上顾青青刚起来就收到了徐行的来信。徐行在信上说他考中了贡士，是会试的第3名。考中了贡士的学生全都要留在京城，等着参加殿试。殿试之后，皇上会钦点状元和前3甲。得知徐行考中了贡士，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青青啊，那老三可是在信上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娘，相公还要留着参加殿试，等参加完殿试才会从京城回来。哦，对对对，还有殿试呢！你看把娘高兴的都糊涂了，忘了老三还要留下来参加殿试的事儿了。娘，我就知道以三哥的本事，他肯定会中榜的。你看吧，现在三哥果然就中榜了。老五，现在你三哥还只是中了贡士，还有殿试没有参加呢，只是不知道这个老三这次殿试会不会也会如此顺利呀？哎呀娘，你就放心吧，嫂子不是说三哥在信上说他这次是考中了会试第3名吗？三哥会试都能考中第3名，那殿试再不济也能中一个探花回来。嫂子，你说是吧？娘，五弟说的对，相公这次能考中会试的第3名，那要是不出意外的话，相公也能考中一个探花回来。哎，老三这次要是真的能考中个探花回来，那娘也就放心喽。梁氏见顾青青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老三媳妇儿啊，这如今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你也要更仔细更小心些才是。我知道了。徐安离开之后10来天没回来，徐安的铺子就一直关着门，这事儿也传到了梁氏的耳中。徐明轩虽然支支吾吾，没有对他娘梁氏说二哥去哪儿去了，但是梁氏离开之后，徐明轩却匆匆忙忙地来找顾青青。嫂嫂，你说二哥到底去宁城是做什么去了呀？怎么都过了这么久也没见二哥回来呀？嫂子，二哥这次去宁城该不会是遇见了什么危险吧？要不然怎么会过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呀？五弟，二哥当初离开的时候当真没有告诉你他去宁城做什么吗？嫂子，二哥离开去宁城的时候就只对我说他有事要去宁城一趟，但是具体是什么事二哥并没有告诉我。还有嫂嫂，你说三哥在宁城该不会真的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吧？顾青青想了想，虽然二哥去了宁城这么久没回来有点不正常，但是二哥做事儿一向是稳重有分寸。先别担心，我们再等等，要是二哥再没有消息，我们再想法子找人去宁城帮我们打听打听。眼下也只能这样了。徐明轩点点头。梁氏担心许安，这天梁氏也来了回春堂。老三媳妇儿啊，你说实话，你二哥到底去哪儿了？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铺子也关着门。梁氏心里头七上八下。徐明轩已经告诉梁氏徐安去了宁城。这好好的，你二哥怎么会忽然去宁城？他不是已经从宁城赎身了吗？他还去宁城做什么？娘，五弟不是已经去宁城打听去了吗？您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五弟打听到消息就会回来告诉我们。梁氏点了点头。宁城那么大，就五弟一个人去宁城打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听到二哥的消息。不由得顾青青头中出现了秦无言。想了想，顾青青决定去秦府一趟。只是不巧的是，顾青青去了秦府之后，秦无言并不在。听府上的管家说，老夫人回了宁城，秦无言也送了老夫人一起回去了。离开秦府，顾青青刚到回春堂，
还没下马车呢，秦府就来人了。徐夫人，不知道你今天找我们公子是有何事？虽然我们公子不在，但是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告诉我，等我家公子回来，我会立刻帮你转告。顾青青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把他想找到秦无言帮他打听二哥的这事儿告诉秦府的管家。第二天，秦府竟然又来了人。徐夫人，我家主子让你放心，你二哥已经从宁城回来了。果然，不到1天的时间，二哥徐安就从宁城回来了。徐安是半夜回来的，顾青青是第二天早上才看见的他。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徐安却并没有看见过徐明轩。二哥，你没有看见武帝吗？弟妹，你是说武帝也去了宁城？你去宁城后迟迟没有回来，武帝担心你，就去宁城打听你的下落去了。听了顾青青的话，徐安立刻皱了皱眉头。对了，二哥，娘也很是担心你，要是娘知道你已经回来，肯定会很高兴的。我现在就差人去告诉娘一声。弟妹，那我现在就回去一趟。也好。梁氏看见徐安回来，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只是听徐安说他没有看见徐明轩。什么？你没见过老五？那老五现在岂不是还在宁城？娘，这武帝要是去宁城找不见二哥，他肯定会自己回来的。话虽是这么说，梁氏却还是不大放心。二哥，你这次去宁城是去做什么了？徐安还没回答，就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姑娘。徐二哥是为了我才去宁城的。梁氏目瞪口呆地看着跟前的姑娘，顾青青却立刻反应过来，跟前的这位姑娘她似乎好像在哪儿见过。老二啊，这位姑娘是？娘，她是锦娘。苏锦娘见过伯母。锦娘，这位是我弟妹。锦娘见过妹妹。老二，这位姑娘说你是为了她才去的宁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安还没开口，门外就走进来一位穿着绫罗绸缎的女人进来。四夫人，她怎么也来这儿了？这位夫人，不好意思啊，我儿子这酒馆啊，今天不开张。要是您是来吃饭的，还是请改天再来吧。苏锦娘，本夫人来给你道喜来了。不知我喜从何来？虽然你已经离开了宋府，但是你福气好，我们府上的大公子看上你了，要纳了你去做妾室。只要你点头，今后你可就是宋府的半个主子了。这会儿听了四夫人的话，顾青青顿时就想起来了。没想到二哥这次去宁城，竟然是为了宋府的那个丫鬟。苏姑娘，只要你点头，往后你就是我们宋府的半个主子。要是你的肚皮再争气一点，能给大公子添个一男半女，这今后更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夫人，多谢你和大公子的好意，只是锦娘如今既然赎了身，也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四夫人，要是你这次来是为了这事儿而来的话，那四夫人还是请回吧。四夫人，锦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没别的事，那就请回吧。四夫人狠狠地盯了徐安一眼，气得转身就走。苏姑娘，你为何不愿意做宋府大公子的妾室啊？难不成这位苏姑娘喜欢的人是二哥，所以才不愿意给宋府的大公子做妾？伯母，妾托奴仆可买卖，不管做宋府大公子的妾室有何等的风光，都和府中奴仆一样，可以任由人买卖。锦娘不想做一个可以任由人买卖之物。安儿，你这次去宁城就是为了这位苏姑娘？徐安点了点头，到底怎么回事？娘，锦娘是我徐安想娶的媳妇，儿子这次去宁城也是为了带锦娘回来见你的。二哥，你这次既然是去宁城接苏姑娘的，为何迟迟没有回来？原本我和徐二哥说好，
等他来宁城，我拿到身契之后，就同他一起回来。但是没想到，却出了一点意外。意外？难不成是因为四夫人？宋府的四夫人得知锦娘要赎身离开，提前拿走了锦娘的身契。锦娘的身契在四夫人的手上，由于我们拿不到身契，我和锦娘这才在宁城多耽搁了一阵。昂儿啊，那现在锦娘的身契可拿到了？伯母，我的身契已经拿回来了。啊，拿到了就好。二哥，那四夫人既然拿走了苏姑娘的身契，可她后来又怎么把身契拿给苏姑娘的？弟妹，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四夫人拿着锦娘的身契不给，故意将锦娘的身契扣下。锦娘的卖身契是活契，按照规矩，活契只要下人攒够了银子，就可以去主家赎身，别无他法。四夫人压着锦娘的身契不给，我和锦娘原本打算去衙门报官的。哦，那然后呢？结果我和锦娘刚去衙门报了官，还没等到县令老爷审理此案，那宋府的管家莫名其妙的就把锦娘的身契给送了过来。一开始我们都不敢相信，但是身契却又是真的。老二，宋府的管家为何会忽然把身契拿给苏姑娘？不过后来我和锦娘去宋府打听过，听说把身契还给锦娘是宋老夫人的意思。宋老夫人吩咐下来后，那四夫人尽管不想把身契还给锦娘，却也还是只得拿出来了。难不成是秦无言帮忙，所以宋老夫人才会让四夫人将身契还给苏锦娘？真要是这样的话，那秦无言这次算是又帮了他一次。听说苏锦娘现在住在镇上的客栈上。二哥，不如就让苏姑娘去我那儿住吧。苏锦娘却有些不好意思。锦娘，既然弟妹让你去她那住，那你就暂时先去弟妹那边住几天吧。那锦娘就打扰了。苏姑娘，和我还客气啥？将来你和我二哥成了亲，就是我嫂子，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哥，你说是吧？苏锦娘面上通红的。锦娘，弟妹说的是。徐安的娘梁氏还在旁边，梁氏一直没说话。苏锦娘又觉得隐隐有点不安起来。顾青青给苏锦娘安排了住的房间。弟妹，锦娘就有劳你了。二哥，这四夫人现在也在这镇上，该不会来找你和苏姑娘的麻烦吧？弟妹，不瞒你说，锦娘的身契之所以被四夫人扣下，也是因为四夫人发现了我和锦娘的事。原本锦娘给了赎身的银子，眼看就要拿到身契了，却中途被四夫人给接走了。原本徐安和顾青青都担心四夫人这次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没想到那位四夫人竟然在2天之后就突然离开了镇子。四夫人离开之后，徐安和苏锦娘2个人都同时松了口气，但徐明轩没回来，梁氏就一直担心着。弟妹，五弟去宁城既然是去找我的，不如我现在去宁城一趟，也去找一下五弟。二哥，你并不知道五弟在哪儿，你现在去宁城，宁城那么大，要找一个人并不容易。这样吧，还是在家等着，五弟去了宁城，要是迟迟没见着你，他应该会回来的。2天之后，徐明轩真的从宁城回来了。徐明轩一回来就先到回春堂去了。听说徐安已经回来了。真的吗，嫂子？二哥当真从宁城回来了？顾青青点点头。这次去宁城找徐安，徐明轩可没少吃苦头，差点没把一双脚都给跑废了。后来听说徐安还带回来一位嫂子。三嫂，二哥真带了一位嫂子回来呀？现在那位姑娘应该就在二哥的铺子上，你过去就能看见。听了顾青青的话，知道二哥带回来的那位新嫂子现在就在二哥的铺子上。徐明轩一溜烟就跑了。徐明轩走后，梁氏竟然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娘，你来了。青青啊，这2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过你？可疑之人？什么可疑之人？老三媳妇儿，你再仔细好好的想想，最近当真没有身份可疑的人来找过你？这几天除了来回春堂抓药看病的人，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过他。于是顾青青摇了摇头。怎么了？
为何会突然这么问？梁氏没有说话，可梁氏脸上的表情却像是在害怕着什么。啊，没什么，兴许是娘看错了。老三媳妇儿，你记住了，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你，你记得一定要过来告诉娘。虽然不知道梁氏在说什么，却也还是看着梁氏点了点头。送走了梁氏，顾青青晚上回想着梁氏今天白天说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何她的婆母会突然找到她，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一天，多日未见的秦无言突然出现了。徐夫人，我听府上的管家说，你前不久去秦府找过我，不知徐夫人你特意去府上找小爷是有何事？不是你帮忙才让我二哥和苏姑娘拿到生契从宁城回来的吗？我帮忙？小爷我什么时候帮过你了？难道我二哥和苏姑娘的事不是你才让宋老夫人吩咐府上的四夫人将生契还给了苏姑娘？小爷我才出了一趟远门回来，我可没有帮过你什么忙啊。还有苏姑娘是谁？小爷我做过的事从来不会否认，没有做过的事也不会认下。再说小爷我可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人，既然出手帮了你，小爷我可没有理由还不认的。顾青青把当时的事儿给秦无言说了。你是说我秦府的管家来告诉你你二哥要回来的事？你口中的那个丫鬟也是我祖母开口吩咐了才让小爷的四表嫂放人？顾青青再次点头。秦无言听到这儿也没再问别的，立即就起身从回春堂离开了。只是没过多久，秦无言又再次来到了回春堂。原来秦无言回去之后就叫府中的管家来询问，听了管家的话，秦无言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凤北离吩咐的。你是说帮我二哥的人是凤公子？可是我当时并没有说我找你是何事，凤公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哼，就你这点小事儿，我大哥随便让人查一下就知道了，还用你说？当时我听你府上的管家说是他主子吩咐的，我就以为是你。别说是小爷我府上的管家，就算是小爷我，只要我大哥一句话，他吩咐的事小爷我都得去做。对了，你说那个丫鬟叫什么？叫苏锦娘对吧？我听说那苏锦娘也是我大哥亲自安排了人去宋府找我祖母开口要的人。所以苏姑娘也是凤公子帮的忙？我府上的下人说，我祖母以为是我大哥看上了那个姓苏的丫鬟，我大哥安排的人去找我祖母开了口，我祖母也就当时叫了人给了生契。我大哥这么多年可是从来都不近女色的，到底是哪个小丫鬟生的是何等的好模样，竟能入得了我大哥的眼？听说苏锦娘是和顾青青的二哥一起回来的，现在就在顾青青二哥的铺子里帮忙。秦无言这才后知后觉。所以我大哥亲自开口要人也是帮你？他大哥可从来不是个会多管闲事的人，难道是因为顾青青上次救了他大哥的性命？秦无言离开之后，说实话，这件事儿凤北离会出手帮他，实在是顾青青意料之外的事儿。今天苏锦娘手上又提着一个菜篮子来回春堂了。妹妹，这汤刚熬好，还烫着，你趁热吃。顾青青接过汤。你手怎么了？没事儿，今天不小心被油烫了一下。我这儿有药膏，你等等，我这就去给你拿过来。很快，顾青青就把药膏给苏锦娘拿过来。这药膏你拿着，抹上几次就好了。苏锦娘谢过了顾青青，这才离开。二哥许安知道了药膏的事儿，还特意来向顾青青道谢。二哥，这苏姐姐将来可是我嫂子，我当然得对她好一点了，你说是吧？二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苏姐姐成亲啊？成亲的事我也打算这2天就去和娘商量一下。苏锦娘却有些不安起来。放心吧，娘肯定会同意你和二哥的亲事的。二哥的亲事还没定下来，顾青青却听说他二弟要离开去边关了。沈氏和顾宁秀告诉顾青青，顾燕就在这2天就要启程离开。坐车来到了顾家，
顾青青去的时候，顾燕已经收拾好了包袱。哎，大姐，你来了。燕儿，马车已经等在外面了，收拾好了，你就动身赶路吧。二哥，我把水和干粮都给你准备在包袱里了。顾燕点点头。二哥，你可不可以不走？琪琪，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等二哥下次回来，就带你和娘他们一起去宁城看灯会。二弟，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伤药，你这次去边关备上点伤药，也是有备无患。顾燕将顾青青给她的药膏全部收起来，沈氏不放心，再三叮嘱顾燕要一切小心。顾燕走了，再次回到边关做事儿去了。而二哥这边，梁氏松口答应了二哥和苏锦娘的亲事，成亲的日子也就很快定下来。顾青青听说二哥在这个月的月底成亲了。二哥，怎么这么快？苏锦娘却在顾青青说完这句话时不由得红了脸。她当时也觉得这日子定得仓促了些，许安却对她说成亲的日子越快越好，她等这么久了，只想早点把她娶回徐家。这还没到二哥成亲那天，梁氏又匆匆忙忙地来找顾青青，并且还是大半夜来的。老三媳妇儿，要是这2天有可疑的人来找你打听娘和老三当年在京城的事儿，你只管说什么都不知道。你记住了，无论是谁，只要是来打听老三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顾青青点点头。还有，娘给你的玉佩和镯子，你都要仔细的收好，千万不要给别人看见，你都记住了吗？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外面冷，进屋吧。我们还是先进屋再说。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有人在打听你和相公当年在京城的事吗？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还有，娘一直在说可疑的人，可疑的人是谁？当年的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还会来打听？唉，青青啊，你可还记得娘以前跟你说过，娘曾经在京城的一户大户人家里做过下人的事儿。顾青青当然还记得。娘那天在街上，本来娘是想来看看你，但是来到镇上之后，娘忽然看见一辆马车，那辆马车上走下来的一个人，娘当时一眼就发现他长得很像是楚府的管家。楚府？对，娘当年做事的那户大户人家就是楚府。那个楚府的管家更是楚府当家主母身边的心腹。当年府上的主母放火烧死惠夫人母子，想陷害到娘身上，当时带人去抓捕娘的就是那个楚府的管家。那个管家做事心狠手辣，当年娘和老三都差点死在那个管家手上，所以那个管家就算是化成灰，娘都认识他。顾青青没想到楚府的管家竟然会出现在这镇上。当年楚府的主母陷害娘不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次老三去京城，娘就一直担心着，就怕楚府的人把老三认出来。没想到那楚府的人竟然还当真找过来了。娘别担心，你当真确定你没有看错？当年相公不过就是一个小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了，相公的模样也变了，这楚府的人怎么可能还认得出来？这楚府的人怎么可能还认得出来？不，是楚府的人。今天楚府的人找到徐家，他们还打听老三的事儿。老三媳妇儿，你说那些人不会对老三不利吧？娘，你说楚府的人今天去了徐家，还去找过你？老三媳妇儿，现在老三在京城，楚府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小镇上来，老三该不会有危险吧？今天楚府的人去找你，多了你什么？还有，打听了相公什么事？娘，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梁氏不说话。你说那楚府的人不会放过相公，
可当年楚府的当家主母想下毒陷害的人是府上的大公子和惠夫人母子，相公不过是误食了那碟子点心才会中毒的。本来楚府的人就没有想过要下毒害相公，就算是发现相公还活着，楚府的人也没有理由要害他。顾青青说完，梁氏的面色又是微微一变。楚府要害的人是大公子，可现在楚府的人却盯着相公不放，难道相公他其实是……青青，你不懂，楚府的人心狠手辣，惠夫人母子都能被他们活活烧死，他们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顾青青知道梁氏没有对她说实话。娘，楚府就算是心狠手辣，可相公并不是他们想下手害的人，又怎么会在事隔这么多年之后还安排了人不远千里来到这偏远的小镇来打听相公的事情呢？这犹豫了片刻，相公他其实是不是就是当年楚府的大公子？啊，不是的，老三怎么可能会是楚府的大公子呢？他是徐家的儿子，他和楚府没有任何关系。娘，那相公既然和楚府的大公子没有关系，那您又在担心什么呢？本来顾青青还只是猜测，可梁氏极力的掩饰，更加重了顾青青的怀疑。难道徐行还真就是那楚府的大公子？要是徐行是惠夫人的儿子的话，那当年那个被找到的小孩的尸体又是谁的？难道那个孩子才是真的徐行？老三媳妇儿啊，当年楚府的大夫人陷害娘不成，肯定不会对娘和老三善罢甘休啊。娘不仅担心老三，还担心你呀。你是老三的媳妇儿，那些人肯定会找到你这儿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娘，既然这楚府的人都已经来到这个小镇了，你还要再瞒着我吗？楚府的人本来没有想过要害相公，可这次来徐家，他们却只向你打听相公的事。还有，你说楚府的人不会放过你和相公，那他们为何来了这边小镇，没有暗中下手，却反而向你打听呢？娘，相公当真不是惠夫人之子吗？梁氏不说话了，顾青青也没有再问，而是就那样看着梁氏。青青，他们怀疑老三就是府上的大公子。老三媳妇儿，你说的对，楚府的大夫人当初要害的人是惠夫人母子，老三也是误食了点心才中的毒。可是那楚府的大夫人现在却怀疑老三就是当年惠夫人的儿子，这也是让娘担心的地方。那相公他是惠夫人的儿子吗？不是，老三和楚府的惠夫人没有任何关系。可楚府为何会认为相公他是惠夫人之子？哼，那楚府的大夫人疑心病重，当年杀了惠夫人母子之后还是不放心，疑心娘带走了老三就是惠夫人的儿子，这才对娘和老三要赶尽杀绝。这些年娘和老三都一直躲在这偏远的乡下了，没想到竟然还是被那楚府的人给发现了。娘，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不用怕，虽然楚府的管家是大夫人的心腹，但是那个楚府的管家却也是楚老爷的人。现在那些人只是怀疑老三是惠夫人之子，这件事情没有得到证实之前，那些人不会对老三做什么。我们只需要否认老三是惠夫人之子就行了。对了，老三媳妇儿，娘给你的玉佩和镯子你一定要收好，一定不能让外人看见。那玉佩和玉镯子为何不能让别人看见？玉佩和镯子都是娘当年跟惠夫人的时候，惠夫人赏赐给我的。这要是被那些人发现，这玉佩和镯子在你身上，肯定会给你和老三招来灾祸呀。梁氏这样说，吓得顾青青不由得后背一凉。由于太晚了，顾青青也就没有再送梁氏回去，而是留了梁氏住在府上。顾青青也再次脱了衣服上床，只是这次躺在床上之后，顾青青却怎么都睡不着。
徐行到底是不是楚府的大公子？第二天果然就有一辆马车停在了回春堂，马车上下来一位40多岁的男人，那人一进来就将回春堂门口堵得严严实实。顾青青见来者不善，难道是楚府的人？不知你是来抓药还是来看病的？老夫既不是来抓药，也不是来看病的。那就奇了怪了，我这是开药铺做生意的，既然你既不是来抓药，也不是来看病的，莫不是走错了地方？你可是徐家老三娶的女人？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小娘子，不瞒你说，在下是楚府的管家，那徐家的3儿子啊，我们老爷和老夫人都怀疑是我们楚府失踪多年的大公子。这次我们老爷安排在下来这偏远的小镇，就是让在下替他将你接回京城去的。顾青青诧异了一下，她怎么都想不到那个楚府竟然会安排人来接她回京城。小娘子，你要是嫁给了我们楚府的大公子，那就是我们老爷的儿媳。我们老爷说了，这些年是他委屈了大公子，现在我们老爷就只想好好的弥补这些年对大公子的亏欠。如今大公子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我们老爷才意外得知大公子还活着的消息。顾青青没有说话，男人却看了顾青青的肚子一眼。顾青青下意识护着自己的肚子。小娘子，你如今既然有了身孕，我们老爷更是不会让他的亲孙子流落在外的。还请小娘子你可以收拾一下包袱，今天就随在下一起返回京城。顾青青往后退了退。这位管家，我想你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口中的大公子，更不会和你一起去京城，我这儿还要做生意呢。您要是没别的事儿，就请回吧。男人不仅没有离开，反而刚刚还站在回春堂外面的20几个男人突然就跑进来，团团将顾青青的回春堂给围住了。药铺的2个伙计都没见过这种架势，见药铺被围住，顿时也被吓住了。楚管家，这是什么意思？男人面上的表情始终是笑着的，活像一只老狐狸。难怪他娘梁氏说这楚府的管家心狠手辣。现在看来，这楚府的管家怕是不仅心狠手辣，还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小娘子别紧张，在下不过是想请你回京城而已。请我回京城？我不是说了吗？我和贵府的大公子没有任何关系，也并不认识贵府的大公子。你请我回京城，怕不是认错人了？小娘子，在下不也是跟你说了吗？徐家的老三就是我们老爷失散多年的大公子，你既然是徐家老三娶的女人，那就是我们大公子的人。小娘子，今天不管你答不答应，在下都会带你离开。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你们想带谁走就带谁走，怎么这天下是没有王法了吗？顾青青下意识地看过去，就看见刚才从后院走出来的魏婶，魏婶手上还端着一碗热汤，应该是她刚给顾青青熬好的补汤。你一个下人，怕是还轮不到你来说话吧？梁氏也在这时从药铺外走了进来。哼，那我呢？梁氏直接走到楚管家跟前。哼，今天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带走我儿媳妇儿。哈哈，梁氏，你也曾是楚府的下人，今天我来这儿可是奉了老爷和老夫人的命，来这儿请我们府上的少夫人回府的。虽然是你养大了我们府上的大公子，但是今天我们是来请少夫人回府的，你最好不要横加阻拦。我早给你说过，我们这儿没什么你们楚府的大公子，老三是我儿子，和你们楚府没有任何关系。今天你们要想带走我儿媳妇儿，只要有我梁氏一口气在，我都不可能让你带走她。娘，你怎么来了？孩子，你别怕，只要有娘在，娘不会让任何人把你带走。梁氏，你不要不识抬举。不识抬举，
你们府上的大公子和惠夫人，不是都在10几年前的那场大火中烧死了吗？你们真要在乎你们府上的大公子，就不会有当年的那场大火。现在人都没了，啊，你们倒是好，还跑过来打我儿子和儿媳妇的主意。只是我梁氏的儿子，和你们楚府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让你们把我儿媳妇给带走。哼，这怕是由不得你了。男人说着，药铺内的20几个家丁就要冲上前去抓人。顾青青怕那些人伤到梁氏，梁氏却给了顾青青一个别怕的眼神。顾青青见梁氏这一脸淡定的模样，总觉得梁氏是有备而来的。果然，就在这时，顾青青就见武帝徐明轩带着镖局的人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除了武帝，还有二哥和他那位未来的嫂子也一起来了。嫂子、娘，你们都没事吧？顾青青看着徐明轩，摇了摇头。老五，娘没事。我看今天谁敢来带走我嫂子？一下见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刚刚还气势逼人的楚管家，这下也是面色一变。想带走我弟妹，别说我武帝不同意，我徐安也不会同意。楚管家的人也全部都被徐明轩带来的人里里外外围了几层。楚管家虽然想抢人，把顾青青带走，但现在他带来的人少，寡不敌众。徐明轩还握了拳头，一副随时想揍人的样子。最后楚管家冷冷地哼了哼，什么都没说，就带着他的人离开了。看着离开的楚管家，徐明轩也是哼了一声。娘，嫂子，以后你们都不用怕那群人，要是他们敢再来，就来一次我揍一次。娘，武帝和二哥他们可是你找来的。娘不放心你，本来是想来回春堂看看的，没想到竟然意外看见了楚府的马车。娘看见你被楚府的人包围着，就赶紧跑去把你二哥和武帝一起都给叫了来。今天要不是镖局那些人，楚府的人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于是顾青青又忙向镖局的各位兄弟都道了谢。苏锦娘跑出去看了眼，又忙跑进来。伯母，那楚府的人都还没有走，全部在药铺外面站着。徐明轩一听，当即握了拳头走出去。老五，你回来。徐明轩没听梁氏的，直接跑出去。老二，怎么办？那楚府的人不走，肯定是还想把你弟妹给带走。娘，你别着急，我现在也出去看看。徐明轩和徐安二人出去了，很快顾青青就听见外面有打人的声音传过来。难道是武帝和那楚府的人打起来了？顾青青想出去看看。老三媳妇儿，你现在怀着身孕呢，外面有你武帝和二哥，你别出去。放心吧，你二哥会把外面的事情解决掉的。梁氏跑出去，只见楚府那些人全都被揍得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叫唤着，就连楚府的管家这会儿嘴角上也淌着血。全都给我滚！楚府的管家擦了擦嘴角的血，他没想到徐明轩竟然那么能打。楚府的人终于离开。哼，娘，那些人要是再不走，我就再去揍他们一顿，多揍上几次，那群人就老实了。那群人走了之后，梁氏突然看着顾青青。老三媳妇儿，你就没有什么要问娘的吗？顾青青愣了一下，不解梁氏是什么意思。老三媳妇儿，你就不想问问楚府的事儿？娘，楚府的人虽然现在暂时算是离开了，但是我觉得楚府的人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哼，要是楚府的人敢再过来，那就来一次我揍一次。娘，这事儿我看还是要想个法子解决才行。老二，你说的对，要不然楚府的人不离开，你弟妹始终不安全。对了，娘，那些人为何要来抓走我嫂子呀？徐明轩问，梁氏也就大致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娘，你是说楚府的人认为三弟是当年惠夫人之子？梁氏点点头。笑话，我三哥怎么可能是那楚府的大公子啊？娘，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好弟妹的安全。依我看，弟妹现在不能再一个人住。这样吧，我这段时间也会搬去弟妹的宅子和弟妹同住，不仅是我，武帝要搬过去，还有最好再去多找几个镖局的人
随时保护定位。对对对，老二你说的对，现在最要紧的还是保住老三媳妇的安全，最好多安排几个人跟着。只是没想到白天才离开的楚管家，到了晚上又来了。这次楚管家就带了2个人来。少夫人，老夫这次来只是想请你回府的，并无恶意。白天老夫想强行带你走，也是无奈之举。恐怕你还不知道，我们老爷可是京城尚书府的大人，你要是跟着在下回了京城，你就是尚书府的少夫人，你腹中的孩子将来就是尚书府大人的长孙。回到京城，夫人你和腹中的孩子不仅身份尊贵，还会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你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替孩子的将来打算打算吧。难道你真想腹中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只是一个乡野村夫之子吗？小娘子，尚书府少夫人的位置可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留在这儿你就只是一个乡野村妇，可是一旦到了京城，你就是尚书府的少夫人。你当真不想去京城？楚管家，我今日让你过来，并不是要和你去京城的。对，我嫂子说的是，今天我嫂子让我放你们进来，是要和你们楚府的人说清楚的。我三哥是徐家的人，我嫂子也和你们楚府没有任何关系。还有，我管你们是什么尚书府，要是再敢来这儿胡说八道，小心我见一次揍一次。小娘子，不管你信不信，徐家老三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府上的大公子，你也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尚书府的少夫人。要是你不信，你可以看看这幅画像。画中出现了一位美人，虽然就只是一幅画，却能看得出来画上的女子极美。只是画上的女子却和徐行的样貌十分的相似。啊，这画像上的人怎么？这是惠夫人的画像。大家看见这幅画像，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府上大公子的长相和惠夫人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老爷子也是因为大公子的长相和惠夫人的长相十分相似，这才认出了他。徐行的样貌确实和画上的女子有着7、8分的相像。徐家的人都没说话，顾青青的目光则是一直盯着画上女子的手腕处。画上女子的手腕上戴着的玉镯子，和她婆母梁氏当初给她的那个镯子一模一样。难道徐行还真就是惠夫人之子？不过就是一幅画而已，这能说明什么？对，不过就是一幅画像而已，这有什么呀？你们要是喜欢，小爷我也能给你们画个10张8张的，要多少有多少。一幅画像确实不能说明什么，只是为何徐家老三和我们惠夫人长相如出一辙，却和你们徐家人没有半分相似之处？你这又怎么解释？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别以为你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幅画来，就可以说她是我相公的娘。你说相似就相似啊，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位管家，你眼神不好就罢了，可以别到处乱认主子。怎么，莫非这奴才当久了，看谁都像是主子？你还有，听好了，我相公不仅是徐家人，长得也像徐家人，特别是我娘。我相公长得完全和我娘一模一样，要是往后你敢再来我府上胡说八道，我就去衙门报官了。对，我打小就被说长得像我三哥，我们兄弟2人长得这么像，你眼瞎呀？这么明显，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啊？哼，楚管家，你以为你用一幅画就能来抢走我儿子吗？你们……冷哼一声，甩袖离开了。站住！听好了，我相公和你们楚府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要再想来将我接走，我是不会跟你们回京城的。顾青青说完之后，楚管家就阴沉着老脸离开了。屋里的人都没说话，但徐明轩是个藏不住事儿的人。娘，刚刚那幅画为何画像上的女人会和三哥长得一模一样？还有，那个楚府的管家说，那画像上的女人就是当年的惠夫人，
三哥的样子为何和我们徐家的人都不像，却和那个楚府的惠夫人一模一样？虽然顾青青已经确定了徐行就是惠夫人之子，但是顾青青却不打算再问这件事儿了。梁氏却在这时突然看向大家，开口了：“不错，老三确实是惠夫人之子。”什么？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三哥他怎么会是惠夫人的儿子？你是骗我们的，对不对？当年那场大火，惠夫人虽然在大火里被烧死了，但是惠夫人的儿子却被我救下了。那个孩子不是别人，就是老三。娘，那我真正的三哥呢？他又在哪儿？老五啊，你真正的三哥他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死了。死了？娘，难道当年那个被烧死的孩子其实是你的？不是的，真正的老三不是被烧死的，他是病死的。那当年那个孩子？当年府上的大公子被我救走了，烧死的人其实只有惠夫人。娘，你说我三哥是病死的，这又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三弟从出生起就一直体弱多病，后来更是病得面黄肌瘦。那会儿娘说她的主子惠夫人让她把三弟带去看病，然后娘就带着三弟离开了徐家。当年我带着老三去了府里，惠夫人不仅花钱请了不少名医来给老三治病，更是花了不少银子给他抓药吃。原本老三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却因为惠夫人给他请了大夫，又看病又抓药，这才多活了2年。尽管惠夫人花了不少银子给老三请大夫治病，可老三还是没能救回来。娘和惠夫人虽然名为主仆，但是我却是从小就跟在惠夫人身边的。我和惠夫人是一起长大的，当年要不是惠夫人救我一命，我怕是早就已经。小姐待我情同姐妹，她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也一直把小姐当作是自己的亲姐姐一样的看待。但是想不到老爷和夫人一生善良，却会因此害了小姐一辈子。娘，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楚老爷，也就是当今的楚尚书，他原本不过是一个穷书生，连进京赶考的盘缠都没有。有一年冬天，他晕倒在我们家老爷的门口，我们家老爷好心让人把他救醒了，还给他请了大夫。他病好之后，听说了他是一位读书人，老爷就特意给他一间厢房，让他安心住下来读书。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的亲爹当年竟然还是一个穷书生。后来我们家老爷见那个姓楚的上进，读书也用功，不仅将亲生女儿惠小姐许配给他，更是给他读书的盘缠路费，让他进京去赶考。那个姓楚的第一次去赶考，名落孙山了，并没考上。他连续3次落榜之后，我们老爷的府上也越发的落败了。后来老爷就去世了，只留下小姐一个人。那个姓楚的也在老爷去世的第2年再次去京城赶考。小姐腹中怀有身孕，一直在等着那个姓楚的回来，只是没想到那个姓楚的这一次去了之后就音讯全无。哼！小姐在家里头迟迟等不到那个姓楚的，她担心那个姓楚的出事儿，竟然不顾大着5、6个月的肚子亲自去京城找他。我和小姐带着小公子一路上担惊受怕赶到京城。没想到啊，等到的却是那个姓楚的娶了京中大臣之女。娘，后来呢？小姐伤心欲绝之下，原本是想带着娘和小公子一起离开京城的，奈何沿途赶路，大公子途中又生病了，身上的盘缠花光了，小姐还大着肚子，没有银子住客栈，娘和小姐只得带着大公子找到了城郊的一间废旧的破屋里住下。
住的还好，几个人还能凑合，但没吃的不行。当时小姐走投无路了，她本想一死了之的，却又舍不得小公子。看着跟着她已经饿晕了，也没喊过一声饿的小公子，小姐是个当娘的呀，她不能看着小公子被活活饿死。没办法，只得去找了那个姓楚的。那个姓楚的没想到小姐会到京城来，更没想到小姐能找到她。哼，姓楚的怕她的荣华富贵没了，吓得张皇失措地求着小姐不要毁了她的前程，还迫不及待地想把小姐打发走。娘当时抱着饿晕的小公子，小姐求着那个姓楚的救救小公子。那个姓楚的竟然以此为威胁，逼着小姐离开京城，永远不能再回来。他这才答应给小公子请大夫。那个姓楚的也太卑鄙了。后来呢？小姐别无他法，看着娘怀里已经饿得晕过去的小公子，她只能被迫点头答应了那个姓楚的要求。只要姓楚的治好小公子的病，小姐就答应带着小公子一起从京城离开。小姐答应了那个姓楚的，那个姓楚的才去给小公子请了大夫。大夫来了之后，小姐才知道小公子除了饿，还身患重病。但小姐没想到小公子竟然病得那么重，这么多天他一声都没吭过。要不是小公子命大，差一点儿小公子就救不回来了。姓楚的害怕小姐的事儿被他新娶的那个女人知道，虽然答应了救小公子，却故意把小姐和小公子都安排在京郊很远郊外的一个小庄子上住下。虽然地方偏僻简陋，可好歹吃得住的地方都有了。小公子的病吃了药，也慢慢的开始好转。小姐看着一天好似一天的小公子，也准备等小公子身上的病痊愈之后，就带着小公子离开京城。那后来呢？后来你们又为何住到了楚府？后来原本小姐是打算带着小公子和娘一起离开京城的，但是不知道那个楚府的大夫人怎么知道了小姐的事儿。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楚府的大夫人突然来找小姐。没想到楚夫人竟然会知道了这件事儿，顾青青有些吃惊。那个大夫人找到小姐之后，不仅对小姐表现得很是殷勤，还拉着小姐的手，一口一个妹妹的叫着。小姐善良啊，她对人没防备。这一天，楚夫人和那个姓楚的一起过来，两个人都说要接小姐回府去。小姐早就对那个姓楚的心灰意冷了，本不想再和那个姓楚的有任何瓜葛，可又想到小公子年纪还小，不忍心小公子就这么跟着他吃苦受累，他就忍辱负重，跟着那个大夫人和姓楚的一起去了楚府。大家都没想到惠夫人竟然是这样跟着楚夫人去的楚府。可没想到小姐跟那个楚夫人回府之后，那个楚夫人立刻就换了一副面孔，当着那个姓楚的面还好点，那个姓楚的不在，那个楚夫人就变着法子的搓磨小姐。小姐的肚子越来越大，眼看着就要生产，那个姓楚的却突然在小姐快要生产的那个月离开了京城。也就是在这个月，就在小姐快要生产的前几天，大夫人突然又对小姐表现得殷勤起来，还给小姐和小公子送了点心过来。小姐腹中怀着身孕，一直吃不下东西，大夫人送过来的点心小姐也没动过，但是娘不知道那碟子点心有毒，娘没想那么多，就拿了点点心给小公子吃。小公子刚吃了一口，立刻就吐了血了。娘和惠夫人都吓得不轻，知道这点心是大夫人让人送过来的，既然是大夫人下的毒，大夫人就不可能请大夫给小公子治病。于是娘当时立刻慌乱地抱着小公子冲到府外去找大夫。大家都没说话，听着梁氏继续讲着当年的事儿。当时是在晚上，外面还下着大雨，娘抱着小公子去找大夫，
所有的药铺都关了门。娘沿街去找药铺敲门，还被赶出来过好几次。好不容易有一家药铺的大夫愿意给小公子治病，但是大夫看过之后就看不出来小公子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了。无奈之下，娘看着怀里的小公子，又担心还在府上的惠夫人，娘抱着小公子匆匆忙忙往回赶，却在半路上就听说府上出事了。后面的事徐安他们都听梁氏说过了。娘在抱着小公子离开之后不久，那个大夫人就让人去泼油，大火弥漫，烧了惠夫人所住的整个院子。当时娘怀里抱着小公子，回去之后看见惠夫人住的房子被烧成了火海了。娘想去救惠夫人，但火势太大了，已经迟了。娘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整个院子都吞噬了。当时娘没敢出去，抱着小公子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梁氏不知道，他怀里的徐行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只是当时中毒的徐行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和梁氏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娘被大火所吞噬。娘，那你和三哥后来又是如何逃出来的？当时娘听见府上的管家，也就是今天来过的那个楚管家吩咐，说这大火是娘放的，要让人把娘抓起来。娘知道，要是被大夫人知道小公子还活着，肯定不会放过他。惠夫人对娘有救命之恩，这么多年更是待娘情同姐妹。小公子是小姐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娘必须要把他救下来。于是抱着怀里的小公子，娘就拼命地往外逃。好几次娘都险些被那个楚管家给抓住，好在最后都化险为夷了。娘成功地带着小公子远离了京城。离开京城之后，娘一直都担惊受怕，一是害怕小公子身上的毒，二是怕被楚夫人找到。好在娘带着小公子躲到乡下去，楚府的人再也没找过来。只是老三身上的毒，当年要不是我把那碟点心拿给老三吃了，老三他不会被那个毒折磨这么多年的。娘，相公的事你也别自责了，那大夫人当年早就打定主意放火，当年就算是你没有误把点心给相公吃，那大夫人也会放火。而相公也是因为误食了那有毒的点心，被娘你抱出去找大夫，才会因此躲过一劫。要不然说不定娘你和相公也会在10年前就和惠夫人一同在那场大火中没了性命。娘，嫂子说的有道理，虽然是你误让三哥吃了点心，才让三哥中了毒，但是也是因此你和三哥才能从那场大火中逃生。老五、昂儿，娘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了。虽然老三不是你们的亲兄弟，可在娘心里，他就是娘的亲儿子。娘也希望你们兄弟2个人和老三还能和以前一样。娘，你放心吧，三弟还是我徐安的三弟，我徐安也永远都是他的二哥。娘，二哥说的不错，我叫了这么多年的三哥，那也不是白叫的。我徐明轩心里他就是我三哥。好，只要你们兄弟几个人都能好好的，那就好。老三媳妇儿，本来老三这件事情，娘打算一直瞒下去，要不是那楚家人找上门来，娘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虽然现在娘跟你们说了当年的真相，但在老三跟前，娘希望你们不要再提这件事儿。娘就放心吧，我绝不提起。当年楚府的人把惠夫人骗到府中，却是在害她性命。现在那楚府的人又不怀好意，想来把老三媳妇接去京城。虽然我不知道那楚府的人在打什么主意，但娘知道楚府的人想把青青接走，绝对是不怀好意的。10年前娘没能救下小姐，眼睁睁的就那么看着小姐死在那场大火里。这一次娘一定不会再让老三媳妇儿被楚府的人给接走。对，一定不能让楚府的人把三嫂给接走。那楚府的人坏事做尽，
三嫂要真是被那些人接到楚府去，肯定会有危险。娘，你放心，有我和五弟在，我们都不会让那楚府的人将弟妹给带走的。可是，那楚府是尚书府啊，楚府要想强行把老三媳妇带走，那怎么办？哼，我管他是什么尚书府不尚书府的，只要他敢来，小爷我就见一次揍一次，揍得他们满地找牙，看他们还敢不敢来。那尚书府可是朝中2品大员，那楚家真要是用强，我们怕是都拦不住。那这事该怎么办？顾青青脑中突然出现了秦无言，要不他去找秦无言帮忙？这事现在看来，怕是也只有秦无言能帮他了。娘，我有法子。老三媳妇儿，你有什么法子？你们可还记得那个秦无言？弟妹，你想找那个秦无言帮忙？娘，二哥，我当初出手救过秦无言大哥的性命，这件事要想应付那楚府的人，怕是也只有去找秦无言帮忙了。可是你去找那个秦无言，那个秦无言真的会帮忙吗？我只能去试试了。眼下找不到其他人帮忙，顾青青提议去找秦无言，尽管梁氏他们都不确定秦无言到底会不会帮忙，却只能让顾青青试一试了。于是顾青青让二哥五弟一起带着人把他送到秦府。顾青青到了秦府之后，很顺利就见到了秦无言。秦无言听完顾青青的话，当即一脸诧异地看着他。你说什么？你说那姓楚的是2品大员？难道不是？哼，那个姓楚的不过就是个4品官而已，什么时候成了朝中2品大员了？可是那姓楚的不是当朝尚书吗？尚书左丞而已，4品还是个副的。对了，那姓楚的为何要安排管家来带你去京城？徐夫人，既然你有事需要秦某帮忙，那就最好不要编排一些瞎话来糊弄秦某，要不然我可不确定能不能帮得了你。秦无言这厮果真是个老狐狸，竟然连我心里想什么都能看出来。那楚老头虽然不是个东西，但是他远在京城，和你并不相识，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安排了府上的管家要不远千里将你带回京城去呢？你也知道那个姓楚的不是个东西啊。一个靠女人升官发财的男人能算是什么好东西？那姓楚的为何要安排人来将你接走？顾青青思考了片刻，秦无言是侯爷，他想知道的事儿随便一查就能查出来。思忖了片刻之后，顾青青对跟前的秦无言说了实话。你说那姓徐的是楚府那个老东西的儿子？你还记得我曾向你打听过惠夫人一事吗？其实我相公就是当年惠夫人之子，也是那楚府当年的大公子。顾青青越说，秦无言面上的表情越是吃惊。秦无言如此反应，不由得让顾青青想到当时秦无言在救了他之后，从地上捡到那块玉佩之后的表情。你确定那徐家老三就是那楚老头的儿子？顾青青点了点头。秦无言再次打量着顾青青，他暗忖，顾青青手上那块玉佩和他大哥凤北离手上的是一模一样，而这块玉佩则是当朝王爷才会有的东西。那徐行真要是那个姓楚的老东西的儿子，那他手里又怎会有当朝王爷才会有的玉佩呢？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徐夫人，那楚府管家的事就交给我会帮你解决的。你现在只管安心回去，楚府的事解决以后，我会安排人去回春堂通知你的。梁氏一直在府中焦急地等着顾青青的消息。见顾青青回来，梁氏走上前去：“哎，老三媳妇儿，怎么样了？那姓秦的答应帮忙了吗？”“娘，放心吧，那个姓秦的已经答应了嫂子，说楚府的人他会解决的。娘，既然秦公子答应出手帮忙，那么楚府这件事就算是解决了。”“娘，秦公子让我回来等消息，他说明天早上他就会让楚府的人从镇上离开，还说楚府的人离开之后会让人过来告诉我消息。”果然，第二天一早，那秦无言府上的人就送来消息，说楚府的人已经离开了。楚府的管家一行人离开，梁氏这边算彻底的松了口气。现在楚府的人走了，
梁氏打算再次接着帮徐安准备亲事了。顾青青却单独把梁氏叫到屋里，将身上的玉镯子和玉佩都拿出来。娘，这块玉佩和玉镯子可都是相公的娘亲当年交给你的。老三媳妇儿，这只玉镯子是小姐当年从小就戴在手上的，也是小姐的亲娘留给老三唯一的东西。至于这块玉佩，娘，这块玉佩怎么了？这块玉佩，娘记得是老爷当年死之前突然交给小姐的，还让小姐好好的保管这块玉佩，将来等小公子再大一点，就把这块玉佩交给小公子。所以这块玉佩其实是相公的外祖父当年临终前交给相公的娘亲的。梁氏点点头。顾青青没想到这块玉佩竟然是徐行的外祖父给徐行的娘亲的。到底这块玉佩有什么秘密？为何秦无言在第一次看见他时脸上会是那种表情？很明显他是认识这块玉佩的，不仅认识，好像还知道些什么，要不然绝对不会有那种表情的出现。2天后，秦无言又突然来了回春堂。没想到那姓楚的老头竟然还能生出一个不蠢的儿子出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那姓徐的还没写信回来告诉你吗？顾青青不懂秦无言在说什么。哼，想来那姓徐的应该写的信也快送回来了，等收到那封信你就明白了。秦无言越说顾青青越懵。那姓徐的不是去京城赶考去了吗？难道你已经知道我相公殿试的结果了？难怪那楚老头要特意安排人来将你从京城接回去。那姓徐的可比楚老头另外那几个蠢儿子都有本事多了。秦无言的话说到半截儿就离开了回春堂。那秦无言今天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徐行这次殿试还真是中了探花？顾青青算了算日子，想来应该就是这几天他能收到徐行的信。果然就在那秦无言从回春堂离开2天之后，顾青青就收到了徐行从京城给他写回来的信了。顾青青还以为徐行中的是探花，看完信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是进士及第，中了3甲第1的状元。徐行不是在会试的时候考了第3名吗？吃惊之余，顾青青不由得满是欣喜。迫不及待的，顾青青就忙把这件事告诉了梁氏和二哥他们。老三媳妇儿，你说什么？你说老三他中状元了？娘，我就说三哥这次去肯定能够考中，没想到三哥竟然还真一举夺魁了。太好了，太好了！老三这次能中状元，真是好事，是好事啊！小姐要是知道老三中榜了，肯定也会高兴的。弟妹，恭喜你了。对了，老三媳妇儿，老三说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娘，三弟在信上说他半个月后就会从京城动身回来。想到徐行要从京城回来了，分开这么久，顾青青有些迫不及待想见到他。徐行还没回来，二哥成亲的日子就快到了。虽然苏锦娘的爹娘已经没了，但是在快要成亲的前2天，梁氏还是问了苏锦娘可有什么亲人在，要是有的话就去叫过来。梁氏说完，苏锦娘面上的表情就僵住了。苏姑娘怎么了？没事儿。梁氏看出来苏锦娘面上的表情不对，还以为苏锦娘没有别的亲人，当下也没有再问这个。倒是徐安突然暗暗握住了苏锦娘的手。徐安成亲这天，顾青青也早早的就去了徐家。今天来徐家吃席的客人多，大哥和五弟也都一起帮忙招呼客人。张氏看见顾青青，故意走过去。哎呦，弟妹啊，你倒真是好福气呢，老三这如今可是中了状元，你也要跟着体面起来喽。顾青青看了张氏一眼，懒得搭理他。不过可惜啊，这虽然三弟是中了科举，但是就三弟那副病老鬼的样子，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就怕这官儿啊还没当上
人就先没了。弟妹，你说是吧？大嫂，火相公的病就不劳你挂心了，只不过还请大嫂放心，就算你死了，火相公也会好好的活着。大嫂反倒是你，瞧你这印堂发黑，双眼无光的，一看就是短命样，你说呢？张氏的脸色又再次黑了黑，正要发作，目光却落在顾青青的肚子上。弟妹啊，你这肚子这么圆，就和我当年怀香儿和云儿的时候一模一样呢。看来我们家关哥儿今年又要添一个妹妹了。张氏故意说顾青青腹中怀的是女儿，膈应她。他不知道顾青青是现代人，对他来说生儿生女都一样。顾青青看都没看张氏，直接起身带着魏婶和小顺子一起走了。看着顾青青离开的背影，气得又咒了顾青青几句，咒骂她肚里怀的最好是个赔钱货。徐家村外，秦无言站在一棵大树下，手里拿着刚刚手下人交给他的东西。秦无言在那天顾青青去找过他之后，就安排人查了徐行的身世。秦无言查到那天顾青青对他说的话确实不假，徐行确实是10年前梁氏从楚家救下的惠夫人之子。只是让秦无言想不明白的是，徐行真的要是那个楚老头的儿子，那顾青青手里那块玉佩又是怎么回事？公子，你让小的准备的贺礼，小的已经备下了。去吧，给那徐家人送过去吧。二哥成亲后不久，顾青青也再次收到了徐行的信。徐行这次在信上说，他就在这几天就会回来。这天，苏锦娘和梁氏一道过来，听说徐行就要回来的消息，太好了，等了这么久，老三总算是要回来了。弟妹，三弟这次中了状元，是不是要做官了？说起这个，顾青青也不知道，老三不是这2天就要回来了吗？等老三回来不就知道了吗？娘，你说三哥会不会也弄个县令老爷来当？梁氏嗔笑着。徐行也在2天之后坐着马车回来了。由于徐行在信上写了回来的时间，徐行回来这天，梁氏和二哥他们早早的就在回春堂等着他。徐行站在马车前，几个月不见，他瘦了些，人却还是清俊出尘。老三啊，你终于回来了。嘿嘿，三哥，我就说你这次能高中，果然你就一举夺魁了。三弟，恭喜你了。徐行依次和梁氏他们说过话之后，目光就落在了小媳妇身上。隔了3个月，他总算是又看见了小媳妇儿。再次看见小媳妇儿，徐行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徐行缓缓走到小媳妇儿跟前，用力地把小媳妇儿给整个人抱入怀中。要不是这会儿还有这么多人在，徐行也不会这么快就把怀里的小媳妇儿放开。几个人一起回了回春堂，听说二哥已经成亲了。徐行看见苏锦娘，叫了一声嫂子。梁氏连忙问徐行这次去京城考试的事儿，又问了徐行一些途中的事儿。娘，这次去京城考试，沿途一切都顺利。三哥，你这次高中了状元，皇上可给你安排了官职了？老三啊，不知道皇上给你安排了个什么官职啊？殿试后，皇上就把我安排到翰林院去当差了。翰林院？老三，翰林院不是在京城吗？三哥，这么说你要去京城做官了？徐行嗯了一声。三哥，京城距离这边镇上可不是一般的远呢。你要是去京城做官的话，那岂不是还要再回到京城去？老三，那你何时动身啊？娘，大概半个月后，我就会动身赶去京城。这么着急？皇上的圣旨已经下来了，我要赶在皇上圣旨上写的日子前去京城上任的。那老三，你这次去京城多久才能回来？翰林院当差任职，每月休沐就只有几天。三哥，那岂不是你去京城上任后，也就没有时间再回来了？可能1、2年之内都不能回来了，除非什么？皇上安排我去翰林院当差，只是一个短差，短则1年半载，长则的话2、3年。在翰林院做一段时间后，皇上就会另行安排官职，除非离开翰林院，等皇上另行安排官职。到时候要是皇上安排的官职不在京城的话，兴许会有空回来。那要是皇上不另外给你安排官职，就一直让你在翰林院做事呢？
不会的，每年的殿试前3甲，皇上一般都会先暂时安排翰林院里任职，做一段时间后，皇上都会另行安排。老三啊，你这次去京城，要是2、3年才能回来一次的话，那你媳妇儿怎么办？对呀，三弟，你在京城，那弟妹呢？娘，不瞒你说，我这次回来啊，就是来接青青和我一起去京城的。三弟，可是弟妹现在大着肚子，远去京城，一路舟车劳顿的，这方便吗？是啊，老三，这青青如今肚子这么大，不如还是等她生完之后，你再带着孩子一起去京城吧。娘，二哥，你们放心，这些我都打算妥当了。沿途去京城，我会选择走官道，官道平坦宽阔，还有赶车的人，我也找好了，他赶车平稳，不会颠簸的。老三啊，既然你都已经做好打算了，你这次要是去这么久，把青青接去京城也好，只是你和青青夫妻2个人去了京城，娘和你二哥都不在你们身边，这万一要是梁氏不放心楚家，还单独把徐行叫到外面去说话。听说徐行回来了，还是皇上钦点的状元，沈氏和顾宁秀母女几个人也是替顾青青高兴的。只是听说顾青青要和徐行一起去京城。青青啊，这么说你和女婿都要走了？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青青的。大姐，京城那么远，你和大姐夫要是去了京城，那我们岂不是看不见你们了？大姐，你和大姐夫可不可以不要去京城？七七乖，放心吧，大姐和大姐夫以后还会回来看娘和七七的。青青啊，女婿呢是去京城做官的，这是好事。既然女婿这次回来是接你去京城的，那你就和女婿一起去吧。娘有你的2个妹妹，你不用担心娘。只是要是有时间，你和女婿一定要回来看看娘和你2个妹妹。顾青青点点头。娘，你放心，我会带青青回来看你们的。离开之前，沈氏单独把闺女叫到一边说话。青青，你和女婿这次去京城，娘不在跟前，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再有几个月就要出生了，等孩子生下来，一定写信回来给娘说说啊。顾青青答应着。女婿现在做了官了，你跟女婿到京城之后，你要时刻防备着，别让女婿被别人给勾走了。沈氏离开之后，徐行走过来。娘刚刚和你说什么了呀？说让我防着你些。桌上是徐行备好的礼品，沈氏他们离开之后，徐行也带着东西去了一趟麓山书院。顾青青要跟徐行去京城，那这边的一切还得赶紧先安排好了才行。顾青青和徐行商量之后，决定把药铺关了。不过这个铺面顾青青却不打算卖，除了药铺的事儿，那剩下的就是保和堂的红利的事儿。于是顾青青在这天徐行出去之后，也叫小顺子赶车送他去了一趟保和堂。保和堂的伙计说，秦公子早就没有在药铺做事了，现在来了一位新的管事。那位管事听说是新来几天的。顾青青见这位新管事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又叫小顺子送他去了秦府。正巧顾青青刚到的时候，看见秦无言的马车停在外面，秦无言也看见了顾青青，走到他跟前。哈哈，你来的倒是时候。说吧，你这次来又是找我做什么？顾青青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明来意。这么说，你也要去京城？秦无言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也要去？小爷我这也正是打算启程去京城呢。你去京城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的宁远侯府就在京城。这次我回京城，不是要回侯府，而是我大哥回了京城，我也得回去一趟。你是说凤公子也回了京城？上次差点伤了我大哥性命的人，让他活了这么久。现在既然我大哥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那这笔账也该好好的清算清算了。我大哥的药铺开得遍及天下，不仅这小镇，京城更是有好几10家都是我大哥的药铺。你既然去了京城，
那往后药铺的红利就直接去京城的保和堂去拿就成了。顾青青没想到拿红利的问题就这么容易解决掉了。还有，我大哥现在应该已经到了京城，等我去京城后，我会把这事儿给我大哥说一声，到时候我大哥只要吩咐一句，你就可以去京城的保和堂拿红利了。顾青青谢过了秦无言，保和堂药铺的红利以后去了京城，他就在京城去拿就成。接下来就是咸鸭蛋的红利，顾青青打算将这咸鸭蛋的红利留给她婆母梁氏。她离开京城之后，那咸鸭蛋的红利就让她婆母梁氏每个月去领。还有阳城那边的茶山，她离开之后，那几个茶山顾青青决定让2个管事继续帮她打理着。村里的地顾青青也让婆母梁氏给她看着，还有租金也只能交给她婆母梁氏和二哥他们帮忙收一下。顾青青用了几天做安排，也基本把这边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妥当。这一天，徐行又突然出去了一次。老三媳妇儿啊，老三这是出去干嘛呀？相公没有说。他们都要去京城了，想来徐行也有需要处理的事儿。这一天徐行回来，相公，皇上给你在翰林院到底安排了什么差事？翰林院修撰，这是几品官？从6品。公子夫人，外面有人来拜访，还下了帖子。谁下的帖子？顾青青打开帖子一看，楚府。不见，轰出去。徐行却在这时夺过他手里的拜帖，面上的表情没有什么波动。去把人请进来。相公。徐行却给了顾青青一个安定的眼神。下人将楚府的人请到了课堂，没想到那个楚府的管家竟然又来了。除了楚府的管家，还有一个人，这个人顾青青还是第一次见。奴才见过大公子。大公子，老爷知道这些年对你亏欠太多，这次老爷安排奴才过来，就是来接你和少夫人回府的。大公子，老夫人已经安排小的将接你和少夫人回京城的马车都准备妥了，只要大公子你吩咐，奴才随时恭候着。谁是你们楚府的大公子和少夫人？不是早和你们说了吗？我们跟你们楚府没有任何关系。大公子，老爷这些年并不知道你还活着，要是知道，老爷肯定早就安排小的来接你回府了。大公子，老爷知道，公子你一定对当年那场大火耿耿于怀。老爷说，当年那场大火是意外，他知道后也是很痛心的。是吗？当年谁都没想到会有那场大火，老爷在听说你和惠夫人出事后，就匆匆地赶了回去，可是还是太迟了。这些年老爷一直都很自责，是他没有照顾好你和惠夫人。好在老天有眼，殿试的时候竟然让老爷看见了大公子你，得知大公子你还活着，老爷也很是欣慰。现在老爷呀，就只想让小的将你和少夫人接回府上，好好弥补这些年对公子你的亏欠。大公子，还请你和我们一起回府。只见徐行坐在那儿，面上没什么表情，但是却也没有同意那2人的话。大公子，还请你能随小的一起回府。徐行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终于在半晌之后，回去告诉那姓楚的，到了京城后，我自会去楚府见他。送走了那楚府的2人，顾青青突然见梁氏就站在门口。娘，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梁氏却走到徐行跟前。老三，你当真要去见楚府那个人？娘，这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该去会会那楚家的人了。可是……娘，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自有分寸。老三，那个楚全说你是在殿试的时候才被那个姓楚的给认出来的。殿试的时候朝中官员都在，那姓楚的也在。老三，你的样子长得和小姐太像了，娘当初就担心这个，那个姓楚的要是看见你，他肯定会认出来的。老三啊，那个姓楚的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他绝对不怀好意，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对了，相公，刚刚和那个楚管家一同来的男人，你可认识？那个男人叫楚全，是那个姓楚的心腹。这些年，
那个姓楚的，不管是大小事，全部都交给那个楚全在处理。哼，那个楚全在当年我刚进楚府的时候，就看见他在那个姓楚的身边做事儿。那个姓楚的对那个楚全很信任。那这么说来，那个姓楚的这次是把他的心腹都安排到这边来了。老三，那姓楚的把他的心腹都给安排过来了，你要更加小心才是。相公，你回来的那天，那个楚全是不是就来找过你？老三媳妇儿，你说那个楚全在老三回来的当天就过来找过老三了？顾青青把魏婶的话给梁氏说了一遍。我看那个楚全长得就和魏婶说的一样，就猜测应该是他。老三，是吗？不错，那天来找我的人确实是楚全。老三，那楚全可对你说了什么？他说的话和今天一样。梁氏走后，顾青青也走到徐行的跟前。顾青青什么话都没说，就只是走过去抱住了徐行。怎么了？顾青青没说话。青青，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以前的事儿，顾青青都不想再问了。相公，我们说说去京城的事儿吧。你想说什么呀？翰林院修撰，这个是做什么的？每年殿试的前3甲，皇上都会安排在翰林院做事，而每年的状元，皇上安排的官职一般都是翰林院修撰，就是做掌修实录的。那榜眼和探花呢？他们在翰林院做什么？这次徐行没有再说话，目光却一直看着他。你看什么？徐行在顾青青的耳边说了句话，顾青青顿时脸色大红。那楚府的人在徐行那天见过他们之后不久，就从镇上离开了。相公，你那天见楚府的人，可是就是为了让他们离开？要是不见那二人，那二人肯定不会离开的。那你是如何确定那二人在听了你的话之后就会离开呢？楚全和楚府的管家我已经见过2次了。那姓楚的让这二人来接我回京城，其实是想让这二人带我去见他。既然我那天说了，到了京城后我会去见那姓楚的，楚府的二人自然就会离开。原来如此，现在那楚府的人离开，对顾青青来说也是好事。得知楚府的人离开，除了顾青青，梁氏也松了口气。哎呦，老三，那楚府的人能走就好。要是这楚府的人不走，你和青青去京城，被这二人跟着，娘不放心。娘，就算是那二人跟着也无妨。我现在是皇上钦点的朝廷命官，那二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更何况，那二人这次来的底细，我已经全部都查得一清二楚。什么？老三，你竟然连这些都查清楚了？那楚全这次带过来的人不多，只带了府上的家丁和下人，算上车夫，一共30余人。三哥，这么说，那楚府人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你掌控之中？楚府的人虽然离开，我也安排了人继续盯着。哎，那楚府的人能离开就好。只是老三啊，到了京城之后，那楚府的人诡计多端，防不胜防，你要小心呐。由于顾青青和徐行要赶路去京城，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也给顾青青做了不少的小衣服小鞋子，都给送过来。唉，娘本来是打算等你这孩子出生之前多给他做几身衣服，现在你和女婿就要去京城了，娘做不了那么多，就跟你妹妹一起赶着这几天做了一些小衣服和小鞋子。谢谢娘。哎，你这傻孩子，跟娘还谢什么？青青，你和女婿还有几天动身去京城？娘，还有3-5天左右就会启程出发了。好，那你和女婿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大姐，我还给小侄子做了虎头帽，也在那个包袱里。娘，三妹，我和相公去京城安顿好之后，要是我们不能回来，那我们就安排人把你们也接去京城，到时候你们也来京城住上一段时间，还能逛一逛，你们看如何？好啊，大姐，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镇上，听说京城是天下最繁华的地方，我也想去看一看呢。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还提前了几天启程。沈氏再次叮嘱了顾青青一番，又让她和徐行2个人在路上小心点。娘，
我和相公去京城后，要是你们有什么事，也可以去找我二哥和五弟他们，他们都会帮你们的。弟妹，有我在，伯母的事你就放心吧，二哥会帮你照应好伯母和2个妹子的。嫂子，还有我也会帮你照应伯母他们的。有二哥他们在，顾青青很是放心。老三，你随娘过来一下。徐行看向小媳妇儿，相公，你去吧。老三啊，这些年你一直都叫我娘，娘虽然一开始是把你当成小主子在照顾，但是后来你叫娘的次数越来越多，娘也就早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儿子了。这些年梁氏对徐行的好，徐行也知道，也正是如此，他才会一直叫梁氏娘。老三，娘有的时候也在想，当初一直坚持让你读书，到底是对还是错？要是你没去京城科考，也就不会再和那个姓楚的有任何瓜葛。如今你身上的病已经痊愈了，在这乡下，你和你媳妇儿也能过得安稳富足。可现在你考中状元了，也有了官职，可却再次让那个姓楚的惦记上你。你此去京城，娘一直觉得不踏实。那姓楚的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有那个楚夫人，她可是当朝宰相之女，当初她就能下毒放火烧人。现在她肯定也知道了你还没死的消息，娘怕那个楚夫人啊，怕她会再次对你不利。娘，现在不是10年前了，我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孩子了。可那楚府的权势大，姓楚的又是当朝尚书，楚夫人也是当今宰相之女，得楚家在京城10余年呢，权势更是盘根错节。你们这次去京城，到底是势单力薄呀？更何况那姓楚的几次3番的安排人来接你，他肯定没安好心。娘，就算是那个楚府的人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他们的。10年了，当年那笔血债也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老三，老三，娘知道你想为小姐和她腹中未出世的孩子讨回公道，可那楚府如今在京城的权势，你如何能对抗得了楚家呀？对付楚家的事儿，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不急在这一时。你要真想对付楚家，还是等时机成熟了再出手也不迟。娘，你放心，我是要找那个姓楚的，但是没到时候之前，我不会动的。这边顾青青和沈氏他们说完话，已经在等着徐行了。三弟，时辰不早了，你和弟妹还是赶紧上路吧。马车刚走，徐长福才拖着张氏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哼，都是你，人都走了，咱们还来做什么？哼，还不都是怨你？要是早上就跟娘他们一起过来，哪儿能赶不上啊？行了，没赶上就没赶上，谁稀罕？梁氏看着迟来的徐长福二人，只是皱了皱眉头，没说话。顾青青坐在马车上，由于她怀着孕呢，马车这一路上都不快。虽然顾青青之前出去都是小顺子给她赶车，但这次徐行另外找了赶车的人。不过小顺子这次还是跟着顾青青和徐行一起去京城，除了小顺子，还有魏婶儿，这次也跟着去了。顾青青和徐行坐在中间那辆马车上，魏婶儿和小顺子二人则是坐在后面那辆马车上。马车一直走的是道路宽阔平坦的官道。到了晚上，徐行也基本都安排顾青青和他一起住在客栈，这一路都是很顺利的。只是第5天的时候，顾青青突然在客栈发现了一个眼熟的身影。等等，顾青青叫住了前面不远的男子。五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哎呀，嫂子，好巧啊，你和三哥也住这个客栈。徐行也在这时走了过来。说吧，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在这儿？那个就是哎呀，三哥嫂子，你说巧不巧，你们2人刚离开后，我们镖局也让我们去趟京城给别人押镖。见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都没相信他说的话。好吧，是娘，
娘不放心嫂子你和三哥二人去京城，娘说让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入京城，多一个人也多一个照应。听徐明轩说他已经跟了一路了。徐明轩来了之后，顾青青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外面那些赶车和拉东西的人好像都有点身手。这些人做事儿话不多，除了赶车和拉东西的人，在当天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20个左右人，骑着马一路都跟着。顾青青问徐行，徐行只说去京城路途遥远，一路上有这20几个人沿途护送也更稳妥。既然那些人都是徐行找过来的，顾青青也就没有再多问。这一路赶车去京城都很顺利，很快就快要到京城了。三哥，真的吗？明天真的就可以到京城了？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天黑前应该就能到京城，迟一点的话也就后天一早就能到。听说京城不仅啥都好，就连美人也多。三哥，你之前就来过京城了，是不是京城的美人也比别的地方多呀？不知道。哎呦，三哥，你就别开玩笑了，你不是已经来过京城了吗？又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呀？徐行没有搭理徐明轩，马车却突然停下来。怎么回事？徐公子，那楚府的2个人说要见你。楚府？什么楚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子，那楚府的人还说了，要是你不去见他们，他们就不走了。徐行走出去，留下一脸发懵的顾青青和徐明轩2个人坐在车里。很快，徐行就从外面回来了。三哥，楚府？什么楚府？难不成那楚府的人又找来了？那楚府的人还敢来？看小爷我不去揍得他们满地找牙！徐行说楚府的人没来。没来？三哥，那刚刚是怎么回事？为何那楚府的人说要见你啊？还说要是你不去见他们，他们就不走了。那楚府的人怕我到了京城后不去见那个姓楚的，就找了人过来说要见我。可是那楚府的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就快要到京城了？该不会是那个楚府的人一直安排了人跟踪我们吧？楚府的人倒是没有安排人跟踪我们。楚府的人要是没安排人跟踪我们，那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楚府的人这一路上都被我安排的人盯着，刚刚来传话的也是我安排的人。三哥，那这么说，你安排的人已经被那个楚府的人发现了？这次徐行没有再说话。天黑后，徐行找了一家客栈和大家一起住了下来。他们刚刚在客栈住下，就听五弟徐明轩来说，今天白天那传话的人又来了，还说楚府的人也在这附近的客栈住着。听说楚府的人已经快在这边的客栈住上小半个月了，就是为了等着徐行。这次徐行倒是去见了那楚府的人，不过徐行在客栈陪了小媳妇儿吃过饭之后，又叫来了魏婶陪着小媳妇儿，这才出去。顾青青不放心徐行一个人去见那楚府的人，叫了五弟徐明轩也跟过去。顾青青在客栈里侧躺着，魏婶坐在顾青青的旁边陪着她说话。夫人啊，您这7个月的肚子怎么瞧着竟像是8、9个月的大呢？顾青青也觉得她这肚子是比正常要大些。夫人，您这腹中的孩子该不会是双生子吧？魏婶这样一说，顾青青也愣了一下，难道她腹中怀的还真是双生子不成？徐行和五弟徐明轩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嫂子，你猜那楚府的人为何现在还住在这地方不肯离开吗？不是说是为了等相公去见他们吗？那楚府的人是为了等三哥去见他们，但是嫂子你知道吗？那楚府的人当初竟然是被三哥给送走的。楚府的人现在全都是被三哥的人给看着。当初楚府的人本来是想接了你和三哥2人走才离开的，但是三哥却早先一步安排人将楚府的人全部都控制住了，并且强行一步将楚府的人全都给送走了。嫂子，你今天是没有看见，那楚府的管家还有另外一个老头看见三哥的时候气得脸都黑了。相公，这是怎么回事？当初查到楚府的管家就带了30余人过来，并且还都是楚府的家丁和下人，想将这些人控制住并不难，我就写了一封信去阳城。裴兄知道此事后就安排了一拨人过来，
那楚府的人也全部被裴兄的人给控制住了。所以你就把楚府的人全部都送去了京城？嘿嘿，三哥，那个姓楚的老头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安排过来接你和嫂子的人，反倒是竟被你给反送回了京城。哎，三哥，你怎么会想到反将楚府的人给控制住啊？不将楚府的人送走，始终是个隐患。三哥，你说的不错，那楚府的人呐，这次过来接你和三嫂去京城，绝对是不安好心，没有将你和三嫂接走，指不定那楚府的人还要出什么幺蛾子呢。你先于一步将那楚府的人全部控制住，并一路将这些人都看着，就不怕这些人再出幺蛾子了。嫂子，听说那姓楚的管家和另外一个叫楚全的，这二人都不肯走，但是他们这次来带的人少，被三哥安排的人控制住之后，也由不得这些人答不答应，全都被三哥的人强行送回了京城。一开始呀，那楚家人虽然黑着脸，却也还是都跟着走了。不过听说到了这个地方后，那些人就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再走了，说是要见到三哥后才肯离开。相公，那你今天去见那楚家人，他们现在肯离开了吗？那楚家人明天早上会和我们一起回京城。我们明天要和那楚府的人一起走？明天他们会先走。是，那天楚府的人会先离开，我们到了京城后也会先安顿下来，三哥才会去楚府。你明天当真要一个人去楚府？别担心，那楚府的人现在并不敢对我做什么。话虽这样说，可顾青青依旧不大放心徐行明天去楚府见那个姓楚的。第二天一早，楚府的人就被徐行安排的人先送回了京城。嘿嘿，三哥，你说那姓楚的老头会不会后悔这次就只叫了那几个废物过来接你和嫂子呀？相公，五弟，我们好像已经进到京城了。相公，这京城果然繁华。哦，对了，三哥，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住下呀？五弟，相公说到了京城后，我们住的地方就在翰林院旁边不远。三哥不就是在翰林院任职吗？那要是住在翰林院旁边的话，那正好，三哥去翰林院就方便了。听相公说，那个小院子是他以前的同窗好友曾住过的。这次相公在京任职，那个小院子空着没人住，就让相公暂住一段时间。说到徐行的同窗好友，徐明轩就只记得县令老爷。相公还有一个朋友，现在是三品御史，他当年参加科举，也曾被皇上安排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住在那个院子。后来他做了御史，去了别的地方，那院子就空了下来。这次相公到京任职，听说相公在翰林院做事，就把那个小院子给了相公。徐明轩点了点头。虽然现在他们可以在翰林院附近的那个小院子暂住，不过这次顾青青来京城带了不少银两过来，顾青青打算等在京城这边安顿下来之后，他就另外找个住的地方买下来。马车停下之后，夫人，公子已经到了。安顿下来之后，徐行就去了楚府。这次徐行却没有带上徐明轩，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顾青青不放心。三嫂，放心吧，三哥这次虽然没有带我去楚府，但是却带了那位御史大人安排在他身边的2个人，有那2个人在，是不会有事的。五弟，御史大人什么时候还安排了人在相公身边跟着？三嫂，三哥他没告诉你吗？顾青青面带不解。原来这一路跟着我们随行的那20多个骑马的，全部都是御史大人安排一路护送你和三哥2人进京城的。顾青青又再次一惊，她没想到这一路上跟着他们到京城的那队人马，居然也是徐行那位同窗好友御史大人安排的。嫂子，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御史大人安排的。三哥这次带着一起去楚家的那2个人，还是那队人马中身手最好的2个，有那2人在，不会出岔子的。再说了，三哥现在可是来京城上任的，听三哥说呀，他明天就要去翰林院上任了。三哥现在可是朝廷命官，那楚府的人就算是想要动三哥，那还得顾及着头上的皇上呢。金科状元还没上任就出了事，那还不得引起皇上的注意啊？顾青青觉得五弟徐明轩这话说的有道理。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徐行就从楚家回来了。嘿嘿，嫂子，我就说嘛，三哥肯定会没事儿。你看，三哥这不就是回来啦？相公，
怎么样？那楚府的人都对你说了些什么？那还用问吗？那楚府的人找三哥回去，肯定是想三哥和你一起搬回楚府去住。徐明轩说的不错，那楚府的人今天见徐行，确实是提了让徐行搬回楚府去住的事儿。青青，这个小院是魏兄的，以后我们就在这儿暂住上一段时间。这个小院顾青青在徐行去楚家的时候就已经四处转了转，环境清幽典雅，顾青青觉得挺好，住起来也不错。魏兄，三哥，这么说你说的那位御史大人姓魏？徐行嗯了一声。顾青青问起随他们一路来京城的那队人马。不错，那些人都是魏兄安排的。此次来京路途遥远，沿途时有山贼强盗出没，有魏兄安排的人在，也不怕途中遇见盗贼。难怪这一路他跟着徐行到京城，一切都很顺利。晚上，顾青青靠在徐行的怀里。相公，明日一早你就要去任职了。青青，赶了1个月的路了，这几天呀，你就在家里好好歇一歇，等过几天休沐，我再带你去京城四处逛逛去。徐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翰林院上任去了。顾青青在家里头歇了2天之后也没闲着。顾青青如今腹中的孩子才7个月，距离生产还有3个月左右。现在来了京城，顾青青也打算在京城另外找一个药铺开回春堂。等他将这边铺子的价格全部都打听清楚，他再决定买铺面的事儿。武帝徐明轩到了京城之后，一开始还能在家里头待着，2天之后徐明轩就闲不住了。白天去京城逛了逛，回来徐明轩就看着顾青青道：嘿嘿，三嫂，这京城果然比别的地方繁华热闹呀，不仅商铺多，酒楼大，就连镖局都比别的地方多。我今天在这京城还找了一个差事做呢。可是镖局的差事？我已经同镖局的镖头说好了，明天就去做事。武帝，不知那个镖局在什么地方？嘿嘿，就在三哥做事的那个翰林院附近。对了，名字好像就叫做隆昌镖局。这天早上，徐行和徐明轩2个人刚离开不久，院外就来了一个小丫鬟在敲门。魏婶把门打开。这可是徐翰林之家？你是？怎么办事的？还不快把门打开！这位小姐，抱歉，我家夫人不见外客。不见外客？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知道来人是谁吗？不管是谁，我家夫人一律都不见。果然是小地方来的东西，就连下人都这么没规矩。顾婶，谁在门外？女子再要发作，刚刚还一直在轿内的妇人就走了出来。雪柔，怎么回事？姑母啊，都是这个不懂事的奴才，见了姑母你的轿子还不知道开门迎接。既然他的主子没教过他规矩，侄女就替他的主子好好教教他。听了女子的话，妇人看向魏婶，这时妇人才吃惊地发现，跟前的虽然是个下人，但看着沉稳老练，就连她身边最得力的婆子，怕也是不一定比得过这跟前的人。这是拜帖，劳烦交给你们家夫人看一下。姑母，不过是一个下人而已，你对一个下人如此客气做什么？夫人没说话。顾青青在这时走了过来。贵婶，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外面这几个人说要见你。哦，对了，这是拜帖。顾青青随手打开一看，只见拜帖上赫然写着楚府2个大字。你就是那个姓徐的在乡下娶的女人？果然是从那个穷乡僻壤里出来的，浑身都透着一股穷酸味儿。顾青青却在看完手上的拜帖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楚夫人，来人就是楚夫人。顾青青看着跟前的妇人，这就是当年烧死徐行亲娘的人。你这个女人还杵这儿干什么？没看见我姑母来了，还不赶紧的将我姑母请到屋里去坐？你就是行哥的媳妇儿吧？不知可否愿意请我去屋里头坐一坐？顾青青倒是想看看跟前的这位楚夫人今天特意来找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顾青青并没有请楚夫人进屋，只是让她在院里说话。
跟在楚夫人身边的女子嫌弃地方破旧，进来之后也不做。想来邢根儿已经在你跟前提过我了吧？虽然呢，邢根儿不是本夫人所生的，不过邢根儿既然是我们府上老爷的儿子，那也就是我们楚府的人，楚府大公子的位置也一直都是他的。听说你和邢根儿现在在这个地方住着，这地方还是借别人住的？我看这个院子也太小了些，就连我们楚家下人婆子们住的地方也比这个地方大。邢根儿到底是我们楚家的人，如今你这肚子里还怀着我们楚家的长孙，这样破旧的地方怎么能让你们住呢？住的地方就不劳楚夫人费心了。邢根儿媳妇儿，老爷和我早就已经在楚家给你们夫妻2个人准备了单独的院子，院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就等着你们2个人过去住呢。再说了，这个地方你们也是借别人的，住在别人的地方哪有住在自己家里方便？邢哥不肯回楚府，娘见你是个懂事的，还是想请你好好劝劝邢哥。哼，当年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把虚行他娘骗回府中的吧。楚夫人，你今天过来，要是就只是来说这个的话，那就请回吧。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道我姑母是谁吗？竟敢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要不是我姑父说那个姓徐的考中了状元，还有点用处，你以为……闭嘴，雪柔。姑母，你不是一向最疼雪柔了吗？你竟然为了这个乡下来的女人这样对我。邢哥媳妇儿，柔儿那孩子呢，被我宠坏了，她胡言乱语的，你别放在心上。楚夫人面上笑着，心里却在暗怪萧雪柔多嘴坏事儿。这么说来，楚府几次3番的想接我相公回去，就是因为他考上了状元，还有点用处了。你别听柔儿那个孩子胡说。这要是我相公没考上状元，没了用处，是不是你们楚府的人也就不会几次3番的过来了？哎呦，看你说的，邢哥那孩子可是我们府上的大公子，他既然是我们老爷的血脉，就算是没考中状元，我们老爷也会把他接回府上去的。是吗？柔儿，邢哥可是你的大表哥，不管他如何，那都是你姑父的长子，不仅是你姑父，就是姑母我都不会让楚府的血脉流落在外的。你记住，今天这次就罢了，要是以后你再敢胡言乱语，姑母绝对不饶你。楚夫人沉了脸色，萧雪柔也是吓得身上一抖。顾青青却没空再陪着这2个人演戏了，理了理身上的衣服，站起身来。贵婶，送客。离开的时候，萧雪柔还是一脸的不服气。姑母，那个女人不过是乡下来的，你对她这么客气干什么？还有，就算那个姓徐的中了状元，可是那又如何？不过是个6品小官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姑父的官可比那个姓徐的大多了。再说，祖父可是当朝的宰相，你和姑父用得着去讨好那个女人和那个姓徐的吗？萧雪柔还没看见她姑母越来越黑的脸色。姑母啊，依我看，你和姑父也别去管那个姓徐的和刚刚那个女人了。既然他2人不识好歹，就让他们2人住在那破地方好了，最好一辈子也别回楚府去。闭嘴！不就是个6品小官吗？有什么可稀罕的？哼，6品小官，你瞧不起6品小官是吧？当初你姑父考中的是探花，他在翰林院做事的时候还不到6品。还有你祖父，你祖父虽然现在是官至宰相，但是当年你祖父考科举的时候就是个榜眼。你祖父和你姑父当年做的都是翰林院的7品编修，你祖父和你姑父2个人没有一个考中状元的。那个姓徐的不仅是状元，他现在的官职也比你祖父和你姑父当初在翰林院的官职都大。萧雪柔闭嘴了，没想到那个姓楚的竟然比他祖父当初在翰林院的官职都要大。楚夫人也没有再看他，甩袖而走。听说楚府的人来过。这么说，
那楚家人几次三番的想接三哥回楚府，就是因为三哥考中了状元，让他们觉得有利用的地方。三嫂，你说那楚家人到底想利用三哥做什么呀？对于楚府到底想利用徐行做什么，顾青青也不得而知。但是那楚府既然有所图谋，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绝对还会再来。顾青青猜得不错，楚家人果然第二天又来了。不过今天那楚夫人却并没跟来，来的都是楚家的下人。那楚家下人拿了一堆东西往这儿送，楚府送来的东西顾青青可不敢收，全部都让魏婶叫那些人将东西原路退回去。只是上午顾青青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下午楚府的人又再次把那些东西送到顾青青他们的门口。徐明轩从镖局回来，嫂子，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都在传三哥的身世啊？现在京城都在传这次新科状元原来是楚府多年不见的大公子，听说现在还有不少人纷纷都去了楚府道贺去了。顾青青一听，他还说呢，为何那楚府的人今天送了这么多的东西过来？那楚家的人也真是够卑鄙的，三哥和你都不同意回那个楚家，那个楚家竟然下作无耻的用这样的阴招。虽然徐行不答应回楚府，但是楚家人却把徐行的身世散布出来，弄得全京城的人都人尽皆知。这样不管徐行承不承认，那京城的人也都知道了，徐行原来是楚府的大公子。顾青青也没想到楚府居然会用这一招，确实是够卑鄙的。嫂子，我现在就把门口的人全部都打走。虎弟回来，今天楚府来的人多，虽然你身手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哎呀，吴公子啊，夫人说的不错，那楚府今天带过来的人多，你一个人出去会吃亏的。哎呀，那这要怎么办？难道就让楚府的人一直在门口堵着？这事儿还是等徐大人回来再做商议吧。目前来看也只能先这样了。天黑后徐行终于回来了。三哥，你终于回来了，外面的楚府的人你说怎么办呀？吴弟，那楚府的人已经离开了。已经走了？徐行点头。那楚府的那些东西呢？楚家的人都拿回去了。三哥，你是如何让那些人都离开的？那些东西楚府的人今后都不会再送来了。相公，虽然东西他们全都拿走了，但却将你的身世散布的人尽皆知，现在京城的人都传得沸沸扬扬。三哥，那楚府的人还真是够卑鄙的，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你的身世，你说这可怎么办呀？那又如何？徐行的身世在京城现在传得沸沸扬扬。这天一早，魏婶就说有人来找他，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秦无言。你怎么来了？听说现在京城的姑娘都想嫁给那个姓徐的，我来看看那个姓徐的有没有另找新欢，不要你了。哼哼，怎么样，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当我秦无言的第18房小妾的事儿？哎呀，要是你被那个姓徐的给抛弃了，小爷我也不会嫌弃你是个二手的。虽然你是个二手的，但是小爷我也不干净。这些年小爷我有过的女人，小爷我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楚了。这样说，我们两个倒也还算是般配啊。顾青青嘴角抽了抽，没想到秦无言竟然还能这样说他自己。不过顾青青对秦无言嘴里一口一句说他是个二手货，听着很不舒服。当下顾青青转身就走。哎，别走啊，小爷我今天可是给你送银子来的。这个月你怎么没来保和堂拿红利啊？说到红利的事儿，顾青青倒是给忙忘了。这次小爷我亲自把红利给你送来了，下次你就自己去拿吧。顾青青接过秦无言给他的银票看了看。我大哥已经给京城保和堂的各个药铺都吩咐过了，往后保和堂的红利你随便找个保和堂的铺子都可以去拿。对了，听说那个姓楚的老头最近一直都在讨好京城的武平侯，那武平侯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那姓楚的
将那姓徐的身世散布的全京城，人人都知。那武平侯府，你们最好也防着一点。武平侯府，顾青青才到京城不久，也没听说过武平侯。不过既然那秦无言特意提醒，顾青青还是把这事儿给记下了。回到屋里，这次的红利竟然比他前几次拿的红利都多，足足将近有4000两的银子。怎么有这么多？徐行回来，顾青青就询问了武平侯府的事儿。相公，你可听说过京城的武平侯？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我听说那楚府现在和武平侯府走得挺近的，所以就随口问问。听谁说的？就是听京城的人说的。那武平侯原本是边关的元猛将，由于骁勇善战，多次立功，后来也就被皇上封了侯位。相公，那武平侯要是就只是一个侯爷的话，那楚府应该不会如此卖力的讨好他吧？那武平侯除了是个侯爷，他的长女还是皇上的宠妃陈贵妃，另外武平侯的大儿子现在也是皇上亲封的威猛大将军。女儿是皇上的宠妃，儿子还是当朝大将军，也难怪那个楚府要费尽心力的讨好那个武平侯了。相公，这么说你也已经知道那个楚府和武平侯府走得近的消息了？徐行嗯了一声。现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楚府认回了多年不见的大公子，还要大摆宴席庆贺。三哥，嫂子，那楚府简直是厚颜无耻。楚府的席面一半，那京中的人更是认定三哥就是楚府的人了。相公，那楚府的人广发帖子宴请宾客，就那么肯定你一定会回楚府？对啊，三哥，那楚府将大摆宴席的事传得京城人尽皆知，要是你到时候不回楚府去，那楚府怎么办？可楚府既然已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就肯定已经想好了对策，要不然绝不可能大肆宣扬。三哥，这事儿你觉得呢？你是怎么看的？或许那楚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让我回去。那楚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楚府的人，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这2天就应该会来找我。果然，徐行猜得不错。第2天下午，楚府的人就来了。这次来的人是楚老爷，也就是徐行的亲爹，身上还穿着官服呢。他身后跟着下人，带着几盒礼品，示意身边的人把礼盒送过去。顾青青没收下楚老爷送过来的礼品，楚老爷倒是不强求。你是邢哥儿的夫人，虽然不是我们楚府明媒正娶，但是却也有了邢哥儿的孩子，也算是我们楚府的人了。这姓楚的言辞之间，都只是说顾青青算是楚府的人，却不算是楚府明媒正娶的。邢哥儿虽然这次是考中了状元，可到底根基浅薄。这次楚府设宴来的都是京中权贵，邢哥儿到时候随便结交1、2，将来的仕途都会好走不少。你是邢哥儿的妻子，难道不想将来邢哥儿的仕途顺畅吗？我的仕途就不劳楚大人你费心了。邢儿，爹知道你还在为当年的事对爹有所怨恨，但是你娘那件事是意外，这些年爹也一直很是自责。你我2人到底是父子，你也始终是我的儿子啊。咱们父子之间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的吗？这次爹宴请了京中那些权贵，也是为了你的仕途着想。就算你怨恨爹，也不能跟自己的仕途过不去，你说是吧？我的仕途？不错，星儿，只要你那天回楚府，爹就带你去认识这京城中的权贵。你知道吗？那天不仅京城的不少达官显贵会来，就连现在朝中炙手可热的武平侯府那位老侯爷也会过来。你只要是认识了这些人，你的仕途也会比一般的人顺畅得多。指不定那位武平侯在皇上跟前会替你多美言上几句，皇上就让你离开翰林院，给你另外升迁安排官职了。
你也不想一直在那翰林院耗着吧？所以当年楚大人就是为了这个就抛妻弃子的。徐某多谢楚大人的好意，只是楚大人做的那等抛妻弃子之事，徐某倒是做不出来。行儿，爹当年是对不起你娘，你要是不想结交那些权贵也行，爹这次楚府设置宴席，还是为了向京城的众人介绍你的身份。你终归是我楚怀胜的儿子，还是要认祖归宗的。到了那天后，爹会安排人过来接你回府。楚大人，你想要我那天回楚府也不是不可以，不过除非你答应我2个条件。说吧，你到底有什么条件？只要你说出来，爹都答应你。第一，你要当着京城中众人的面承认我娘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那位后来的楚夫人不过是你后来纳的妾。楚怀胜面上一僵。第二，我也不是楚府的大公子，而是楚府的嫡出。楚怀胜面上又再次僵硬了几分。楚大人，要是你敢答应我这2个条件，那我就可以在当天回到楚府；要是你不敢答应，那就请回吧。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只见姓楚的盛怒而起，也没有再对徐行说一句话。楚怀胜当即黑着脸甩袖离去。徐明轩听说了今天白天的事儿，嫂子，这么说今天那个姓楚的被三哥气得不轻了？何止是气得不轻啊，那楚怀胜离开的时候，一张老脸已经是黑的不能再黑了。嫂子，那姓楚的现在应该不会再来请三哥回去了吧？姓楚的会不会再来请徐行，顾青青不知道，但是今天那个姓楚的确实是被徐行给气得不轻。嘿嘿，三哥，你说那个姓楚的回去还会继续宴请当朝权贵去楚家吃宴席吗？如今楚府已经大张旗鼓地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那席宴就肯定不会取消。买好了铺面，时辰还早。夫人，我听说这京城的布料可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夫人您长得这么美，不如去布庄挑2块料子吧，做2身衣服来穿穿。顾青青的肚子最近是越发的大了，身上的衣服现在穿着也略微有点紧。顾青青决定就和魏婶去这京城的布庄去逛逛。来到一家看起来并不小的布庄，烟云坊。顾青青看了一眼布庄的名字，带着魏婶一起走进去。顾青青进去之后，虽然她身上的配饰不多，但是管事的还是看出来顾青青身上的衣服料子也是不差的，知道来的这位应该也不是没钱的主。管事是个有眼力劲儿的，顾青青来了之后忙笑着上前打招呼。顾青青挑了几匹料子，掌柜的，这块料子我看中了，多少钱啊？顾青青抬头去看跟前的女人，萧雪柔一脸不屑地看着顾青青。老板，这匹料子可是我先看上的，既然是我先看上的，那怎么也得讲一个先来后到吧。萧小姐，这匹料子是刚刚这位夫人先看上的，要不你……我今天就要他手里这匹布料了，说吧，这匹料子多少银子？我现在就买下来。这……你个乡下来的女人，你有银子吗？看你一脸的穷酸样，这么贵的料子你买得起吗你？这可是我们家夫人先看上的，这匹料子我们夫人要了。管事的，这张银票够吗？哎，够了够了。掌柜的收了银子，而那魏婶也不给萧雪柔来抢料子的机会，眼看着布料就这样被顾青青给买走了，萧雪柔被气得不轻。除了刚刚这匹布料，顾青青还把另外几匹之前选中的布料一起买了。萧雪柔气得干瞪眼睛，顾青青可没空管那个萧雪柔怎么样，买好布料付了银子，直接带着魏婶走。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从马车上下来的秦无言。顾青青还以为秦无言来这儿也是买布料的。徐夫人，你不知道吗？这京城的烟云坊都是小爷我开的。
顾青青没想到这家布庄竟然是秦无言手下的。秦无言看了一眼魏婶手上的料子，呵呵，我那儿有几匹上好的料子，可比你买下的这些好多了。这样吧，改天小爷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不用了，就这几匹料子就够了。秦无言没有再说话，顾青青却有一件事情想向秦无言打听一下。于是顾青青带着魏婶一道和秦无言一起去了对面的茶楼坐下说话。那楚夫人的年纪看起来跟楚大人差不多大，当年楚大人中了科举之后都快30了，难道那楚夫人也是28、9才成亲的？错了，那楚夫人可不是28、9成亲的。那这是怎么回事？那楚夫人才18岁，那年就成了亲，还是嫁给了这京城中严太傅之子。后来呢？后来那楚夫人嫁给那严公子，不仅多年无所出，还在6年后成了寡妇。顾青青目瞪口呆，她怎么都想不到那楚夫人竟然之前还嫁过一次人。楚夫人成了寡妇后，就被那个萧丞相给接回了府上。京城一直流传那个楚夫人克夫，这京城的人都怕死，也就没人再敢去萧家求娶。刚好那年那个姓楚的考中了探花，那萧丞相的女儿克夫又无所出，京城的人都没人敢娶，这也就便宜了那个姓楚的，攀上了萧丞相家这根高枝儿。原来徐行那个渣爹竟然是这样娶到的楚夫人。从茶楼离开，秦无言还留在茶楼没出来。顾青青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刚刚和秦无言喝茶的这家茶楼竟然也是秦无言开的。没想到这个秦无言在京城做的生意倒是挺广的，布庄茶楼都有，不知道还有什么生意是他不做的。小爷我做的生意多了，胭脂铺子、赌坊，还有什么？徐夫人，你又不是我秦无言的女人，问那么清楚做什么？徐明轩坐在顾青青对面。所以那楚夫人按理说是丞相之女，本来是很好嫁的，但是克夫又无所出，这才在京城中无人敢娶，最后砸到了姓楚的手里。二人正说着话，就见徐行从外面回来了。顾青青和徐明轩看见徐行进来，都闭了嘴。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嘿嘿，三哥，我和嫂子正在说写信的事呢。是啊，相公，我们现在已在京城安顿下来，我和五弟正商量着让你写一封信回去，寄给娘和二哥他们。徐明轩已经麻溜的把纸和笔帮徐行铺好，顾青青则是在旁边提着袖子帮徐行研墨。嘿嘿，三哥，你写的字可真好看啊。五弟，你可有什么要和爹娘说的？我倒是没啥要说的，不过娘既然让我过来照应你和嫂子，你就让娘放心吧，我会照应好你和嫂子的。哦对了，让娘和爹他老人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相公，这样吧，也顺便给我娘和三妹他们写一封信回去。徐行点点头。写好了信，徐明轩一溜烟地跑出去。徐行则是倒了一杯茶来喝，又问了铺面上的事儿。相公，你看，这就是房契。徐行看了一眼，铺子现在已经买好了，改天我就找几个人帮忙去把铺子打扫出来。打扫铺子的人我已经帮你找了几个，明天那几个人就会去铺子上去帮忙了。顾青青诧异了一下，没想到徐行竟然提前已经帮他把这事儿都给办好了，那他明天就带着魏婶去镇上买东西好了。带上魏婶和小顺子一起坐车出门，顾青青将大家的东西都买好了，就剩下二嫂和三妹两个人的东西。顾青青打算去给二嫂和三妹买个簪子或者是耳坠子。找到一家首饰铺子，顾青青和魏婶两个人一起走进去。她挑选了一阵儿，最后给她二嫂和三妹一个人挑选了一对耳坠子和簪子。选好了后，魏婶在旁边拿了一只珠钗递到顾青青跟前。夫人，您戴这只珠钗肯定好看。哈哈，大娘好眼力，这只珠钗可是我们铺子中的上品，本店独此一只，昨天晚上刚进来的新货呢，今天早上才刚刚拿出来的。
顾青青把这只珠钗拿到手上瞧了瞧，虽然这只珠钗的做工精巧，样式确实也不差，可顾青青却不大喜欢这只珠钗。掌柜的，这只珠钗我要了。顾青青回头，当看清楚身后的人是谁的时候，不由得暗忖，这么大的一个京城，没想到昨天碰见那个萧雪柔就算了，今天来替他嫂子和三妹选个簪子都能碰见他。他手里那只珠钗多少银子？20两。那好，你去把他手里的那只珠钗给我拿过来，本小姐我给你双倍的价钱。这怎么，给你双倍的价钱还不够吗？那我就给你100两，只要你把那个女人手里的珠钗给我拿过来，本小姐就给你100两。看清楚了，这可是一张100两的银票，只要你现在去把那个女人手上的珠钗给我抢过来，那这张银票就是你的了。这位夫人，本店还有别的不少样式不错的珠钗，不如你再另外去挑选别的。萧雪柔也在这时一脸得意地看着顾青青。掌柜的，他给你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我出110两，120两，150两，160两，170两。顾青青却在这时淡淡的一笑，把手中的这只珠钗扔到了掌柜的跟前。行了，掌柜的，这只簪子就给那位小姐吧。萧雪柔瞪大了眼睛，当掌柜的把顾青青手里的那只珠钗拿到她跟前的时候，萧雪柔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上当了呀。没了，就这100两。哎，姑娘，你怎么能这样耍赖呢？你这只珠钗就只值20两，我给你100两，你就已经赚了。就100两，你爱卖不卖？不卖我还不买了。这掌柜的下意识地看了顾青青一眼，见顾青青并没有再买下这只珠钗的意思，于是收下刚刚那个萧雪柔给他的100两，也没有再说什么。100两就买了这么一只破钗子。这边顾青青在这时让掌柜的帮他把之前他给他二嫂和三妹挑选的簪子和耳坠子分别包了起来。刚走出首饰铺子，顾青青还没上马车。站住！怎么，萧小姐有事吗？你这个乡下女人，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故意的？我什么是故意的呀？萧姑娘，刚刚我手里的珠钗都被萧姑娘你抢去，要说故意，那也该是萧姑娘你故意吧。你这个乡下女人，你少在这儿给本小姐装蒜，别以为你嫁了那个姓徐的就有多了不起。我告诉你，那个乡下姓徐的不过是……萧雪柔口中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就整个人愣住了。相公，徐行本来就长得清俊出尘，一袭官服的他身上更是多了几分内敛和沉稳。萧雪柔愣愣地看着跟前的徐行，她还是第一次看见长得如此好看的男人。相公，你怎么在这儿？翰林院那边有些事需要我出来处理一下。大表哥。萧雪柔怔怔地看着徐行，徐行还没说话，萧雪柔旁边的姑娘就看着徐行问了出来：你就是那个姓徐的？女子上下将徐行打量了一眼。难怪我。只不过女子口中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从身后来找她的一位嬷嬷给叫走了。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竟然在这儿，快随老奴回府一趟。女子走了，留下萧雪柔一个人还站在原地。徐行没有再看她一眼，直接就带着顾青青走了。听说顾青青今天出来是给梁氏他们买东西的。累不累啊？有魏婶和小顺子在，东西都是他们帮我拿的。顾青青想到那萧雪柔之前没说完的话。相公，刚刚那位萧姑娘正要说到关键处，你就过来了。萧雪柔说徐行不过是……后面的话萧雪柔没说完。要是当时那个萧雪柔说完了，说不定就能知道楚府这次到底打什么主意。由于徐行翰林院的差事还没忙完，还要赶回翰林院去做事儿，于是徐行在送了小媳妇回家之后，又再次去了翰林院。徐行走后不久，
接着就有人送了几匹料子过来。那天秦无言说过之后，顾青青就给忘了。没想到秦无言今天还真就让人给他送了几匹料子过来。虽然眼睛看着秦无言送过来的料子，他脑中却在考虑着另外一件事儿，那就是今天出现在那个萧雪柔身边的女子。那女子当时也看着徐行，说了半句话。到底那女子口中的话又是什么意思？那个女子是和萧雪柔一起进首饰铺子的，既然能和萧雪柔走得这么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来今天那个说话的女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收下秦无言送来的布料，他也不能白拿秦无言的东西嘛。于是顾青青打算去把这几匹布料的银子拿给秦无言，就当是他买下来的。听秦无言说过他的府邸在京城，打听到是南宁侯府。顾青青从身上拿了一块玉牌出来，顾青青拿着这块玉牌很是顺利就见到了秦无言。只不过听明白了顾青青的来意之后，不过是几匹布料罢了，小爷给你，你便收着。顾青青知道秦无言不会要他银子，所以一早就做好准备。接着，你这是什么？药丸子，可解百毒。这药丸当真能解百毒？就算是不能解百毒，不过这世上大部分的毒，这东西都能解。多谢你的好东西，那小爷我就收下了。顾青青偷笑着离开。只是他还没走多远，就听见了秦无言从身后传出来的骂人声。瓷瓶里不是药丸子，而是银票。顾青青没想到，他刚从宁远侯府回去，那楚府的人竟然又送了帖子过来，竟然是明天楚府宴请京中权贵的日子。难怪那个楚府在今天又送帖子过来。楚府送帖子，徐行没看。第二天徐行也没去楚府，还是如往常一样吃了早饭之后就直接去翰林院做事儿。这边徐行刚穿好官服出门，徐明轩嘴上也叼着一个馒头，匆匆忙忙去了镖局做事儿。顾青青也没闲着，找了小顺子去码头那边帮他打听一下有没有宁家的药材，让小顺子带一封信过去。回来的时候，小顺子又带了一封信回来，信上的宁家人说还是按照以前的价格给顾青青提供药材，另外顾青青什么时候要，只需要再叫人过去说一声。面上一喜，药材的事儿也算是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找伙计和药铺大夫的事儿了。只需要找齐了，他的回春堂就又可以再次开张了。徐明轩今天从镖局回来的早。嫂子，三哥今天没有回去，你说那楚府的人今天会怎么办？五弟，那楚府的人既然知道相公不会去，还大办席面，肯定早就做好了打算。嫂子，这么说，那楚府还真的和三哥之前说的一样，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让三哥回去。顾青青没有说话，他也在思考那楚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几天后，顾青青就听见京城的人都在传楚府认回了多年不见的大公子。京城的人还都说楚老爷有福气，不仅认回了多年不见的儿子，儿子还是今年的新科状元。不过同时也听说楚家办席面的当天，府上的大公子因为忙着翰林院的差事走不开，就没回去。三哥，嫂子，那个楚府还真的是够卑鄙的，被那个楚府这么一弄，现在不管三哥承不承认，可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三哥就是楚府大公子的事实。是的，当初楚府没有大办席面之前，这件事就只是传闻，楚府弄了这么一出，那这件事就被楚府给坐实了。不得不说，楚府这一招确实是够阴的。徐行的身份被那个楚府的人坐实之后，这件事儿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这次事情之后，顾青青发现徐行好像比之前更忙了。前2天顾青青还叫魏婶温着饭等着徐行回来一起吃，这天徐行回来就对小媳妇说，要小媳妇以后吃饭都和五弟徐明轩2个人先吃，不必再等着他回来。相公，翰林院的差事很忙吗？这段时间可能会忙一点，以后晚饭都不必再等我了。徐行说他忙，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这天徐行更是一夜未归，顾青青不免担心起来。翰林院的差事按理说是闲差，徐行怎么会看起来比当今皇上还要忙的样子？嫂子，三哥怎么最近好像很忙的样子啊？相公昨晚上一夜都没回来。嫂子，你说什么？你说三哥他昨晚上一夜都没有回来？今天早上醒来，我才发现相公昨晚上一夜都不曾回来。之前徐行就算是回来的晚一些，但是不管多晚，徐行还是每天都会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徐行一夜未归。嫂子，一夜未归？三哥他难道昨天晚上一晚上都在翰林院？顾青青也不知道，二人正说着话呢，突然就见徐行从外面走了进来。相公，你回来了。三哥，你昨天晚上去哪了？怎么一晚上都没有回来？徐行一脸的疲惫，一夜未归的他回来倒头就睡着了。顾青青见徐行风尘仆仆的样子，昨天晚上一夜没有回来的他，好像是去了什么地方，又连夜赶回来的。不过这会儿徐行在睡觉，顾青青也没有去打扰他。想到昨天晚上徐行一夜都没回来，肯定也没吃过东西呢。于是顾青青又吩咐卫婶备好东西，一会儿等徐行睡醒了就可以吃了。顾青青还没等到徐行睡醒，想不到竟然看见凤北离了。这还是顾青青到了京城之后第一次看见凤北离。听说秦无言受了重伤，顾青青更是吃惊。不是上次和秦无言见面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受了重伤了？不过这下顾青青也不敢再耽搁，忙带上几瓶药丸，匆忙地跟着凤北离救人去了。顾青青见到秦无言的时候，秦无言正躺在榻上昏迷不醒，他的腹部和后背各中了一刀，血已经被止住了，但是人却昏迷不醒。顾青青简单地给秦无言检查了一遍。顾青青发现秦无言的这个伤口虽然血是暂时止住了，但还是需要缝一下才行，不然他的伤口太大，不缝一下肯定还会容易再次裂开。按理说是要准备麻沸散的，可是这个地方并没有麻沸散，再加上秦无言现在反正也是昏迷不醒，顾青青也就直接给秦无言缝制伤口了。顾青青全神贯注地缝制伤口，突然听见梦哼了一声，秦无言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你的伤口太大，为了以防你的伤口再次裂开，我现在需要用针线帮你缝一下。秦无言看着顾青青，淡淡地嗯了一声。要不我等下人送了麻沸散过来再给你缝合。继续吧。当真继续？哪那么多废话，小爷让你继续你就继续。这人都已经身受重伤了，还这么嚣张。于是顾青青也就没有再客气，当下拿起银针，又继续穿过了秦无言的伤口处，开始给他缝制。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他给秦无言缝制伤口，秦无言是全程哼都没有哼一声，这可是生缝啊。哼，这点小伤算什么？当年小爷我可是从乱葬岗里面爬起来，这才捡回的一条命。秦无言当年的事儿他也略有耳闻，当下顾青青也不敢再耽搁。秦无言这下却看着顾青青，看着看着，秦无言又骂了起来，骂顾青青眼瞎。你说你这个女人怎么就便宜了那个姓徐的？小爷我不比那个姓徐的长得好看吗？放着小爷的第18方小妾不做，你要跟那个姓徐的？那个姓徐的不过是捷足先登了，要是小爷我先认识你，还有那个姓徐的什么事儿？现在你早便是小爷我的。哎呦！顾青青手上故意用力，疼得秦无言龇牙咧嘴，让他轻点儿。你不是不怕疼吗？刚刚缝针也没见你叫，现在包扎个布条，你叫什么？秦无言被顾青青噎了一句之后，也终于老实了。喝下去。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试出来你有没有中毒。听了顾青青的话之后，秦无言二话没说，立刻仰头将瓶子中的药喝了下去。随即顾青青用银针刺破了秦无言的手指，取了几滴血出来。看来那个伤你的人，他的刀上没毒。确定了秦无言的伤没事儿，顾青青也从秦府离开了。从秦无言的府上回去，
徐行也已经醒了，这会儿正在用饭。那姓秦的如何了？命算是保住了，伤的虽然不轻，不过都是外伤。徐行淡淡的嗯了一声。相公，你不生气？那个姓秦的救过你的命，不过既然他的命已经保住了，以后你也不必再去管了。对了，相公，你今天还要去翰林院吗？今天休沐，不用再去翰林院了。相公，你昨晚上去哪儿了？怎么一夜都没有回来？昨天晚上临时有事，我去了一趟临安镇。临安镇？那是哪儿？啊，是京城郊外的一个小镇。顾青青要再问，却被徐行岔开了话题。2天后，京城都在传，当今皇上宠妃陈贵妃的兄长威猛大将军遇刺重伤。现在全京城都在搜捕刺客，不过顾青青却发现，那威猛大将军遇刺那天，竟然也是秦无言受伤的那天。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难不成……顾青青正猜测着，凤北离府上就来人了。这次来的人不是凤北离，而是一位看起来冰冷肃杀的冰美人。她一来就让顾青青将小偏厅的人都叫了出去。徐夫人，主上吩咐，秦公子那天受伤的事，还望徐夫人保密，不要对任何人透露一个字。顾青青下意识点头，女子也在传完话之后，顷刻间就在顾青青跟前消失了。顾青青想不到那女子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现在满京城都在捉拿伤人的刺客，秦无言受伤的事当初他只给徐行和魏婶说过，顾青青特意把魏婶叫到跟前嘱咐了一番，让魏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儿。夫人，您就放心吧，婶子这心里有数呢。魏婶跟在顾青青身边这么久，顾青青也信得过她。至于徐行，顾青青也在当天晚上徐行回来的时候对他提了。相公，现在全京城都在搜捕刺客，我去南宁侯府治过伤的事，你也别对任何人提起。青青，以后离那个姓秦的远一点。过了2天，顾青青又听说那位威猛大将军伤得太重，全京城的御医都束手无策，现在正在全天下重金遍寻神医。嫂子，听说谁要是能治好那个威猛大将军的病啊，就会赏金1万两黄金。你医术那么高，不如你也试试啊。顾青青却在这时不由得想到了秦无言。当初三哥身上的病你都能给三哥治好，说不定那个什么威猛大将军的病，嫂子你也能治好。这要是治好，那可就是黄金1万两啊。也就在这天，秦府突然来人说秦无言的伤势加重，命在旦夕，让顾青青赶紧去看一下。顾青青去了秦府，没想到却发现秦无言正躺在床上吃着东西呢。不是说你伤情加重，病入膏肓了吗？小爷要是不这么说，你会来吗？你可听说了那个武平侯的儿子重伤之事？你身上的伤和这事儿有关？要不是那个孙子搞暗中偷袭，就凭他那2下子能伤得了我？不过说到底这事还是小爷我赚了，我不过是受了点皮外伤，那个孙子怕是小命都保不住了。能让皇上都张贴告示遍寻天下神医，看来秦无言口中的那个孙子还真的确实是伤得不轻，要不然也不会就连京城中的御医都对那位威猛大将军的伤束手无策。你该不会打算去给那个孙子治病吧？有1万两黄金赚，我为什么不去？听了顾青青的话，秦无言明显要骂他，叫来了下人。秦无言给了一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黄金1万两，只要你不去给那个孙子治病，这黄金1万两就是你的了。顾青青诧异地看着手中的银票，没想到那个秦无言还真给了1万两黄金给他。要是你敢去给那个孙子治病，小爷我就掐断你的脖子。所以你今天特意叫人把我骗过来，就是为了叫我不要去给那个武平侯的儿子治伤？你不是会做生意吗？给那个孙子治病，没准治不好，他腿一蹬，眼睛一闭，你一个童子也没有。答应小爷我的条件，你就可以坐收渔利，白得1万两黄金。你说哪个划算？顾青青从秦无言的府上离开，最后没有收下秦无言给他的1万两黄金。
顾青青回来之后不久，秦无言府上就送过来一个盒子。顾青青把盒子打开，盒子里面居然是一对鎏金镂空的金镯子，下面还有一张纸条。顾青青将下面的纸条拿出来，只见纸条上面写着：不要那黄金万两，那这对镯子就收下吧。另外，要是敢去给那个孙子治伤，小爷我就拧断你的脖子。想到秦无言威胁他当时的样子，顾青青丝毫不怀疑，他要是真的去给那个武平侯的儿子治病，秦无言怕是真的能把他的脖子给拧了。打量着盒子里的金镯子，顾青青不由得想到了当初秦无言来京城前对他说的话。难不成当年伤了凤北离的人就是那个武安侯的儿子？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位武安侯的儿子就算他爹是侯爷，他妹妹是皇上的宠妃，可凤北离不管怎么说也是当朝王爷，他一个侯爷的儿子竟然敢跑去刺杀一个王爷，这种事知道多了，怕是对他没任何好处，说不定还会给他招来祸患。魏婶儿出去买菜回来，哎，夫人啊，这现在京城满大街都是搜查的官兵呢，听说为了捉拿刺伤威猛大将军的凶手，京城的城门都已经封了。什么？京城都封了？魏婶点点头。徐明轩从镖局回来，嫂子，我今天听镖局的人说，那天和那位威猛大将军一起受伤的还有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啊，全都是当场毙命。另外我还听说这件事好像和瑞亲王也扯上了点关系，现在瑞亲王府的人也掺和了进来。瑞亲王？瑞亲王是谁？这徐明轩就不知道了，他就只是在镖局听到一点传闻。如果真是这样，瑞亲王府的人都掺和到其中的话，那此事就更不简单了。对了，三嫂，听说那个姓楚的，他好像也在带着人全城搜捕刺客。姓楚的？你是说……不错，我听镖局的人说，那个姓楚的已经带着人在京城里搜查了好几天了。他不是尚书左丞吗？怎么还管起带人搜捕刺客的事来了？这我就不知道了。顾青青却突然想了起来，对了，上次听秦无言说，那楚府的人现在正在讨好那武安侯府，京城在大肆的搜查刺客，每天街上都是来往的官兵。顾青青的铺面全部打扫收拾了出来，现在就是要找伙计和让人送药材过来了。宁家那边随时可以送药材过来，找伙计这事儿，徐行让顾青青交给他去做。最近几天他叮嘱小媳妇儿，让小媳妇儿尽量不要出门去。这一天徐明轩一回来，就见屋里有2身新衣服，当下诧异的跑到顾青青跟前去问：虎弟，那衣服是我叫魏婶放去你屋子里的。嫂子，这么说那衣服是你帮我做的？除了你的，我还给你三哥也做了新的。知道衣服是顾青青给他做的，徐明轩嘿嘿笑着瞧着挺合身呐。几个人正说着话，徐行就回来了。嫂子，三哥回来了。只见和徐行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男人。那个男的是谁？青青，这是魏兄。哈哈，徐兄弟，这位就是弟妹吧？见过魏大哥。弟妹不必客气，我和徐兄弟是多年的同窗好友。按理说你和徐兄弟初来京城，魏某早该过来拜访才是，只是魏某公务繁忙，前段时间又离开了京城去办事，直到昨天才忙完回来的，这才迟迟没有过来登门拜访。魏宇一个眼神，随即就有2名下人将手中的礼盒捧到了顾青青跟前。弟妹，初次见面我也没有什么准备，这是我家下人备上的一点薄礼。顾青青叫魏婶收下贺礼，又忙叫魏婶去泡茶水。徐行请了魏宇进屋坐。嫂子，这位就是御史大人啊。顾青青点点头。徐行与魏宇2人坐在屋里头谈话。顾青青听他们2个人说的好像是朝中的事情，意外的顾青青竟然还隐约在那位御史大人的口中听见了瑞亲王3个字。难不成那位御史大人认识瑞亲王？不过魏宇只和徐行提了1、2句瑞亲王的事儿，就说别的去了。顾青青挺着大肚子久站不方便，
给徐行和魏宇两个人上了点心，又叫魏婶给他们续满了茶水之后，顾青青就带着魏婶退了出去。突然屋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开门，开门，开门！谁呀？徐明轩说完，屋子的门就被踹开了，再接着就冲进来一群官兵。你们干什么？给我搜！我看谁管。哈哈，原来是翰林院的徐大人，失敬失敬啊！徐大人，小人叫刘武，是在楚大人手下办事的，小的呢也是奉命行事。现在那个伤了武平侯家长公子的人就在这京城中，皇上下令全城搜捕。顾青青诧异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是皇上下令全城搜捕。是吗？他当然是的。徐行的目光扫过门口。徐大人，那个大门是手下的人不懂事儿，你放心啊，小的搜查完，要是这屋里没有可疑之人，小的会给你安排人将门给修好的。你说是皇上让人全城搜查的？你谁啊？本官爷奉命搜查，轮得到你插嘴吗？滚！赶紧给小爷滚一边去，别妨碍小爷办事儿。男人一脸的嚣张。魏宇与身后的两个侍卫随即拿出令牌走上前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史大人，大人，是小的眼拙，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刚才的是还望大人，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小的一般见识啊！滚！大人，可这小的都还没搜查完呢，这小的也是奉命办事，是替皇上做事啊！魏宇面上再次一沉。哎，大人，小的这就离开。徐大人，你这府上的门，小的会立刻安排人来给你修好的。对了，还望徐大人，你可以在楚大人跟前多替小人美言几句啊。男人说完，这才带着手下的人全部离开。呸！一群仗势欺人的狗东西！相公，皇上怎么会突然安排人全城搜查？徐行跟魏宇两个人相互望了一眼，外面闹闹哄哄，再次传过来拍门的声音。徐兄弟，我们一同出去看看去。徐行点头。青青，外面太乱了，你和魏婶儿在家歇着，我和魏兄一起出去看一看。徐行不放心，又嘱咐了魏婶几句，这才和魏宇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夫人，刚刚那群人分明就是一伙强盗嘛，就算是搜查，也不能把别人家的大门给撞坏了吧？徐明轩的声音从外面传过来。可不就是一群强盗吗？虎弟，外面怎么样了？嫂子，快别提了，那些人就是一群强盗。刚刚那群人在旁边胡老爷家里搜查，不仅看见什么拿什么，要不是三哥和魏大人及时赶到，就连胡家小姐都差点被那些人给轻薄了。那相公呢？三哥已经和魏大人一道出去了，好像对魏大人说要去找刑部尚书大人。武弟，那相公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魏婶发现外面闹闹哄哄的声音不见了，还以为是那群人已经搜查完。婶子，那些人已经全部被魏大人给带走了。魏大人将那些人都给带走了？那些人强抢民女，无恶不作，就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魏大人见了之后大怒不已，当即下令把那些人全部抓了起来，随即就带走了。难怪顾青青也觉得外面突然就清静了不少。嫂子，你知道为何皇上今天会突然下令全城挨家挨户搜查贼人吗？为什么？我刚刚出去的时候，听那群官差说，那武平侯的儿子今天醒来过一次。他说他用剑刺伤了贼人的腰腹和后背，只要能够找到受伤之人，就能知道真凶是谁。顾青青心里一惊，暗忖着秦无言不就是后背和腰腹都中了剑伤吗？这天晚上，徐行跟魏大人出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不过徐行叫人过来传话回来，告诉顾青青，让顾青青晚上先睡，不用等他。等到徐行回来，已经是第二天午后。相公，昨天晚上你和魏大人离开后，听说你们一起去找了刑部的尚书大人。昨晚我和魏兄确实去了一趟尚书大人府上。三哥，你昨晚上怎么一晚上都没有回来？那楚府的人和武平侯府的人这几天在京城接着搜查刺客的事情，大肆抢掠，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和魏兄去见了尚书大人后，
尚书大人又让我和魏兄二人去暗中查找了一些证据。相公，所以你昨晚一夜未归，就是和魏大人一起去查那楚府和武平侯的证据去了。徐行点点头。好啊，原来这几天在京城无恶不作的那些人，居然是武平侯府和那楚府手下的人。那这样看来，那位武平侯的儿子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那你们可将证据都查找妥了？三哥，这事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要是需要我，那你就尽管吩咐我去做就好了。不必，五弟，我和魏兄二人已经将那武平侯府和楚府犯下的证据都找齐了。啊，三哥，这种事你昨天居然不把我也叫上？那武平侯府手下的人和楚府手下的人这几天猖狂横行，要找他们犯下的证据并不难。我和魏兄二人已经将找好的证据全部都交给了尚书大人。1天后，徐明轩从外面跑回来。嫂子，京城的那些搜查的官差今天好像少了一些，外面搜查的人也没有之前多了。晚上徐行回来，顾青青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徐行。青青，除了刑部的人，皇上已经让其他的人全部都撤了。姓楚的手下犯了事的人，皇上已经下旨彻查严惩。那武平侯府呢？侯府的人皇上没提。也是啊，那武平侯府可是皇上宠妃的娘家。这天徐明轩一脸吃惊地从镖局回来。三哥，那京城的官差怎么全都不见了？难不成刺客已经找到了？莫非那秦无言真的被抓了？官差虽然都撤了，但是京城的各个城门口皇上却下令严查。现在京城的城门依旧是只能进不能出。那看起来就是还没有找到刺客。就在京城镇上的那些官差撤走的那天，徐行也把药铺的伙计给顾青青找妥了。再次看着回春堂3个字，顾青青心里不由得一阵欣喜。来了京城这么久，终于他的回春堂药铺也快要再次开张了。这天徐行回去，见小媳妇儿一直都在乐。青青，就这么高兴？当然高兴了。青青，药铺的事有我，你现在主要是好好养着身子。你放心吧，累不着我的。再说了，你不是还要忙翰林院的事吗？药铺的事我也会帮你安排好的。顾青青觉得药铺那点小事儿又不费事儿，徐行已经帮了他一部分了，剩下的他可以自己来。这2天顾青青除了去药铺，还把大夫都找好了。回春堂的事儿已经准备就绪，顾青青和徐行商量着选个日子开张。嘿嘿，嫂嫂，那这么说你的药铺就要再次开张了？顾青青点头。这一天顾青青刚到药铺，凤北离的人就匆匆忙忙来找她，跟着凤北离的人去了凤王府。当顾青青看着眼前浑身是血的秦无言的时候，这是怎么回事？他身上的伤口裂开了，本王已经让人给他上药止了血，你现在快帮他看一下。什么？伤口裂开了？好端端的那个秦无言身上的伤口又怎么会裂开？那秦无言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他身上的伤口全部都裂开了？顾青青缝针的动作干净又利落，又在秦无言的伤口上抹上了止血的药，这才用布条把伤口给他再次包扎好，给秦无言把了把脉。现在他的伤口我也给他再次缝好，只是这次他身上流血过多，怕是要昏睡上1天才能醒来。有劳。从凤北离府上离开之后，凤北离没说话，顾青青也没有再多问。为了不引人注目，凤北离安排的马车也只是一辆并不起眼的小马车。凤王府的人明天一早还会叫马车过来接他过去一趟。那秦无言的伤势还没有完全稳住，他明天还要再跑一趟才行。顾青青刚走到家门口，就见一行太监从屋里走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太监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忙扶着肚子往屋里走去。相公，发生什么事了？刚刚那群太监是怎么回事？青青，刚刚来的是传旨太监。传旨太监？夫人，恭喜恭喜，大人升官了。当真？徐行淡淡的嗯了一声。相公，皇上给你升了一个什么官啊？皇上在圣旨说让我去大理寺做事。大理寺？大理寺丞？这是做什么的？这是大理寺卿的府官，
主管刑狱之事。那你多久去大理寺上任呢？我这几天先把翰林院的事安排妥，就会去大理寺那边上任了。三哥，这么说，你现在就是五品官了？这才来京城不久，徐行就升了一品。徐明轩比谁都高兴，还说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和他三哥喝上一杯，庆贺庆贺。徐行升迁的事儿也很快就传到了楚夫人的耳中。什么？你说那个姓徐的升官了？这徐行才在翰林院待了多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升官了？当初就算是他爹在翰林院，也是做了1年皇上才下旨给他升的官的。那个姓徐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离开翰林院了？昨天凤王府的人说今天会安排人过来接他，果然早上一早凤王府就安排了人过来，跟着凤王府的人上了马车。今天的秦无言已经从昏睡中醒了过来。听我大哥说，昨天是你帮我缝合了伤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为何我已经给你缝合的伤口会全都裂开？那武平侯府的人怀疑是我大哥伤了那个孙子的刺客，那天弄了个连夜全城搜查，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去搜查我大哥的府上。那是不是那武平侯早就猜到了这次的事情可能是你大哥做的？那帮孙子哪有这等本事？他们要是没有猜到，为何会想去搜查你大哥的府上？我和我大哥做事儿从来都是干净利落，武平侯府那帮孙子就算是想破脑袋也猜不到我和我大哥的头上。武平侯府那帮孙子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谁人做的，后来那个孙子中途醒来过一次，也不知道那个孙子说了什么，就被瑞亲王府的人怀疑到了我大哥的头上。那孙子醒来的时候说他在刺客的身上刺了2刀，只要找到身上有伤的人就能找出那天的刺客。可我大哥是王爷，那些人想搜到王府并不容易，于是武平侯那个老头就和他女儿陈妃娘娘在皇上跟前想了这么一出，弄了一个全城搜查，其目的就是为了看我大哥身上有没有受伤。后来呢？后来那群人搜查我大哥府上，那天受伤的人是我大哥身上毫发未伤。那群孙子去当然是找不出我大哥身上的伤，虽然不甘心，但是见我大哥身上并没有伤口，也只得从我大哥府上离开了。既然那群人并没有在你大哥的府上查出什么，那你身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没有在我大哥身上找到伤口，武平侯府的人为了找出刺客，又让皇上在宫里办了一场比武赛，说是比赛，其实那武平侯府的人和皇上都是想通过这场比武试出身上有伤之人。所以你就进宫去比武去了？小爷我就算是身上有伤，武平侯府那几个不中用的儿子也不是小爷我的对手。他就说秦无言身上的伤好端端的怎么会全部裂开，再次帮秦无言上好药。要是你不想死的话，在你伤口还没有愈合之前就老实躺着好好养伤。怎么就这么怕小爷死了？你这是担心小爷死了就做不成小爷我的第18房小妾了？放心吧，小爷我可是祸害1000年，就算武平侯府那帮孙子都死了，小爷我也不会有事的。秦无言身上的伤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他明天也就不用再过来，只要秦无言好好的养着，他身上的伤1、2个月之后就会痊愈。你说我这个宅子怎么样？是不是还不错？这宅子是你的？小爷我在京城像这样的宅子还有好几处呢。秦无言这家伙挺会享受的，从秦无言府上回去，秦无言的事儿算解决了。准备了这么久，顾青青的回春堂也在这天终于开张了。回春堂开张这天，顾青青还收到几份贺礼，魏大人叫人送了一份，秦无言也叫人送了一份，还有剩下一份竟然是凤北离叫人送过来的。铺子开张后，生意比顾青青预计的还要好上一点。桌子上放着3个礼盒，凤北离送了2只千年人参，见这种人参是很难得的上品。魏大人送过来的也是药，是一株上等灵芝，唯有秦无言的盒子里送的是一只金簪子。顾青青也没多看，她并没有注意到簪子下面还压了一张纸条，就把盒子也一起收了起来。顾青青的铺子开张之后，徐行也从翰林院去了大理寺那边任职。这一天徐行回来，顾青青竟然看见徐行带了2个婆子回来，
一问才知道这2个婆子都是稳婆，算日子她腹中的孩子还有1个多月才出生呢。相公，你怎么这么早就把稳婆都给找来了？青青，我问过大夫了，虽说你还有1个月左右才会生产，但是妇人生子也是有提前生产的，早点将稳婆找回来，也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嘛。徐行找回来的2个婆子分别是姚婆子和潘婆子。徐行安排了姚婆子和潘婆子住下，又扶着小媳妇儿回到屋里说话。青青，现在你的肚子越来越大，回春堂那边就暂时别过去了，好不好？那边的事情我会帮你安排妥当，你现在就好好在家里安心养着，等腹中的孩子好好生下来。相公，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青青，你生的我都喜欢。听了徐行这话，嘴角也不由得弯了弯。家里多了2个稳婆，这天早上刚吃完早饭，魏婶就看着顾青青笑着道：夫人，您这个肚子又大又尖，肯定怀的是个儿子。就连2个稳婆也跟着魏婶一道，都说顾青青腹中怀的是个儿子了。在顾青青看来，不管是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看着魏婶和2个稳婆斩钉截铁的模样，顾青青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这天在镖局做事的五弟徐明轩突然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跑回来。嫂子，信，你看娘和二哥给我们写信过来了。顾青青一听，连忙站起身走过去。嫂子，快看看信上都写了啥。看了几行，顾青青就一脸欣喜地看向了徐明轩。五弟，二哥在信上说二嫂有喜了，已经2个月了。是吗？二嫂当真有喜了？顾青青点点头。嫂子，快看看二哥和娘在信上还说了啥。顾青青又继续往下看。二哥还在信上说，他现在已经和嫂子自己买下了一个铺子，另外开了一家小酒馆，以前租的那个铺子他已经没有租了。听说二哥自己买下一间铺子，徐明轩很替二哥高兴。除了信，二哥和婆母梁氏还顺道送了一些小衣服啊、小鞋子过来，将一顶虎头帽拿到手上。顾青青回头去看魏婶儿，却发现魏婶儿面上的神情有些不大对劲儿了。顾青青叫了魏婶儿一声，却把她给吓了一大跳。魏婶，你怎么了？没事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夫人，是楚府。楚府怎么了？夫人，婶子今天出去买菜，听见京城的人都在说楚府就要和武平侯府联姻了。你说什么？武平侯府要和那个楚府联姻？京城有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事儿，婶子今天出去买菜，就听见外面的人都在说这事儿呢。楚家除了徐行，其他几个儿子不过才10来岁，怎么可能和武平侯府联姻呢？所以传得沸沸扬扬的楚府和武平侯府联姻，说的肯定就是徐行了。夫人，这件事儿肯定又是楚府做的，要不然怎么会现在京城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儿呢？婶子，外面的人都是怎么传的？除了说楚府要和武平侯府联姻，还说了什么？还说对了，说是楚府刚认回的大公子要娶什么郡主。夫人啊，这楚府刚认回去的大公子不就是我们大人吗？那楚府莫不是想让大人娶那位武平侯的女儿？真要是这样的话，看来这事儿还真是武平侯府想让徐行娶他家闺女了。夫人，这件事情公子肯定还不知道，您放心，公子对夫人你那么好，他肯定不会娶那个什么武平侯府的郡主的。顾青青倒并不担心这个，只是楚府上次大设宴席，广请京中权贵的，已经让京中的人都知道徐行的身世。现在京城中的人都知道了徐行是楚府的大公子，古代的婚姻大事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徐行的亲事自然也是应该由楚府来定。想到这儿，顾青青顿时就明白了，难怪那个楚府要大费周章的在大摆席面，广请京中的权贵。现在看来，那楚府的目的应该就是这个了。这个楚府还真是够卑鄙的，
顾青青没想到，他还没去找楚府的人，楚府的人竟然还亲自找上门来了。这次来的人，除了上次他见过一次的楚夫人，竟然还有一个看起来60多岁的老太太。这位老妇应该就是徐行那位渣爹的妻娘了。你就是我那个大孙子在外面娶的女人。那个楚老夫人口中故意将外面的女人几个字咬得很重，一来就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是明显。外面的女人，楚老太太怕是说笑了吧？我可是我相公明媒正娶的妻子，怎么能说是外面的女人呢？哼，明媒正娶，我楚家可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没有我楚家的认可，没有进过我楚家的门。说白了，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外室而已，没有被楚府认可，那可就连妾室都算不上。是吗？楚府是什么？我相公姓徐，我当初嫁的也是徐家，我为何要进你们楚家的门，得到你们楚家人的认可？好一个伶牙俐嘴的野丫头！哼，现在可是全京城都知道我孙子姓楚。老身今天就是过来告诉你，我们楚府已经和武平侯府定下了亲事了，我大孙子也会迎娶侯府的郡主为正妻。至于你嘛，要是你聪明的，就安分点儿。将来行根娶了郡主，我们楚府看在你腹中已经有了孩子的份上，也会给你个妾室的名分。当然，要是你敢不老实，不知道自己的本分，那可就怪不得我们楚府了。这么说来，你们今天特意过来，就是告诉我楚府和武平侯府的亲事了。不错，我们楚府就要和侯府结亲了。我大表哥将来要娶的可是侯府的千金。哦，对了，你怕是还不知道吧？太后娘娘她老人家可是已经认下了武平侯府的女儿做义女。太后她老人家可是郡主的干娘，算下来她还是半个公主呢。哼，我大表哥要娶的可是身份贵重的郡主小姐，你个乡下来的穷酸女人，就凭你还想做我大哥的正妻，做梦呢你！萧雪柔一脸的得意，只是没想到顾青青却丝毫都不生气，反而坐在那儿始终一副淡定从容的模样，这让萧雪柔心里很不爽。楚老夫人一来就没把顾青青当回事儿，给楚夫人使了个眼色，立刻就有下人走到顾青青跟前。这儿可是1000两银子的银票，只要你能说服邢根答应娶郡主，这1000两银子的银票就是你的了。还有，老身在这儿也答应你，只要邢根娶了郡主，老身也会在合适的时候让你以妾室的身份进我们楚府。你要是个聪明的，就该知道怎么做。这银票你拿回去，你什么意思啊？哼，怎么？莫非这1000两银子你还不满意？好啊，这个乡下女人胃口当真不小，1000两银子还敢嫌少？你这个乡下女人可别给脸不要脸！现在我们楚府可是给了你做妾室的机会，你要是聪明，就好好劝劝我大表哥，要不然将来就算是你哭着求着，我姑母和姑父都不会让你这个女人进门的。你们楚府要和谁联姻，我管不了，也没兴趣。但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地方它不是楚府，也由不得你们在我这儿放肆。哼，这么说来，你是不肯答应老身去说服徐行来娶武平侯府的郡主了？我相公姓徐，不姓楚。你们楚府要同侯府结亲，那也该是楚夫人生的儿子娶侯府的郡主才是，怎么会是我相公去娶呢？楚夫人，你说是吧？楚夫人面色一黑，她倒是想她儿子能娶到侯府的郡主，要是她的儿子能娶，这种好事还能落在那个姓徐的头上。现在全京城都知道徐行就是我们楚府的大公子，老身告诉你，楚府和武平侯府的亲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老身和行根他爹已经做主了这门亲事。这件事情不管你怎么说，
他都必须要娶青离郡主为妻。既然如此，那不知今天几位特意来我这儿，又是为何呢？楚老夫人面上一滞，要是那个徐行肯听她的话，倒也罢了。偏偏那个徐行不仅没把他这个当祖母的放在眼里，更是连他儿子那个当爹的徐行也从来没当回事儿。哼，我们走。送走了楚老夫人一行人，魏婶返回来看着顾青青，哎，夫人啊，那看来今天外面传的这事儿是真的了。那个楚府果然是想让大人娶侯府的千金呐。夫人，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要告诉徐公子吗？这事儿京城的人都知道了，想来徐行也应该听说了这事儿。那楚府的人今天特意过来一趟，那就说明楚府的人虽然将楚府和武平侯府结亲的消息散播了出去，却也知道没办法控制徐行，这才会过来找他，想利用他来说服徐行。徐明轩从镖局回来也听说了这件事儿。那个楚府的人还真是够卑鄙的，难怪那个楚府一直想把三哥认回去，原来是想用三哥去和那个武平侯府结亲，攀附权贵。嫂子，你放心，我三哥肯定不会娶那个什么侯府的郡主的。顾青青当然是放心徐行的，要不然那个楚府的人今天也不会过来找他了。对了，三哥今天怎么还没有回来？前段时间徐行忙，回来的也很晚，但是这最近几天，自从徐行去了大理寺任职之后，他每天回来的都还挺早的。魏婶，你把相公制的饭菜给他留在锅里，我们就不等他了，先吃吧。魏婶答应着，很快饭菜都摆到桌上。徐明轩是个憋不住事儿的。嫂子，你说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由着那个楚府胡说八道吧？上次那楚府的人大设宴席，光请京城中那些权贵，就让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三哥和那个楚府的关系。现在那楚府的人又把三哥要娶武平侯府郡主的消息四处散布，万一到时候那武平侯府的人真让三哥娶那个郡主怎么办？虎弟，先吃饭。可是……行了，放心吧，那楚府折腾不出什么大事来的。这次的事情和上次的不一样，上次楚府的人光请京城中的权贵，可以找由头让相公不回楚府也行，但是那楚府想让相公娶侯府的郡主，这可不是楚府说了算的，这事儿还要得相公点头才行。只要相公不答应，不去娶那个武平侯府的郡主，那楚府就没辙。相公不去迎娶，那楚府总不能让堂堂的郡主自己一个人就下嫁到楚府，这事儿别说楚府不敢，怕是那武平侯府也不会允许那楚府这么怠慢他的女儿。嫂子，这么说这件事主要还看我三哥，我三哥不答应，那楚府就没辙。嘿嘿，那就让那个楚府等着好了，这辈子不，应该是下辈子，那个楚府也休想让三哥娶那个武平侯的女儿。这天晚上，徐行竟然是一夜未归。徐明轩也没想到徐行昨天晚上会一晚上都没回来。嫂子，你说三哥昨晚上一晚上都没有回来，该不会是那个楚府的人昨天又去找了三哥吧？昨天既然那个楚府的人都能过来找他，也不是没有可能会去找徐行啊。嫂子，这样吧，要不我一会吃完了饭就去三哥做事的大理寺去问问。虎弟，那这事儿就有劳你跑一趟了。顾青青吃了饭后在屋里等着徐明轩的消息，很快徐明轩就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怎么样，可看见相公了？我今天去大理寺，我找大理寺的官差们都问过了，都说我三哥昨天中午就离开了，还说三哥这2天是休沐，不用去大理寺。顾青青一惊，她没想到徐行昨天中午就从大理寺离开了，更没想到徐行竟然这2天都是休沐。既然徐行昨天就从大理寺离开了，那他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会一夜都没有回来？看来应该是楚府的人去找过三哥了，我这就去楚府要人去。五弟，等等。三嫂，还等什么呀？三哥都被那个楚府的人给扣起来了，我现在就去他们楚府要人去。先别冲动，这事还不能确定就是楚府的人将相公扣了下来，万一不是楚府干的，你去了也没用。那怎么办？总不能我们就一直在家里面干着急吧？
这样吧，虎弟，你去找一下魏大人，我想魏大人应该知道相公在哪儿。哎呦，我怎么把魏大人给忘了呀？对，嫂子你说的对，我们去找魏大人，肯定魏大人知道三哥去了哪儿。这下徐明轩一溜烟跑了出去。就算魏大人不知道他三哥在哪儿，魏大人还能安排人帮忙找一下他三哥的下落吧？夫人，你说这公子当真是被楚府的人给叫走了吗？顾青青还没回答，一抬头就看见从门外走进来的徐行。相公，你昨夜去哪儿了？怎么一夜都没有回来？顾青青上上下下打量了徐行，见徐行一脸的疲惫。徐行昨晚到底是去哪儿了？怎么衣服上都是泥？而且看样子就和上次一夜没回来的模样是一样的，就好像是赶了一夜的路。青青，我们进屋再说。顾青青听完徐行说的话，所以你昨天是去了京城郊外小镇的临安镇？本来呢，徐行是打算去一趟，天黑之前就赶回家的，结果临时出了点意外，一夜没回来。你去那个临安镇做什么？还有，京城不是已经封锁了城门了吗？你是怎么出去的？徐行还没回答，徐明轩就找了魏大人过来。听说徐行昨天一夜未归，魏瑜立刻就跟着徐明轩赶回来。徐行和顾青青两个人听魏婶说魏大人来了，两个人都忙走出去。三哥，你昨晚上去哪儿了？是不是那个楚府的人将你给叫过去了？楚府？难道不是楚府将你给叫过去了？虎弟，相公说他昨天去了京城郊外的临安镇，并没有见过楚府的人。三哥，临安镇是什么地方？你去那做什么？想来徐兄弟应该是为了大理寺的差事，这才去了临安镇。三哥，大理寺有什么差事需要你连夜赶去临安镇一趟？大家这就有所不知了，大理寺的差事多半忙的是审案的事，有些冤案或者陈年旧案什么的，都需要再去另外收集证据。徐兄弟现在是大理寺丞，作为大理寺卿的府官，做的也就是这些收集证据之事。兴许大理寺有什么案子需要徐兄弟去一趟临安镇，找一下人证物证之类的。哦，原来如此。那三哥，这么说来，你这次去临安镇也是去收集证据了？徐行面上的表情微滞，口中却并没有说话。顾青青莫名觉得徐行好像是有事隐瞒。还有那个临安镇，徐行为何几次三番的都会连夜赶去那个地方？徐兄弟，正巧我有事要找你，你随我出去一趟。徐行就这样和魏瑜两个人一道出去了。徐明轩也去了镖局。顾青青回屋刚走进去，就意外地发现地上有一个东西。难不成是徐行掉的？他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徐行就从外面走了进来。青青，给我。相公，这是什么？这是我去临安镇查到的部分证据。徐行说，这是大理寺的一个陈年旧案的证据。后来顾青青却隐约好像在那个案卷上看到了一个萧字。萧？那不是楚夫人的姓吗？难不成徐行在查当年楚夫人害死他娘惠夫人的证据？顾青青也没有看清楚那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徐行在这之后回来的也早了，忙完大理寺那边的差事，徐行就早早的回来陪着他。徐行说楚府的事情他会解决。2天之后，魏婶就回来告诉顾青青说，夫人啊，这外面楚府要和武平侯府结亲的消息没了，在京城的人都说大人已经娶妻，还说什么？外面还有消息说大人和楚府没有关系，还说楚府要和武平侯府结亲，不是真的。看来这事儿应该是徐行做的无疑了。也就是在这一天，那楚府又来人了，是徐行他那个渣爹本人。这次徐行也没让小媳妇跟他一起出去，而是让小媳妇在屋里头歇着，他一个人走了出去。魏婶儿并没有请楚怀胜进屋里。徐行出去的时候，楚怀胜正坐在院子里头那个石桌子的旁边。星儿，你来了。楚大人，不知今天你登门到访有何见教？星儿，你我父子之间一定要这样吗？父子？是吗？星儿，
爹知道你还在为当年之事怪爹，但是爹不早就已经对你解释过了吗？当年之事是意外，爹也不想你娘出事，更不想你娘腹中的孩子有事。这些年，爹也常常在想，要是你娘腹中的孩子还活着，他们会长得像你，还是像你娘？你娘生得那么美丽，他们要是像你娘的话，肯定也会像你娘一样好看的。这只是……闭嘴！你不配提他们，更不配提我娘。行了，不管怎么说，我始终是你爹。当年之事，你可以怪爹，但是你是我儿子，爹始终是为你好的。星儿，吴平侯府，你听说过吧？听过又如何？星儿，那吴平侯现在不仅是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贵，他女儿还是当今皇上的宠妃。陈妃娘娘的儿子武皇子更是一生下来就被皇上册封为王。你如今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大理寺丞，要是你能和那武平侯府攀上亲，娶了那武平侯府的郡主，那将来你的仕途也就不可限量。哎，星儿，能和侯府结亲，这可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好事，爹也是好不容易才为你攀上这门亲事的。你要是娶了侯府的郡主，那武平侯府和陈妃娘娘还不得多多提拔你啊？星儿，陈妃娘娘可是皇上枕边人，只要陈妃娘娘在皇上耳边多替你美言几句，指不定皇上就能够重用提拔你。你现在还年轻，你怕是不知道，这朝中有多少人当初考中了科举，一熬就是几十年，说不定还是个小官儿。可你要是攀上了郡主，这可就不一样了。有侯府和陈妃娘娘当做靠山，怕是别人熬一辈子也比不上你1年。说完了吗？星儿，爹也是为了你好。那武平侯府那边，只要你点头，爹就能帮你把这名亲事给结下来，你看怎么样？徐行并没有立刻回答，片刻之后，如此说来，楚大人这是让徐某为了仕途也做那等抛妻弃子的事了。星儿，你要是喜欢那名乡下的女子，爹也可以允许你将她留在你身边呢。更何况她现在腹中还怀了你的孩子，爹又怎么会让你抛弃她呢？只是你始终是我楚府的大公子，你身份尊贵，那个乡下女子又怎配做你的正妻？给她一个妾室的名分，就已经是我们楚府给她最大的体面了。你也不要糊涂，那个乡下女子，她怎么能和身份尊贵的郡主比？待你娶了郡主之后，整个武平侯府和宫里的陈妃娘娘，今后都是你的靠山。到时你仕途顺利，等你官居高位，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别说那个乡下女人，就算是这京城的女子，还不是大把的由着你挑？如此说来，当初你就是这样抛弃我娘的。星儿，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你也不要再和爹爹赌气了。爹爹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今后的打算？是吗？哎呀，星儿，这门亲事，爹早便帮你谋算好了。要不是武平侯的儿子谢大公子遭贼人暗害，爹早便去侯府帮你把这亲事给定下来了。前段时间谢大公子出事，爹去忙了几天，忙完了爹也没耽搁，立刻就去侯府又提了你和青离郡主的亲事。顾青青坐在屋里，那二人在院子里头说话，声音并不小。顾青青坐在屋里，也能听得清楚那二人的谈话。难怪那个楚府在那几天消停了一段时间，原来是去忙那位谢大公子的事去了。屋外，楚怀胜的声音继续传来：星儿，爹去侯府提亲，虽然老侯爷当时没有答应，但是老侯爷也没有拒绝。爹看得出来，要是我们楚府有足够的诚意，那武平侯
肯定会答应青离郡主下嫁给你的。星儿，等你娶了青离郡主，那到时候不仅是侯府，还有我们楚府和萧丞相府上也是你的靠山。青离郡主嫁给了你，我们楚府和萧丞相府上也算是和武平侯府有了姻亲关系。有了这层关系，咱们这3家在朝中还能相互帮衬提携。星儿，你只要娶了青离郡主，就有了我们这3个靠山，这可是与你与楚府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怕是对楚大人你才是百利而无一害吧？星儿，你这是在说什么？用我去和楚府结亲，从而攀上武平侯府的这门亲家，如此一来，就让楚府多了一个有力的靠山。楚大人，你说是吧？这……星儿，爹不管你怎么说，但是爹始终是为了你好。那侯府的亲事也是爹为了你的将来打算的。爹今天过来就是来告诉你，让你做好娶青离郡主的准备。见徐行不为所动，你娶青离郡主也可以把那个乡下女人留在身边，还多了侯府这样一个靠山。现在你不过就是一个五品大理寺丞而已，等娶了郡主，你要是得到皇上的提拔和重用，那个乡下女人和她生的孩子也能跟着你一起沾光，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楚怀胜极力地劝说着徐行，却见徐行冷笑了一声：“你笑什么？”楚大人，当初你自己抛妻弃子还不够，怎么现在还想让我也学着楚大人一起抛妻弃子了？你，楚大人，今天我让你来，不是让你来教我如何抛妻弃子的。这么说，你是不肯听爹的劝，娶青离郡主了？那乡下的女人，你想留在身边，爹可以不管你，但是青离郡主，你必须娶。你是我楚怀胜的儿子，你的亲事也由不得你。楚大人，要是你不想让你当年如何抛妻弃子之事公之于众，那就大家相安无事，否则我不介意让京城的人都听听你楚大人当年是怎么抛妻弃子攀附权贵的。你敢威胁我？到底想不想让京城的人都知道楚大人你当年是如何抛妻弃子的？这就看楚大人你的表现了。楚大人，听好了，我徐行是不会娶那侯府的郡主的，我也劝你趁早歇着这心思，要不然到时候得罪了侯府，楚大人你怕就得不偿失了。楚怀胜的一张老脸黑了白，白了黑，最后被徐行气得甩袖盛怒而走。相公，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歇着吗？哪能一直在屋里歇着，还是要出来走走的。徐行扶着小媳妇儿去石桌旁边坐下。怎么了？相公，这儿好像有麝香的香味。什么？麝香？这可是落胎之物啊！徐行当即扶了小媳妇儿离开。青青，你当真确定刚刚闻到了麝香的味道？我确实是闻到了麝香的味道。可是这屋里头好端端的，怎么会有麝香的味道？没事，从今天起，往后楚府的人一律不得再放进来。徐行的声音冰冷刺骨，就连面色也黑得吓人。魏婶是连连点头答应。青青，你先回屋去歇会儿，我现在就安排人把这院里清理干净。顾青青虽然刚闻到麝香的味道，立刻就起了身，但还是回去之后就赶紧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徐行叫来魏婶，去找2个大夫回来。魏婶得了吩咐，立刻就去找了大夫。顾青青坐在屋里想着刚刚的事儿，还是忍不住的一阵后怕，好险。大夫过来之后，很快就把有麝香的地方找了出来。徐行从外面进来。青青，这次的事是我疏忽了。所以楚府的人在院子里撒了麝香粉。青青，你放心，这次的事我不会让它再发生一次。徐明轩一回来就拍桌子怒道：好啊，那个姓楚的竟然还敢对嫂子下毒！徐行的面色也是黑沉吓人。我就知道那个楚府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初那个楚府来接三哥，我看就是想利用三哥去和那个什么侯府结亲。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还敢对嫂子和她腹中的孩子下手。三哥，还好嫂子和我大侄子没事，要是嫂子这一次真被那个侯府的人害得少了一根毫毛，下夜我都要去把那个姓楚的和楚家人全部大卸八块。魏婶将做好的饭菜送了过来。夫人，公子，这么晚了，还是先吃饭吧。顾青青中午就没吃多少东西，这会儿也饿了，用勺子盛了一碗汤，刚要喝。等等，今天厨房的东西会不会被人动过？对，今天那个楚府的人来过，这些东西是该都好好检查一下才行。魏婶想了想，她今天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顾青青却已经把银针拿出来，挨个试了毒。嫂子，怎么样？这些饭菜有问题吗？饭菜都无毒。那现在可以放心吃了。行了，都动筷子吧。顾青青却谨慎地将桌子上的饭菜又挨个仔细再闻了闻。青青，怎么样？这些饭菜有问题吗？三哥，嫂子，这些饭菜不是没毒吗？你们怎么还不吃啊？这汤有问题。顾青青忙又再一次将碗里的汤端到了跟前闻了闻。相公，这个汤里放了落胎药。什么？啊，夫人，这汤里当真有落胎药？慧婶，你去厨房把水缸里的水给我舀一瓢过来。很快，魏婶就把水给顾青青舀了一瓢过来。果然，顾青青一下就闻到了水里落胎药的味道。卑鄙！那楚府的人竟然连水里也下了毒。公子，夫人，那现在怎么办？这水里有毒，我们现在吃什么？那楚府的人在水里下的药是落胎的，那个药是活血的，正常人吃了无毒，并无大碍，只是怀了孕的妇人不能吃。所以这些饭菜我们都能吃，只是嫂子你不能吃。青青，你等会儿，我现在就去外面给你买吃的喝的回来。徐行去客栈买了几样顾青青爱吃的菜，徐明轩已经提前吃完了。徐行把买回来的饭菜和点心挨个放在桌子上给小媳妇儿吃。看来这个地方是不能住了。晚上，徐行扶了小媳妇儿回屋，却在将她哄睡之后，打开门从屋里走了出去。徐明轩等在屋外，看见徐行走出来，立刻就走上去。三哥，去楚府怎么能少得了我？徐行诧异了一下，那个楚府这次敢对嫂子动手，我就知道三哥你今晚上会去楚府。徐行没有再说什么，徐明轩也跟着徐行一道去了楚府。顾青青第二天才从徐明轩口中得知，昨天徐行去了楚家，不仅将楚老爷，还将楚夫人也一起狠狠地揍了一顿。嘿呀，嫂子，你昨天是没看见三哥下手有多狠？那楚老爷和那个楚夫人都被三哥揍得小半条命都没有了。要不是那个姓楚的窝囊废去搬了救兵过来，我和三哥二人还能再多揍他们几顿呢。顾青青也是一脸的吃惊。嫂子，你是不知道，那姓楚的和那个楚夫人两个人都是个怂包，一顿揍就老实了，还吓得连连求饶呢。呸！那个姓楚的不仅是个怂包，还敢揍不敢认。三哥去的时候，那个姓楚的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说他没有给嫂子你下过药。你说那个姓楚的说他没下过药？对啊，三哥都已经把他揍了几拳了，那个姓楚的还嘴硬。难不成下药的人还真不是那姓楚的？不过要不是他们的话，还会是谁呢？难不成这事儿是楚夫人叫人做的？还有一个，徐行现在的身份，在外面的人看来，就是一个从四品官府上庶出的大公子。为何徐行那个姓楚的渣爹就那么肯定他们楚府能和武平侯府结亲呢？那个楚府绝对还做了别的他们不知道的事儿。这个地方由于水井被下了落胎药，不能再住了。2天后，徐行就另外找了一个住的地方，简单的收拾了一下，顾青青就和徐行一道带着大家搬了过去。听徐行说，这个地方也是那位魏大人的房子。同时也就是在这天，顾青青发现屋里竟然还另外多了几个人。青青，这几个人都是魏兄安排过来的，为了稳妥，在你腹中的孩子生下来之前，他们都在这儿护卫你的安全。
这些人的身手都不错，有他们在，楚府的人就算再来也靠近不了这个地方。这一天，徐行去了大理寺，秦无言的人就找了来。顾青青算算日子，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顾青青决定跟着秦无言的人去一趟秦府，去帮秦无言将他身上的线给拆了。秦无言安排了马车过来接他，顾青青也就没有再让小顺子赶车送他。上了车，顾青青坐在车上，只是刚走没多远，马车就突然停下来，再接着顾青青听见了刀剑声相碰的声音。怎么回事？当看见眼前一幕的时候，顾青青右手捂住嘴巴，看着那些躺在地上的尸体。没事了，徐夫人。顾青青坐回去，马车也再次平稳地跑了起来。顾青青想着刚刚的事儿，秦无言手下人的功夫竟然如此之高，还有那一地的黑衣人是从哪儿来的？难不成那些刺客也是楚府的人安排过来的？马车很快停了下来，顾青青走进去，听说顾青青在过来的路上遇见了刺客。你来这个京城后，到底得罪谁了？怎么要杀你的人都出现好几波了？你说什么？要不是小爷我，你怕是早就成了刀下亡魂了。小爷我手下的人，自从你来京城后，就帮你处理过几批想对你不利的人了。听完秦无言这话，顾青青更是一脸的目瞪口呆。他想不到秦无言竟然私下帮他处理过几次想要害他的人。如此说来，那楚府的人其实在他和徐行刚到京城之后，就已经开始对他下手了，只是那些人全都被秦无言的人给偷偷处理掉了。跟着那个姓徐的，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短命鬼了。怎么样，要不要考虑考虑当我秦无言的女人啊？谁要是敢伤我秦无言的女人，我秦无言定将他剥皮拆骨。秦无言懒懒地笑着，顾青青却看了秦无言的伤口一眼。我看你还是先把自己的小命保住再说吧。顾青青帮秦无言把伤口的线拆了。秦无言的伤口比顾青青以为的都要恢复得不错。虽然你的伤口已经愈合，但是还是要小心伤口再次崩开，不仅不能再和别人比武，练武更是不行。对了，那几次跟踪你的那些人都是废物，小爷我手下的人3招之内就把那些人全都给解决了。顾青青现在已经基本肯定跟踪他的那些人就是楚府的。都是楚府养出来的，难怪全是一群废物。瞧着萧家的人不行了，姓楚的那个废物倒是挺会找靠山的。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个姓楚的岳父大人萧丞相年纪大了，也要从朝中退了。萧丞相虽然在朝中官居高位多年，但是那个萧丞相的子孙却没有一个成器的。这些年因为那个萧老头，萧家人在朝中也跟着捡了不少的便宜，不过萧家人却没有一个成气候。那萧老头要是退了，萧家人怕是好日子也要到头了。比起萧家那群废物，姓楚的倒是聪明得很。萧老头这还没退呢，就已经提前找好了下家了。萧家要倒了，难怪徐行那个渣爹会迫不及待想将徐行认回去，另外找一个靠山。得知顾青青现在是暂住在别人的地方，顾青青从秦无言府上离开的时候，秦无言突然问了一句：我送你的那个金簪子你看见了吧？顾青青想起了回春堂开张的时候秦无言送过来的礼盒，于是点点头，不解秦无言为何突然问他金簪子的事儿。秦无言却没有再说了。楚府，楚夫人听说他这次安排的跟踪顾青青的那批人又失手了。哼，一群饭桶，本夫人养你们这么多人是干什么吃的？一次失手，2次失手，这都是第几次失手了？不就是个怀了孕的妇人吗？你们这么多人，连个妇人都对付不了。夫人，不是小的无能啊，而是跟在那个女人身边的高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奴才们都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啊。哼，高手？那个女人身边竟然有高手？虽然小的不确定，但是那个女人身边好像至少有3拨人在帮她，而且其中1拨人尤其的厉害，基本出手见血，一招就可以让小的派去的那些人当场毙命。小的这次安排了10几个人，全都是被人一招毙命的。那个女人身边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厉害的高手？
秦无言的人刚将顾青青送回来，魏婶急急忙忙跑过来。哎呦，夫人啊，您去哪儿了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秦无言身上的伤和武平侯府刺客的案子有关，现在呢，武平侯府都还在到处搜查当天的刺客，大理寺的人也在查这个案子。他去帮秦无言治伤的事儿，也是越少人知道越好。这次出去，顾青青没有告诉魏婶他去哪儿了，只是说出去一趟。哎呦，夫人啊，楚府的下人下药不成，万一又来对你下手怎么办呢？现在你大着肚子又不方便。哎呦，别说婶子不放心，就算是大人，他现在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出去呀。夫人啊，以免再生岔子，以后孩子出生之前，你还是不要再出去了。魏婶絮絮叨叨，顾青青暗忖，这要是让魏婶知道，那楚府的人其实已经在他出去的路上就已经再次对他下手了，怕不是会更吓得不轻。不过顾青青知道，这魏婶是真的担心他。好了，婶子，放心吧，我知道了。听见了声音，徐明轩从屋里跑出来。五弟，你没有去镖局吗？哎呀，夫人啊，五公子今天在你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得知夫人你是一个人出去的，这五公子比婶子我都还担心你呢，已经来来回回的问了婶子好几遍了。嫂子，魏婶说你出去了，你去哪儿了？顾青青还是用刚刚回答魏婶的话回答了五弟徐明轩，只是说出去一趟，没有具体说去了哪儿。好在徐明轩也没有多问，顾青青这才松了口气。晚上徐行回来看着他，听说你今天出去了一趟。去哪儿了？他到底要不要对徐行说实话？还有就是徐行每次提到秦无言，脸色都会黑得很是难看。顾青青思忖着，徐行却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我去帮秦无言治伤去了。顾青青说完，却发现徐行听了他的话，脸上并没有吃惊的表情。相公，你知道我去见秦无言去了？你上次不是说秦无言那个幼童的小命已经保住了？幼童？没想到徐行竟然说秦无言是幼童。上次我去帮他治过后，他的小命确实是保住了，不过他上次伤得不轻，还需要我再去一趟。青青，那姓秦的多半和谢家的案子脱不了干系，以后你最好离他远点。顾青青为震，他没想到徐行竟然猜到了秦无言和谢家的案子有关。还有，以后不可再一个人出去，你要是想出去，一定要带着人出去。魏大哥安排过来的那几个人身手都不错，以后你要是想去什么地方，就记得将他们都给带上。顾青青点点头，犹豫了一下，顾青青还是把今天去给秦无言治伤途中遇见刺客的事儿给徐行说了。我还听那秦无言告诉我说，除了这次，那楚府的人在我们来京城之后，就好几次安排了人跟踪我，但是前几次楚府跟踪我的人都被他手下的人发现了，暗中解决掉了。受伤了没有？今天那些刺客刚出现，就被秦无言的人全都给做掉了，我并没有事。2天后，那楚府的人竟然还敢跑过来。听说来的不仅有楚老夫人，还有徐行那个渣爹楚怀胜也来了。经过了上次的事，顾青青也不敢再让楚府的人进来。这个地方顾青青和徐行才搬过来住了没几天，顾青青可不想再搬一个地方，直接让魏婶出去打发楚府的人离开。魏婶却过来说道，夫人啊，那楚府的人不走啊，还说要等公子回来，见了公子才会离开。算了算时辰，徐行应该也差不多快要从大理寺忙完差事回来了。看来那个楚府的人这次还是算准时间有备而来的。夫人，那个楚府的人上次来下药，差点害得你腹中的孩子落胎了，这次竟然还敢来。顾青青却知道，这次楚府的人是冲着徐行来的，不管那个楚府的人的目的是什么，顾青青都不会让魏婶开门放楚府的人进来。魏婶说，这次楚府带过来的人并不多，那楚府的人不走，那就让徐行的渣爹在外面等着好了。
今天楚老太过来，就是要好好的教训教训顾青青一番。来到这儿，竟然还吃了顾青青的闭门羹了。呸！开门，快给老娘开门！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把老婆子关在门外？你个乡下来的下作东西，就只会勾引男人的贱皮子！哎呦，夫人啊，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由着那个人在外面再骂下去吧？慧婶，放心吧，有人会比我们更着急的。楚怀胜把他老娘拉到一边。你走开！那个女人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连门都不开，看老娘我怎么收拾她！行了娘，别再骂了，你现在可是堂堂的楚府老夫人了，你在外面这样骂像什么样子，成什么体统？那侯府的人要是知道我们楚家都是你这副德行，又怎会把郡主下嫁到我们府上？楚老太一听，顿时就闭了嘴。就在这时，徐行从大理寺坐了马车回来。大孙子，你回来的正好，你看看你都娶了些什么不懂规矩的东西。我和你爹来了，那个女人竟然连门都不开。你要是不会教导那个女人，老婆子我今天就来亲自帮你好好的教教她规矩。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点叫人把门打开？是我吩咐的，楚府的人今后一律不得入内。行了，上次的事爹不是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下药的人不是我，爹没有吩咐过人下药。楚大人，下药不是你下的，那2天楚府的那些杀手又是怎么回事？这次楚怀胜的面色却是一僵。行儿，爹这是为了你好，爹不能看着你被一个女人迷了心智。只要你娶了青离郡主，那你今后就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为了我好，楚大人，你几次三番的安排刺客去对我怀有身孕的妻子下手，这是为了我好？星儿，你这是在说什么？爹什么时候安排过人去刺杀那个女人？是吗？不管你信不信，爹没有做过的事就是没有做过。哼，那个乡下女人如此没规矩，留着她也没用，她肚子里的怕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好一起死了，省得祸害。星儿，爹今天过来不是来劝你的，只是过来告诉你一声，你最好识时务一点，好好做好娶青离郡主的准备。过几天爹就会帮你将侯府这门亲事结下来，只要我们楚府和侯府把这门亲事结下来，你要是不娶，那羞辱的就是青离郡主和武平侯府。星儿，那武平侯的女儿可是当今皇上的宠妃，太皇太后也收了青离郡主为义女，这门亲事一旦定下，你要是敢不娶，得罪的不仅是武平侯府，更是会连当今的太后和陈妃娘娘也一起得罪。哎，星儿，你觉得你要是得罪了武平侯和宫里陈妃娘娘，你以为你现在的五品小官还能保得住？不等徐行开口，又看了眼紧闭的大门。哼，说不定就连那屋里的女人也会受到你不识抬举的牵连。到底要不要娶青离郡主，你仔细好好的考虑好了。这次楚怀胜将口中的话说完，直接转身就走。楚老夫人黑着脸看着徐行一眼之后也走了。徐行全程面无表情，一回头就看见了身后的徐明轩。回到屋里之后，三哥，那个楚府的人简直太卑鄙了，竟然敢用这样下作的法子逼你。徐明轩越说越生气。顾青青听了徐明轩的话之后，她也没想到那楚府竟然还留了这么一招。三哥，这事现在该怎么办？那武平侯的女儿，爹是侯爷，兄长是皇上亲封的大将军，不仅宫里有一个当朝宠妃的长姐，就连皇后都将她认作了义女。按理说，那位郡主的身份如此尊贵，姓楚的在京城不过是个4品官，还是从4品。这京城的世家公子那么多，肯定会有不少想和武平侯府攀亲的。那武平侯把女儿嫁给谁不行，随便挑一个也比楚府强。那楚府怎么就那么肯定侯府会把郡主嫁给楚家？对呀，这位郡主听起来身份如此尊贵，她姐姐都嫁入了宫里，
成了皇上的妃子了。更何况三哥都已经成亲了，而且在京城人的眼里，三哥还不是楚府的嫡子。武平侯府不管怎么看也不可能会把郡主嫁到楚府来呀。那楚府卑鄙无耻的很，一肚子的坏水。既然那楚府都已经过来这样说了，肯定是有备而来的。三哥，万一那个楚府还真的就让侯府答应将青离郡主下嫁给你怎么办？到时候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大了。青青，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会解决的。虽然徐行说这事儿他会解决，让顾青青不要担心，不过顾青青还是在帮忙想应对楚府的主意。隔了2天，楚府的人又再次来了一趟。这次顾青青同样没有让楚府的人进屋去，可楚府的人却带了一句话给徐行：夫人，太可恶了，那楚府的人过来威胁说要公子不娶青离郡主的话，就让他官位不保，还说什么？还说要是得罪了陈妃娘娘和侯府，不仅公子的官位不保，就连夫人您和腹中的孩子都要受到牵连。楚府再次来威胁，看来那楚府说不定还真有法子同侯府结亲。夫人啊，您说现在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总不能真让徐公子去娶那位郡主吧？顾青青肯定不会让徐行娶郡主啊！不行，他们不能太被动。顾青青琢磨着应对法子的时候，五弟徐明轩就从外面一脸喜色地跑进来。好事儿，好事儿！嫂子，楚府出大事了！五弟，你说什么？你说楚府出大事了？什么大事？现在京城的人都在传那个姓楚的当年抛妻弃子的事。嘿嘿，现在好了，全京城都知道那个姓楚的当年抛妻弃子的事，还知道那个姓楚的抛弃的妻子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更是用嫁妆供他读书科考，供了10年。那姓楚的现在可不仅是抛妻弃子，还是忘恩负义的东西。楚府的名声臭了，那个武平侯肯定不会再把女儿嫁到楚府，除非那侯府也不要名声了。哼，那武平侯的长女可是当今皇上的宠妃，她要是真的结了楚府这么个亲家，那丢脸的可不是楚府的脸，更是皇上的脸都要被他们侯府给丢完了。嘿嘿，嫂子，你现在就放心吧，那武平侯只要不是个傻的，就绝对不会再把女儿嫁到楚家去。这事儿多半是徐行做的。嫂子，这事肯定是三哥做的。前段时间那楚府的人把三哥的身份闹得沸沸扬扬，京城人尽皆知。现在出了这等事，京城的人都在瞧楚府的热闹呢。晚上徐行回来，相公，那楚家的事可是你做的？徐行倒是也没否认。你这样做，那萧丞相会不会对你不利？青青，你现在安心养胎就好，别的事都不用担心。虽然徐行这样说，顾青青还是不大放心。青青，有我在，你什么事都不用怕。又过了2天，嫂子，听说那个楚大人现在出门都不敢露面了。嘿嘿，嫂子，你是不知道，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骂那个姓楚的，就连那个楚夫人，京城也有不少人在骂她。还有骂楚夫人呢。嘿嘿，嫂子，京城的人都在说，原来楚夫人才是楚大人的妾室。听说这事出来后，那个楚夫人差点没被气得当场就晕过去呢。一想到徐行那个渣爹现在成了过街老鼠，也忍不住觉得解气。这天徐行回来，身后竟然还跟了2名女子。相公，他们是？青青，他们2人都是我找来的奶娘，等你腹中的孩子出生后，就交给他们喂吧。见过夫人。顾青青便让卫婶带着这2个人去给他们安排房间去了。相公，我腹中的孩子还有半个月才出生呢，你现在就把奶娘给找了回来，是不是太早了？提前备着总是无妨。顾青青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月初的时候，徐行就找了稳婆回来，现在家里头稳婆和奶娘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她生孩子了。楚府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顾青青心里却莫名的觉得有些不踏实。徐行也在这件事情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忙起来。嫂子，三哥今天又不回来吗？相公说他今天要离开京城一趟。
那三哥可说了他去做什么呀？来传话的人什么都没说，只说相公今天不会回来。徐明轩没有再问，顾青青却莫名的更有点不安了。但是就在徐行离开京城的第2天，顾青青就意外收到了他娘和2个妹妹写过来的信。没想到他二弟竟然在上个月就回到镇上，更没想到他二弟这次去边关竟然还有了官职。最让顾青青高兴的是，他娘和妹妹在信上说他们也要来京城了，就要见到他娘和二弟了。顾青青很高兴，高兴之余，顾青青也在琢磨着另外买个宅子搬出去住的事儿。总住在别人的地方也是不妥。徐明轩听说顾青青的娘和兄妹都要来京城了，很是替顾青青高兴。只是来了京城这么久，徐明轩也有些想梁氏和他二哥了。虎弟，二嫂现在怀着身孕不方便，等二嫂腹中的孩子出生了，我就让相公安排人去将二哥和娘他们也接到京城来住一段时间，你看怎么样？好啊，到时候我也亲自回去接娘和二哥他们过来，有我在，保管娘和二哥都安全带到京城。哎，对了，嫂子，伯母和顾二哥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到京城没有啊？信上说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样子到。那这么说，伯母和顾兄弟刚好是在嫂子你生孩子那几天来。徐行离开京城之后，顾青青以为徐行还是和前几次一样，隔1天就能回来。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这次徐行离开京城居然3天了还没回来。嫂子，三哥怎么这么多天了还没有回来？顾青青也不知道，本来顾青青在徐行离开的时候就隐隐的觉得不安，徐行3天都没回来，顾青青就更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徐明轩跑去大理寺那边问了一下，结果什么都没有打听到就回来了。奇怪，这次去大理寺怎么一点三哥的消息都打听不到？虎弟，到底怎么回事？为何你去大理寺也打听不到相公的消息？大理寺的人都说不知道三哥去了哪儿，也不知道三哥的行踪。不过我打听到了，三哥已经3天没有去大理寺了。顾青青一听，这下不由得就更担心了。嫂子，你也不要太担心了，三哥他肯定不会有事的。萧丞相府上要是对徐行出手的话，徐行会不会有危险？顾青青越想越觉得担心。终于，徐行在离开了京城3天之后的晚上，从外面回来了。相公，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多天才回来？顾青青一边说着，一边去看徐行。相公，你怎么了？青青，我没事。脸色怎么这么差？不对，你肯定是受伤了。顾青青上下打量着徐行，又忙去摸他身上。你的手受伤了？青青，没事，小伤而已，过几天就好了。还说没事？顾青青的眼眶顿时就红了。青青，我真没事，这点小伤过个10天半个月就好了。相公，是不是楚府做的？楚府是不是安排人去对你下手了？青青，昨天我在回来的途中是出了一点意外，不过那群黑衣人现在全部都被我的人给抓起来了。相公，那伤你的那群人现在在哪儿？现在那些人都在大理寺里关着，我明天回去就会提审那些人。就算这次的事是楚府做的，现在那些人都在我手上，刺伤朝廷命官，这个罪名并不小。料想那个暂时楚府也不敢有什么动作了。听了徐行这话，顾青青才稍微放下心来。是不是我要是没发现，你就不会告诉我你胳膊受伤的事？青青，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顾青青知道徐行是不想让他担心的，可这也是让他更生气的地方。徐行什么都不告诉他，什么都瞒着他。相公，要是你查出大理寺关押的那些人就是楚府安排去暗杀你的，你会怎么做？按律查办。现在还是先帮徐行处理一下伤口。你肩膀上的是剑伤是不是？得知徐行回来，徐明轩也跟着松了口气，还问徐行去哪儿了。顾青青听见徐行说去了临安镇。怎么又是临安镇？那个临安镇到底是什么地方？徐行为什么会几次三番的去哪儿？徐行只说去临安镇是去查一桩陈年旧案，别的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徐明轩对徐行查案的事儿不大懂，听徐行说完，徐明轩也没有多问。顾青青现在的肚子是越发的大了。这一天，顾青青和魏婶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夫人，这算日子，您腹中的孩子应该也快出生了吧？应该再有10来天的样子就会出生了。夫人，婶子见你的肚子怀得大，指不定会提前把腹中的孩子生下来呢。腹中的孩子要出生了，顾青青准备去屋里整理一下孩子用的东西，看看还有没有缺的，要是有缺什么少什么的，她现在就叫人去置办。回到屋里，刚想把红木箱打开，砰的一声，突然就从更上一层的衣柜上面掉了一个大包的东西下来。这是什么东西？顾青青好奇地打开，原来徐行一直去临安镇查的证据，竟然是楚夫人当年暗害她娘亲惠夫人的证据。顾青青看完之后，忙小心仔细的全都给徐行收了起来。晚上徐行回来，就看见小媳妇儿坐在屋里头等着他。相公，你几次去临安镇，可是去查当年楚夫人暗害你娘的罪证？看见桌子上的包袱，徐行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些东西是我在收拾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后面的衣柜，从衣柜上掉下来的。你都看过了？相公，这么说，其实你一直都在查楚夫人当年陷害你娘的证据，可全都查到了。目前就只查到了这一部分，现在这些证据还不能完全定楚夫人的罪，要想定楚夫人的罪，还差部分证据和一个关键的人物。关键的人物是谁？当年跟在楚夫人身边的一个婆子，那个婆子在我娘出事后的当晚就消失不见踪影。据我查证，当年一直帮楚夫人给我娘下毒的人就是那个婆子。可是这么多年了，还能找到她吗？我已经查到了部分线索，要是不出意外的话，随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我就能将当年那个婆子找出来。相公，可是这次你将楚府和萧丞相府上的人都给得罪了，现在他们两家肯定都将你盯着，这事儿你再继续查下去，会不会被他们发现？青青，这件事情事关我娘，我必定会一查到底的。可是你现在却因为我提前得罪了楚府和萧丞相，现在你被他们两边盯着，再查下去也更危险。这次楚府的人就已经对你下手了，要是被他们知道你在查楚夫人当年暗害你娘的事情，那楚府和萧丞相府上就更加不会放过你。青青，这次的事其实本在我的计划之中，只不过是提前了而已。我娘本就不是那个姓楚的妾室，这么多年了，那个姓楚的欠我娘的也是时候该还了。所以让楚怀胜身败名裂也是你早就计划好的？徐行点点头，他娘说过一句话，那就是绝不做妾。他娘本不是姓楚的妾室，徐行当然不会让他娘在死后还要一直顶着姓楚的妾室的名分。由于这次的事儿，徐行才将计划提前了。相公，那你再查当年的证据也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青青，你放心吧。相公，上次你抓到的那些黑衣人你审过没有？已经审过几次了。那你可审出了什么？那些人到底是不是楚府安排过来的？青青，这些人都是签下死契的，不会轻易供出身后的主子的。那怎么办呢？青青，听五弟说娘和二弟他们这几天就要过来了。娘和二弟确实是在来京城的路上。要不我安排人去接他们？不用了，有我二弟在，他会沿途护送我娘和两个妹妹的。小媳妇儿这样说，徐行也就没有再坚持。那10几个黑衣人的事儿，徐行故意换了话题。顾青青知道徐行是怕他担心。相公，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你说。以后你可不可以任何事都不要再瞒着我？好。很快算日子也快到了顾青青快要生产的那几日，但是这几天顾青青却偏偏一点反应都没有。不仅她腹中的孩子没有动静，就连写信说这几天到的沈氏他们也迟迟没到京城。嫂子，
你不是说伯母和顾二哥他们就在这2天来吗？怎么一直没有瞧见他们？按理说，我娘和二弟他们应该2天前就该到了才是。不过有他二弟顾燕在，顾青青倒是并不担心，可能是他娘和二弟途中遇见什么事儿耽搁了。腹中的小家伙迟迟没有动静，于是叫了魏婶儿。顾青青决定去附近走走去，魏大人安排的人也都跟在顾青青身后。大着肚子，顾青青走不了多久就会乏。顾青青和魏婶刚准备回去的时候，意外的顾青青竟然看见了萧雪柔。萧雪柔径直地走过来。你很得意是不是？这个乡下女人，是你害得我们萧府和楚府在京城颜面尽失，害得我姑母现在人人都在看她的笑话。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就这样我那个大表哥就不用娶青离郡主了吗？我告诉你，我大表哥可是青离郡主亲自看上的人，要不是青离郡主亲自看上的人，你以为我姑父姑母能有法子攀上武平侯府的这门亲事？青离郡主身份尊贵，虽然现在我们楚府的名声是臭了，但是我那位大表哥他可是青离郡主亲眼看上的人，你以为青离郡主费尽周折的想嫁给我大表哥，他会如此轻易算了？这么说来，萧姑娘今天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不错，我今天过来就是来亲自告诉你青离郡主看上我大表哥的事。你呢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尽管现在楚府暂时不能和武平侯府结亲，但是据我所知，那位青离郡主但凡是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物，她就一定要弄到手。既然青离郡主现在看上了徐行，你以为这青离郡主会轻易放手？你少在这胡说八道，青离郡主可是堂堂郡主，她怎么会看上我家大人？反正我今天过来是好心把这事儿跟你说，到底信不信那就得看你自己了。哎呦，不过可惜了，就算是你现在有了我大表哥的孩子，可那又怎么样呢？将来我大表哥他还是得去娶青离郡主啊。说完，萧雪柔就大笑着离开。夫人，您别信那个女人胡说八道的话啊！青离郡主怎么可能会看上公子呢？楚府当初一再的让徐行娶青离郡主，难不成还真是那个青离郡主看上了徐行？回到府上，顾青青竟然在家里意外的看见了一个人。娘，你怎么来了？老三媳妇儿，娘不放心你和老三，从乡下过来了。顾青青忙请梁氏进屋里去坐。娘，你来京城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相公一声？你告诉我们，我和相公也好安排人去接你啊。老三媳妇儿，你忘了，娘以前也在京城待过的，这一路上娘熟得很。再说了，娘一个老婆子能遇见什么危险？娘，二哥他们知道你来京城的事吗？还有，你来了京城，那小山怎么办？小山不是还在村里的学堂读书吗？哎呦，老三媳妇儿啊，你就放心吧，小山现在已经去镇上的学堂读书了，有你二哥和嫂子在照看他。娘也是把小山交给了你二哥和嫂子之后，这才能放心来京城的。听说了徐小山是二哥他们在照顾，顾青青也就放心了。娘，那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娘也是去了你和老二之前写信说的那个地方，敲门之后呢，里面的小四告诉我说你们在这儿，娘就一路上打听着过来的。看见梁氏来了，五弟徐明轩也是一脸的惊喜。娘，你怎么来了？怎么，就只许你跟着你三哥三嫂来京城，娘就不能来了？徐明轩忙摇摇头，大家都笑出来。梁氏过来，顾青青晚上特意吩咐魏婶多准备几个菜。老三媳妇儿，你这腹中的孩子快生了吧？按理说这几天就应该发动的，但是这腹中的小家伙一点动静都没有。没事儿，生孩子这事儿月份到了，早几天迟几天都是有可能的。顾青青也是这样想的，所以顾青青现在不着急。老三呢？
怎么还没从翰林院回来呀？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三哥现在已经没有在翰林院做事了。啊？你说老三不在翰林院了？现在相公已经在大理寺那边做事了，已经去大理寺那边做了一段时间了。哦，这大理寺是什么地方？那老三什么时候能回来？应该也快了，平时都是这个时辰回来的。顾青青说话间，还真的看见徐行从外面走了进来。除了徐行，顾青青还见魏大人今天也跟着他一起从外面走进来。娘？梁氏走到徐行跟前，看见了旁边的魏瑜。娘，这位是魏兄，以前与我们一同在麓山书院读书，魏兄也是我的至交好友。啊，原来这位就是魏大人。我早就听老三在我跟前提起过。见过伯母。偏厅内，魏婶儿已经将饭菜都摆好了，于是顾青青就招呼大家进屋吃饭。魏瑜好像有事儿要和徐行谈，二人吃饭都没有吃多少，就一道离开，去了书房。老三媳妇儿，多吃点，你看你今天晚上都没吃多少东西。谢谢娘。这个傻孩子。顾青青小口小口地喝了半碗，徐行也从外面走进来。相公，魏大人呢？已经回去了。老三呐，你也是的，刚刚娘见你和那位魏大人都没有吃几口饭呢，你们就出去了。你也再来吃点，这桌子上的菜还多着呢，娘啊再去给你盛上一碗饭过来。还是我来吧。娘，你怎么突然来京城了？老三呐，娘不放心你和老三媳妇儿，就从乡下来京城了。娘，你一个人来京城，这万一途中要出什么事怎么办？娘，三哥说的对，京城这么远，你一个人过来，我也不放心。下次你再要来京城，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我和三哥都会找人去接你过来的。哎，行儿啊，娘当初答应过小姐，一定会照顾好你。老爷和小姐都对娘恩重如山，你是小姐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了，娘一定不能让你有事的。当年你中毒之后，小姐也吐了血，小姐知道她怕是命不久矣，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还有玉佩和镯子都交给了娘，让娘带你走。老三，楚府的人都在京城，娘不放心你呀，除非你和青青在京城这边没危险，娘才能放心。娘，那楚府的人确实都不是个东西，你是不知道。娘，你放心，我现在是大理寺的朝廷命官，他楚府的人不敢对我怎么样。哦，是吗？娘，三哥可厉害了，三哥在翰林院没有做多久就去了大理寺，现在三哥啊在大理寺做事，听魏大人说是大理寺卿的府官，帮着查案审理的。老三，你是不是？娘，你在说什么？老三，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查楚夫人当年毒害小姐的证据了？娘，三哥真要是在查那个楚夫人毒害他亲娘的证据，那这事一定要算上我一个。三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尽管开口。可是现在那个楚府在京城的权势更大了，老三要是贸然动手，会不会引来杀身之祸呢？老三，你答应过娘，你说这事儿你不会贸然动手。这些年来，你虽然不说，但娘知道，你一直都想查清楚当年的证据，给小姐报仇的。只是你当初答应过娘，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动手。行儿，娘希望你能在有绝对的胜算的情况下才动手。走到徐行跟前，梁氏紧紧地看着他。娘怕呀，娘怕当年的事没查出来，你再白白的送掉性命，那娘怎么对得起小姐？娘，你放心吧，这事儿我有分寸，当初答应过你的，我也没有忘记。啊，那就好，那就好。娘，那个楚府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就算是三哥不去查当年的证据，那楚府也不见得就会放过三哥和嫂子。老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娘，你不知道，前不久那楚府的人先在我们吃的水井里面下了落胎药，想要害三嫂和三嫂腹中的孩子。要不是三嫂会医术，
能闻得出来打胎药的味道，说不定现在三嫂腹中的孩子都已经被那楚府的人给害没了。什么？老三媳妇儿，你五弟说的可是真的？娘别担心，我现在不是没事吗？孩子也没事，你就放心吧。有相公在，我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哎呦，老三呐，这楚府的人心狠手辣的，手段还卑鄙，你和青青要多加小心。娘，您放心吧，我和相公一定会多加提防。梁氏一路舟车劳顿地赶路来京城，晚上顾青青也早早的就送了梁氏回屋去歇着。徐行在屋里翻看账本，顾青青走过去，青青，娘睡了。顾青青走到徐行的对面坐下，想到今天萧雪柔来他跟前说的话。对了，相公，你可见过武平侯府的庆礼郡主？青青，你为何会这样问？你见过没有？我并未见过他。你确定没有见过？青青，我和武平侯府素来无交往，自然是没有见过武平侯府的庆礼郡主。那今天萧雪柔说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庆礼郡主亲自看上了徐行，要是她没有见过徐行的话，又怎么会看上他呢？假若萧雪柔口中的话不假，那就说明就算是徐行没有见到过庆礼郡主，他也绝对见到过徐行。可是楚府的人今天又过来找你。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今天看见萧雪柔的事儿给他说了。相公，萧雪柔今天来说，楚府想攀上武平侯府那门亲事，是因为庆礼郡主亲自看上了你，楚府才想去和武平侯府结亲。我从未见过那位庆礼郡主。那这又是怎么回事？青青，楚府的人阴险狡诈，这萧雪柔的话也未必可信啊。顾青青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毕竟古代的婚姻大事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青，你腹中的小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顾青青她也不知道腹中的小家伙到底要多久才会出来。这小子就是故意来和他爹作对的。顾青青腹中的孩子没有动静，在梁氏来后的第二天，顾青青他娘和二弟他们终于找了过来。大姐，二弟，娘，三妹。楚七七几个月都没有看见大姐了，一见到顾青青，小丫头就跑过去一把把她抱住。生了些。哎，这孩子病了好些天呢，前儿个才刚好。原来这一路上沈氏他们之所以耽搁了几天，是因为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在途中突然生病了。哎呦，老三媳妇儿，快别让你娘和兄弟他们站着了，快，让他们进屋里来坐。顾青青先是给沈氏和顾宁秀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青青啊，你这腹中的孩子怎么还没动静啊？娘，你不是说大姐就在这几天就要生产了吗？依我看应该也快了。顾青青无奈，她的肚子没动静，就只能等着了。青青，娘见你这肚子又大又尖，肯定怀的是个大胖小子。娘，大姐和姐夫都长得不差，依我看，大姐不管是生的什么，肯定都长得极好看。大姐，娘说七七到了京城后，大姐就会给七七生一个小侄子。小侄子他现在就在里面嘛。再过不久，他应该就会出来了。顾燕也放好包袱，从外面走进来。依我看，我大姐腹中的肯定是个小丫头。燕儿，你胡说什么呢？娘，我可没有胡说，我就觉着大姐生个女儿挺好的。净胡说，你大姐腹中的肯定是个大胖小子。臭小子有什么好的？还是小丫头好，小丫头香香软软的，那才招人稀罕。顾青青一直笑着，在她看来，不管肚中的是女孩还是男孩都好。沈氏念叨着顾青青肚中一定是儿子，楚七七也说大姐腹中的肯定是个小侄子，而肚子一直没有动静的顾青青，也在这时突然觉得肚子疼了起来。青青，你是不是要生了呀？他是应该快要生了。我去找稳婆。阿弟，别去了。
女儿，你现在怕是要生了，娘这就让你二弟去给你找稳婆去。娘，家里有稳婆，你去找魏婶，让魏婶叫稳婆过来。乌燕一溜烟地跑出去，顾青青也被扶起来躺在床上。稳婆都是接生多年的稳婆，经验丰富，二人一过来就知道顾青青确实是要生了。快去烧水，一定要多准备一点，还有剪子参汤都给我备着。魏婶立刻去厨房烧水去了，稳婆又叫屋里的人都出去。现在屋里头就只剩下2个稳婆了。外面顾燕焦急地等在门外，听着屋里的顾青青疼得一阵一阵的大叫的声音，顾燕急得不行了。娘，大姐怎么还没生出来？这都过去这么久了。哎呀，燕儿，这女人生孩子哪有这么快的？你大姐这才刚发动，就这么一会儿，怎么可能就能生出来？那还要多久？哎，这女人生孩子有些时间长的，生上2、3天都是有可能的。顾燕一听说要生上2、3天，想到这事儿都是徐行那个男人干的好事儿，顾燕顿时忍不住就想去揍他。梁氏已经在顾青青的肚子发动的同时，就安排人去大理寺那边通知徐行。很快得知消息的徐行就匆忙从大理寺回来了。娘，青青呢？就在这时，屋里再次传来顾青青的惨叫声。徐行一听，当即二话没说就要冲进产房。哎呦，老三，妇人生产血污之地，男子怎么可以进去？哎，女婿，你娘说的是，娘知道你对青青好，但是女人生孩子的房间到底是血污之地，男子进了血污之地，可是会染上污秽之气的，你还是和我们一起在外面等着吧。顾青青的惨叫声再次传过来，这下徐行也顾不得梁氏和沈氏二人的劝阻，直接推开产房的门就走了进去。见徐行已经进了产房，二人也只得作罢。徐行一直在屋里头陪着小媳妇生孩子，屋外等着的梁氏和沈氏一行人大半夜过去，终于听见了孩子的啼哭声。生了！稳婆把孩子抱出来，用被子包着。男孩还是女孩啊？是个男孩，恭喜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终于生了，还是个儿子。大姐生了儿子。沈氏和梁氏2个人换着去抱了抱，到了梁氏怀里，小家伙就哇的一声哭出来。娘，他怎么了？怎么哭了？孩子想来是饿了，这样吧，给奶娘抱下去喂奶吧。奶娘就走过来，把孩子抱下去喂奶去了。沈氏和梁氏二人又忙问屋里的顾青青怎么样。夫人生完孩子太累，就晕了过去，这会儿还在昏睡着呢。很快，屋里剩下的那个稳婆匆忙跑出来道：“还有一个啊？什么？”一听还有一个，大家都吃了一惊。2个稳婆再次进屋，继续帮着顾青青接生。天色快要亮的时候，屋外的沈氏等人终于听见屋内传来孩子的啼哭声。生了，太好了，终于又生了。这次稳婆却迟迟没有把孩子抱出来。青青，辛苦你了。不好了，见红了。屋外的众人听说见红了，也是被吓得不轻。屋内徐行握住小媳妇的手，一向沉稳从容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害怕。就在这时，魏大人突然急急忙忙带了一位大夫过来。魏大人将带来的大夫送到产房之后，就等在外面。2位伯母还请放心，有莫神医在，弟妹一定不会有事的。一行人焦急地等在外面，终于在天色快要亮的时候，莫神医打开门从屋里走了出来。怎么样，我大姐没事吧？她的命已经保住了。多谢你救了我大姐的性命。不必谢我，要谢就谢这位魏大人。顾燕又去向魏瑜道谢。魏瑜送走了莫神医，梁氏和沈氏二人也过来，连连向魏大人道谢。2位伯母，莫神医其实是徐兄弟托我去找来的，我也只是跑跑腿，帮了一个忙而已。魏大人，您说莫神医是我女婿让您去找来的？
魏鱼点点头。可是这老三怎么会未卜先知，知道青青会出意外呢？提前就让你把人给找来了？徐兄弟，听闻京城的神医谷中有位莫神医，医术高明，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夫人生子本就凶险，徐兄弟怕弟妹生孩子，万一出现了什么危险，就特意提前找我帮忙，让我去了一趟神医谷。伯母，莫神医刚刚给我说，现在弟妹身子虚弱，还在昏睡中，等她醒了就没事了，你们都放心吧。相公，孩子呢？自从醒来，顾青青就没看见过孩子。孩子奶娘都已经抱下去喂奶了。青青，以后我们都不生孩子了。小媳妇儿这次生孩子，看着小媳妇儿痛得惨叫了一天一夜，还差点让她连命都没了。这种恐惧和害怕，徐行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他和小媳妇儿有2个孩子就够了。我想看看孩子，还不知道这2个小家伙长什么样子呢。青青，你现在身子还弱，这么晚了，今天还是先休息，等明天早上醒了，我再让奶娘把孩子抱过来啊。顾青青坚持想要看看孩子，徐行无奈，只得让奶娘把孩子都抱过来。这2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徐行一直都在小媳妇的身边，到底小媳妇生的那2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徐行也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本来顾青青想解开包被，不过见这2个小家伙睡得香甜，又不忍把2个小家伙吵醒。他看着2个小家伙，怎么看都看不够似的。徐行却只给他看了一会儿，就让奶娘把2个孩子给抱走了。青青，听话，明天再看，今天先歇歇。顾青青惦记孩子，第二天早上一早刚醒，就迫不及待让奶娘将2个孩子都抱过来。没想到昨天她竟然生了1个女儿1个儿子，顾青青不由得一阵欣喜。现在这2个小家伙倒是生出来了，但是这2个小家伙的名字都还没有定下来。相公，你说我们给这2个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好？青青，男孩就叫劲歌吧。那女孩呢？青青，女孩的名字就你来给她取吧。顾青青盯着粉团团一样的小女儿想了想，暂时就先叫这个小家伙小元包，等我想到合适的再定。相公，你说小元包怎么样？你定就好。顾青青现在出了月子，当初由于她腹中的孩子怀得大，再加上快要生产了，顾青青就没有再去回春堂。如今出了月子，顾青青打算去回春堂看一下。听说顾青青要去回春堂，顾宁秀就带了楚七七，跟着顾青青一道上了马车出门了。到了回春堂之后，顾青青发现回春堂的生意在徐行的打理下，竟然生意比之前还要更好了些。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听到外面有卖糖葫芦的，小丫头想吃。顾宁秀看不懂账本，见顾青青在忙着，就给顾青青说了一声，带着小丫头一道从回春堂出去了。顾青青查看完这个月的账本，等了好一会儿，没有看见顾宁秀和楚七七回来，于是便走出去，打算去附近去找找看。没找到顾宁秀和楚七七，顾青青倒是意外地看见了萧雪柔，只是顾青青再要看，就被一辆马车挡住了视线。听说车里的人是武平侯府的青离郡主。青离郡主可是咱们京城的第一美人啊！青离郡主，难道这就是那楚府想要徐行娶的青离郡主？顾青青不由得想到萧雪柔在1个月前对她说过的话，顾青青心中猜测着，突然有人从身后叫她：“想什么呢？那么出神。”你怎么在这儿？哼，怎么？你能在这儿，小爷我就不能在这儿了？你的伤……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前面是小爷我开的一家茶馆，不如我们进去坐一坐。顾青青正好有事儿想向秦无言打听，于是就和秦无言一道去了前面的茶楼里。这家茶楼怎么有点不太对劲？里面不仅有伶人抚琴，还有舞姬在里面翩然起舞，就连姑娘都特别的多。你这地方当真是茶楼？哈哈，走吧，我们去2楼说话。
坐吧，我叫人给你送来的满月礼，你可看见了？你送的夜明珠和玉佩也太过贵重了一些。虽说那2个都是姓徐的孩子，但是万一哪天你要是想跟我了，不想跟那个姓徐的，那这2个小的不就成了小爷我的孩子了？既然2个孩子都要叫小爷我一声爹，这满月礼自然是要送的贵重一些。哼哼，不过那夜明珠可不是我的，而是我从太子殿下那糊弄过来的。这天底下就太子殿下凤北墨手里有几颗，我一个大男人反正拿了这夜明珠来也没啥用，刚好送给我们家小袁姐了。2人说着话，很快就有人推开门送了茶点进来。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谁？青离郡主。你打听他做什么？小爷对那个女人可没有任何兴趣，还不如我这云香楼的姑娘有味道。你这地方叫云香楼？呵呵，怎么样？这名字可是小爷我亲自取的，你觉得如何？这名字取的果然跟秦无言一样骚包。我刚刚在集市上看见了青离郡主的马车，听说这位青离郡主是这京城的第一美人儿。哈哈哈，依小爷看啊，那青离郡主还不如你一半好看。你当真想打听那位青离郡主的事？巧了，小爷我对这京城的事别的不清楚，但是那个武平侯府的事，就连武平侯那个老头后院有几房妾室，每天要去哪个妾室那儿过夜，一次去多久，小爷我都清清楚楚。说吧，你想问那个青离郡主什么事？你当真对武平侯府的事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不把那个武平侯府的事查清楚，小爷我又怎么会贸然出手？顾青青这才想起来，那武平侯府的大儿子这次差点命丧秦无言之手。看来那个秦无言在下手前就已经将武平侯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了。那青离郡主的事可以说给我听一下吗？你想知道什么？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越详细越好。据我手下的人查到的，那个青离郡主是武平侯的小女儿，也是武平侯夫人的嫡出次女。这么说来，那位青离郡主还是陈妃娘娘异母同胞的亲妹妹。那位青离郡主比陈妃娘娘小8岁，不仅武平侯夫人，就连武平侯也对这位嫡出的小女儿很是偏宠。那位青离郡主从生下来开始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连容貌也和她长姐，也就是陈妃娘娘极其的相似。还有呢？还有，本侯爷还打听到一件那武平侯府的隐私密事。隐私密事？不知道是什么隐私？本侯爷的人打听到，那位陈妃娘娘原来在进宫之前，还有一位青梅竹马的表哥。陈妃娘娘对她表哥早就芳心暗许，2人情投意合，她表哥也曾经几次去侯府提过亲。顾青青诧异了一下，她没想到宫里的那位宠妃陈妃娘娘竟然在入宫前还有一位青梅竹马的表哥。当年陈妃娘娘并不肯进宫，一心只想嫁给她那位青梅竹马的表哥，还在家里闹起了绝食。陈妃娘娘不吃不喝2天，武平侯夫人没办法，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女儿去死。在陈妃娘娘闹绝食的第3天，听说她被饿晕了过去后，武平侯夫人最终也妥协了，松口答应成全陈妃娘娘和她那位表哥。那后来为何陈妃娘娘还是进宫了？武平侯夫人松口答应，那陈妃娘娘也终于肯吃饭了。就在那陈妃娘娘身子好起来时，兴奋地等着她爹娘答应她表哥的提亲时候，武平侯却突然反悔，并叫人暗中抓了陈妃娘娘的表哥回府。陈妃娘娘的表哥家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商户之家，虽算不上穷，却也是无权无势。对侯府来说，想要动陈妃娘娘的表哥也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武平侯就用那个陈妃娘娘的表哥威胁了陈妃娘娘。不错，武平侯用那个男人的性命相逼，要是陈妃娘娘不答应进宫去做皇上的妃子，就当着他的面杀了那个男人。陈妃娘娘不能看着她表哥去死，最后无奈地答应了武平侯进宫的事。
而武平侯也放了那个男的。顾青青看着秦无言，听得瞠目结舌。陈妃娘娘虽然是答应了武平侯，决定进宫去做皇上的妃子，但是同时陈妃娘娘还有一个条件。条件？什么条件？陈妃娘娘进宫的条件就是那位青离郡主。青离郡主？这事和青离郡主有什么关系？陈妃娘娘让武平侯答应，今后青离郡主的亲事让他自己挑。听完这话，顾青青顿时愣住了。她怎么都想不到，这位陈妃娘娘在进宫前竟然还对武平侯提了这样的要求。当时为了让陈妃娘娘答应进宫，武平侯和他的夫人都答应了陈妃娘娘提出这个条件。陈妃娘娘提出，今后青离郡主挑夫婿不论门第，只要品相上乘，家世清白，为人上进即可。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现在的一切事情都变得合理起来了？当初他就奇怪，为何那个楚府会如此信誓旦旦地觉得武平侯一定会把自己的女儿嫁到楚府。原来竟然是因为这个。秦无言都查到的事儿，想来那个楚府的人应该也知道其中的原因，要不然楚府的人也不会如此肯定武平侯就一定会把青离郡主嫁到楚府。而徐行除了家世，不管人品还是样貌都是上乘。不仅如此，他更是当今的新科状元，现如今还在大理寺做事儿。徐行完全符合陈妃娘娘对他妹妹，也就是那位青离郡主未来选择夫婿的要求。陈妃娘娘当年这事儿，武平侯那个老头为了捂嘴，不仅严防死守，还让府上的下人不得将此事泄露半个字，更是还将当年知道陈妃娘娘和她表哥之事的下人灭口了几十个。楚府还剩下的知道当年此事的下人，现在也都绝口不再敢提当年的事一个字。哼，不过武平侯那个老头再怎么防备，还是被小爷我的人查到了当年的这件事。秦无言说着，见顾青青面色发呆。想什么呢？啊，没什么。不对，你怎么会对那个青离郡主的事如此关心？有吗？我就是随口问问。是吗？很显然，秦无言并没有信他的话。对了，你身上的伤恢复的如何了？哼，就这点小伤，小爷我早就恢复的差不多了。那武平侯府的人不是一直在查刺客，查的怎么样了？有没有再次怀疑到你身上？别说武平侯府手下那群饭桶不可能查到小爷我的身上，就算是真的再次怀疑小爷，小爷我也不可能让他们找到任何的证据。跟前的这个秦无言看起来慵懒散漫，但是这个人要狠起来，不仅手段狠辣，还为人深不可测。顾青青把该问的都问完了，想到在这儿同秦无言说了这么久的话，他的三妹和楚七七两个人应该也回去找他了。顾青青打算起身走。你这个地方当真是茶楼？哼，放心吧，小爷我这个地方干净得很，可不是你认为的青楼。再说了，有你跟着，小爷我能把你带来青楼？他又不瞎，这地方不是青楼，还有什么地方会像这样？小爷带你来的这个地方还真不是青楼，虽然这个地方也是男人们过来找乐子之地，不过这的姑娘只卖艺不卖身。没想到这个地方还真不是青楼。就算是你想，小爷我也不会带你去那种地方。顾青青打量着秦无言，不像是说谎的样子。离开前，他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小瓷盒，一把扔给了秦无言。这是什么？你送给元甲和静哥那么贵重的满月礼，我也不能白拿你的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胭脂？不是。不是胭脂，那这玩意儿又是什么？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手下的铺子还包括胭脂铺。小爷我手下的胭脂铺子就这京城就有6家，你想买胭脂？说你真想要买胭脂，改天小爷我就让人挑些好的给你送到府上去。不是我想买胭脂，那是我刚刚给你的东西是抹脸的，将它抹在脸上，不仅会让皮肤变得又白又嫩，还会滑如剥了壳的鸡蛋。你这是什么膏？
小爷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不是开了脂粉铺子吗？这个东西你可以先让人做出来，再拿去卖，肯定能赚上不少银子。说吧，这次你又想要多少成的利润？3成如何？顾青青却是摇了摇头。4成？顾青青再次摇头。怎么？莫非你还想要和小爷我5-5分？不是，我1成利润都不要。你当真不要红利？你给静干和阮姐的满月礼如此贵重，这个东西就当是还你的谢礼了。既然如此，小爷我便收下了。这个就是调配的法子，你拿去可以吩咐人按照我上面写的做。哈哈，谢了。对了，这个东西可有名字？这个东西，至于名字嘛，顾青青倒是没想过。难道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名字？我确实还没有给它取名字。既然它没有名字，那小爷我便给它取个名字，就叫桃花糕吧。桃花糕？你觉得这个名字不好？顾青青倒是没有再说话，反正这个东西是他送给秦无言的，秦无言爱给他取什么名字，那就是什么名字吧。于是秦无言就叫这个东西桃花糕了。顾青青离开前，等等，还有事吗？会调配药膏，还会制作麻沸散，现在竟然连胭脂水粉都会调配，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这个女人不会的？她该不会怀疑了什么吧？我不过是闲来无事瞎琢磨的。离开云香楼，顾青青也决定去找她三妹和楚七七那个小丫头了。她出来和秦无言说了这么久的话，顾青青想，顾宁秀和楚七七2个人应该已经回到药铺去找她去了。她打算现在就去药铺。秦无言则在楼上叫了人来，去查一下武平侯府青离郡主的事，查到后立刻过来禀告。秦无言把玩着手上的桃花糕，顾青青今天特意找他过来打听那位青离郡主的事儿，定然不是无缘无故打听的。顾青青回到药铺，果然见顾宁秀和楚七七姐妹2个人已经在药铺里等着她了。大姐，你去哪儿了？大姐，我听伙计说你出去找我和七七去了。顾青青嗯了一声。顾青青今天带着顾宁秀姐妹2人出来，主要是带她们来京城四处逛逛的。听说京城最繁华的地方是长安街，顾青青来京城这么久，她还没有去过长安街逛过呢。这次刚好带着顾宁秀和楚七七姐妹2个人一道过去好好的逛一下。楚七七这个小丫头就爱热闹，一下马车，小丫头就看什么都新鲜。只是顾青青没想到，竟然又看见了那武平侯府的青离郡主。那个青离郡主刚从一家布庄出来，这次直接从顾青青和顾宁秀姐妹3人跟前路过，而顾青青也在这时彻底看清楚了青离郡主的长相。顾青青打量着青离郡主的长相，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从她身后叫住了她。媳夫人。那个人说话的声音大，就连正准备上马车的青离郡主也在听见了这个声音之后下意识回头看了过来，只是看过来片刻，随即就转身上了马车离开了。而顾青青也诧异地看着跟前的女子。你是？徐夫人，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胡家小姐呀。胡家小姐？徐夫人，上次还多亏了徐公子和魏大人呢，要不是徐公子和魏大人，怕是我家小姐就被……你是之前住在我们旁边的胡老爷家的小姐？女子笑意盈盈的点头。徐夫人，不知道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上次多亏了徐公子出手相救，只是还没来得及好好道谢，你们一家就搬走了。举手之劳，胡小姐倒是不必放在心上。徐夫人，我也没什么好谢你和徐公子的，不过我和我娘之前做了几身小衣裳，打算送给徐夫人。胡小姐问了顾青青现在住的地方，还说会打发人把小衣服给顾青青他们送过去。离开之后，顾青青不仅想起了当时青离郡主看她的眼神，虽然那时青离郡主的目光一扫而过，就只是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但是莫名的，
顾青青想到青离郡主看过来的目光，心里就有点隐隐的不安。2天后，徐行从大理寺回来。青青，我要随大理寺卿离开京城一趟，大概要去几天，明天一早我就会动身启程了。相公，你要和大理寺卿出去做什么？青青，皇上下了密旨给大理寺卿，让大理寺卿去查一桩旧案。我是大理寺卿的府官，自然是要跟着他离开一趟的。旧案？青青，我这次去查的案子跟我娘的案子无关。徐行说，这个是皇上给大理寺卿下的密旨。既然是密旨，顾青青也就没有再多问。那你此去路上一定多加小心。徐行点头。听说徐行要出去办事儿，不放心的还有梁氏。娘，放心吧，我是跟着大理寺卿出去办事，不会有事的。徐行第2天一大早就动身离开了，而顾燕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了楚府的事儿。一回来，顾燕就看向了顾青青问：大姐，大姐夫他真的是楚家的大公子啊？燕儿，你在说什么啊？大姐，那楚家是怎么回事？顾青青还没说话，梁氏就从外面走进来。听完了梁氏的解释，顾宁秀一脸的目瞪口呆。所以那姓楚的才是大姐夫的亲爹？顾青青点点头。沈氏也是瞠目结舌，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女婿一下子从徐家人变成了楚家长子。哼，我还听说啊，那个楚府还想和什么侯府结亲。燕儿，这又是怎么回事？顾青青和梁氏2个人相互望了一眼，又大概将此事给顾燕和沈氏他们说了一遍。哎，亲家，你放心，这老三肯定不会再娶旁人的，也不可能再回楚府，更不可能再认那个姓楚的当爹了。女婿对青青的好，我这个当娘的也是看在眼里的，我当然相信女婿不会做委屈青青的事儿。哼，最好是这样。很快徐行就离开5天了。徐行不在家这几天，顾青青也没闲着，除了每天都去药铺打理回春堂的生意，顾青青还决定另外去找一处宅子买下来。这都已经5天了，怎么还没有回来？难道出什么意外了吗？或者是查得并不顺利？顾青青琢磨着。奶娘也把喂饱了奶的2个小家伙给抱了过来。晚上顾青青就带着2个小家伙一起睡，哄睡了2个小家伙，听见门外敲门的声音。顾青青走过去打开，没想到竟然是梁氏。娘，这么晚过来可是有事？青青啊，这老三都出去这么几天了，怎么还没回来？相公离开的时候说过几天就会回来，想来应该就这1-2天吧。娘怕楚府。娘，别担心了，相公不是说了吗？他这次是和大理寺卿一起出去办事，有大理寺卿在，楚府的人应该不敢放肆。第2天早上，顾青青一醒过来，意外地发现他正躺在徐行怀里。相公，别动，再陪我睡会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徐行没有睁眼，似乎嫌他动来动去的不满。刚回来。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是今天早上才回来的，顾青青也逐渐再次沉沉的睡去。等到顾青青再次醒过来，已经是中午了，而身边的徐行也早就没有了人。刚坐起来，就见徐行怀里抱着袁景那个小丫头从外面走进来。醒了？我以为你又走了。饿不饿呀？我让魏婶儿给你准备了吃的。很快魏婶儿就把饭菜送过来，徐行也把袁景给了奶娘，让奶娘抱下去哄着。相公，案子查得如何了？时隔多年，我们这次去查并无所获。没有查到，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呢？这事儿是皇上给大理寺卿的密旨，大理寺卿知道怎么回禀皇上。顾青青点点头，也没有再问。徐行既然回来了，打算另外买宅子的事儿，顾青青也顺口对他讲了。相公，我们现在借住在魏大人府上，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我将我现在手上的银子算了算，足够我们在京城另外买下一个宅子了。我打算最近就去京城找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宅子，要是有，我就买下来。相公，
此事你觉得如何？青青，你先吃饭。虽然徐行说另外买宅子的事交给他去做就好，但是顾青青还是打算他也去找找看，找到合适的就给徐行说就是了。找了半个月，这天顾青青刚从回春堂出来，意外的就看见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秦无言。听说你在四处找宅子？那个桃花糕你卖的如何？宅子的事，你可需要小爷我帮你？不用，我现在已经看中了几处地方了。顾青青见秦无言还要说话，却又止住了。顾青青要再问，秦无言也没有再说别的，倒是突然扔了一个纸条给他。纸条打开是一张合约，桃花糕的利润，秦无言竟然还是大方的给了他30%。这是……他上次不是说了不要红利了吗？哼，小爷我给你，你就收着，婆婆妈妈做什么？你给静干和袁姐的满月礼如此贵重，这桃花糕是我给你的谢礼。顾青青不要。这次秦无言倒是没有再给他，而是笑着说他蠢。离开的时候，对了，就那女人，小爷我都看不上眼，你别放心吧。那个姓徐的要是眼不瞎的话，肯定也看不上那位木头美人的。秦无言走后，顾青青这才反应过来，莫非秦无言说的那个女人是庆里郡主？难道他去查过庆里郡主的事情了？要不然怎么又会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上这样一句话？顾青青刚回去，就听见顾宁秀回来说：大姐，这是我买的桃花糕，听说京城的胭脂铺子都在卖呢。顾青青把桃花糕打开，大姐，听说这个桃花糕抹在脸上能让皮肤更滑更嫩，我刚刚用了下，脸上还真是滑滑的。顾青青偷笑，暗忖不知道他三妹要是知道这个桃花糕其实是他调配出来的会如何。顾青青把宅子的事定了下来，挑选了一个他觉得不错的。顾青青打算给徐行说了之后，就去把那个宅子买下来。晚上徐行一回来，顾青青就给徐行说了这件事儿。相公，我挑的宅子距离回春堂也不是太远，要不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青青，这事我正要对你说呢，我已经买下了一个宅子。你说什么？你已经把宅子买好了？你真的买好了？青青，我买下的宅子距离大理寺不远，改天啊，我就带你和娘他们一道过去看看。你竟然把银子都给了？家里的银子都在他手上。徐行在京城这边做官，每个月的月银也全部都交给了他。徐行手上没有银子，那他是怎么把宅子买下来的？青青，我在京城帮人做事赚了几笔银子，这几笔银子数目都不少，除了买宅子的钱还剩下一些，你都拿去收着吧。说着，徐行就把剩下的银票一起拿出来交给了小媳妇儿。顾青青目瞪口呆地看着徐行交到他手上的一小叠银票。相公，怎么这么多？你到底帮别人做了什么事？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青青，这些银子我本来是打算都交给你的，后来我准备在京城另外买一处宅子，就没有把这些银票给你。这么说，你其实也一早就准备另外在京城买一个宅子？在我们来京城后，我就已经打算好了另买宅子的事。顾青青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他是什么时候赚下这些银子的？这笔银子数目不小，徐行到底帮人做了什么，才会在这么短的几个月内就赚了这么大一笔银子？青青，那处宅子我已经付了银子啊。对了，这个是房契和钥匙。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将宅子给买好了。除了顾青青，梁氏和沈氏他们也有些吃惊。三哥，你是什么时候把宅子都买好了？是啊，老三，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宅子？娘怎么没有听你提过呢？娘，宅子我也是刚才买下不久，现在我已经找人去打扫收拾，等宅子收拾出来，我就带你们一起搬过去。顾青青以为徐行买下的宅子应该也和他挑的那处宅子一样，不是太大。只是让顾青青意外的是，他跟徐行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竟然发现徐行买下的那处宅子还挺大的。顾青青目瞪口呆，
他怎么都想不到徐行买下的宅子居然是这么大的宅子。老三呐，这当真是你买下的宅子？三哥，你买的宅子竟然这么大！娘，五弟，这个宅子应该再有几天就能收拾出来，到时候我就安排人把你们都接过来住。哎呦，这徐行才到京城几个月呀，他们这小夫妻两个哪儿来的银子能买这么大的宅子？梁氏心里疑惑着。相公，你到底帮人做了什么事情，竟然能买下这么大的一个宅子？青青，此事我以后再同你细说。不过青青你放心，我赚来的银子保证来路正当，没有任何问题。很快，徐行找来的人就把那边新买的宅子给收拾了出来。顾青青也准备和徐行一起搬到他们自己买下的宅子里去住。徐行说这2天将东西收拾妥当，他们就搬过去。顾青青正在屋里收拾，沈氏就带着顾宁秀2个人从外面走进来。除了沈氏和顾宁秀，他二弟顾燕也一起进来了。娘，二弟，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青青啊，娘和你二弟过来是想跟你说，我们这次就不和你和女婿一起搬过去了。为什么？大姐，是这样的，二哥给我和娘找了一处住的地方，我们都打算搬过去住。二弟，这是怎么回事？大姐，我和娘他们一直住在你和姐夫家里也是不妥，我现在不也是来了京城做事了吗？今后我也一直都在京城这边住着，所以我也去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买下来。你也去买了一个宅子？也不算是宅子，不过地方不大，却足够娘和我们几个人住了。可是二弟，相公这次买下的宅子这么大，足够住下你和娘他们了。你们不住也空了不少间屋子，不如我们还是一起住吧，人都还热闹。哎呀，是啊，亲家母，青青说的对，你们还是别搬走了，人多住着也热闹嘛。伯母，大姐，放心吧，我和娘就算是搬出去住，我们也会时常过来看你们的。听说顾燕他们要搬走，徐明轩一听，反应竟然比顾青青还要大。嫂，顾二哥他们住得好好的，为啥要搬走啊？顾青青也不想他娘和二弟他们搬走，特别是现在他们在京城还有敌人。楚府虽然最近消停了不少，可是顾青青总觉得楚府越安静，越有可能还有更大的危险和阴谋在等着他们。顾青青害怕他娘和二弟他们搬走，万一楚府的人去找他们下手的话，那怎么办？思考过后，顾青青还是去找到他二弟。顾青青坐在顾燕的对面，顾燕听完了顾青青的话之后，大姐，那个楚府竟然敢对你下手。二弟，楚府的人手段卑鄙，你和娘他们单独搬出去住，我也不放心，不如我们就一起住吧。大姐，那个楚府的人敢对你下手，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放过他们。二弟，你在莫将军的手下做事，要是你不在，娘和三妹他们3个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流之辈，万一要是楚府的人将主意打到娘和三妹他们身上，那就不好了。那大姐，那我和娘就暂时先不搬出去住了。好。得知顾燕他们要留下来，徐明轩很高兴。顾青青不知道，原来徐明轩和顾燕2个人私下已经处成兄弟了。顾燕虽然留下来，但是就在当晚，顾燕好像单独把徐行叫了出去，2人在外面也不知道说了什么。总之过了半个时辰，徐行才从外面回来。相公，二弟刚才找你出去，跟你说了什么？徐行看着走过来的小媳妇儿，只笑着对他说没什么。是吗？青青，我已经找好了马车，明天一早我们就从魏兄的宅子搬走吧。第2天一早，奶娘抱着元景和庆哥，而顾青青则是扶着他娘和婆母2个人先后都上了马车。楚七七那个小丫头上了马车也不要人扶，顾宁秀她正要自己上车，却见徐明轩一手伸过来就要扶她。顾宁秀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把手搭了过去。顾青青给大家安排好了屋子之后，就从奶娘怀里抱走了哭闹不止的元景。回到屋里，她抬头看向了跟前的徐行，
相公，你说好好的，为何我们的马车会一再受惊？徐行没说话。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人为的？青青，这事儿我会去查清楚的。顾青青突然想到徐行上次遇见刺客受伤回来的事儿。相公，上次抓到那些行刺你的黑衣人，可从他们嘴里审出了什么？没有，青青，那些人已经全部中毒而亡了。中毒？那些人为了不供出身后的主子，全都自尽了。没想到那些人竟然全都已经自尽了。相公，那你还能查出那些人身后的主谋吗？青青，那些人虽然都自尽了，但是他们的身上我也找到几样物证，有那几样物证也足够可以查出一些东西了。那你可知道那些黑衣人都是谁派来的？这次徐行没有立刻回答。你已经知道那些人是谁了，对不对？徐行看着顾青青点了点头。是谁？是萧府的人。你说是萧丞相府上的人？那些人身上留下的证据足够我判断出他们是萧丞相府上的人，不过那些证据却不能证明他们就是萧丞相府上的人。证据不够，那就动不了萧丞相。顾青青以为是萧丞相安排的人，没想到徐行竟然对他道：不是萧丞相安排的人。那是萧丞相之子，萧府三公子。顾青青再次吃了一惊，没想到竟然是萧丞相的儿子。萧丞相的第三子就是楚夫人的三哥，也就是萧雪柔的亲爹。萧雪柔的亲爹上次安排人手要杀徐行，很明显是在帮他妹妹楚夫人下手。相公，你说我们今天马车受惊，会不会也是那个萧丞相府上的人做的？青青，今天的事我会去查清楚，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丞相府上的人做的。相公，就算不是萧丞相府上的人做的，那楚夫人也绝对脱不了干系。突然梁氏敲门的声音在外面传过来：老三，你出来一下。徐行抬脚走了出去，顾青青在屋里头等着。终于出去了好一会儿的徐行总算是从外面推开门走了进来。相公，娘都跟你说了什么？想知道？那就亲我一下。顾青青当然没有去亲徐行，而徐行也没有告诉顾青青梁氏把他叫出去对他说了什么。不过顾青青出去之后发现梁氏和他娘沈氏他们都在说今天马车受惊的事情。青青啊，女婿，今天那个马车几次受惊，你们以后还是都不要再去坐那辆马车了吧。是啊，大姐，我也觉得那个马车太危险了，要是那辆马车突然再次受惊，那可怎么办？大姐，坐马车好吓人，鸡鸡怕。娘，那辆马车我和相公暂时不会用了，别担心。顾燕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她这会儿突然用眼神示意徐行和他一起出去。很快徐行就回来了。顾青青问，徐行只是道：青青，二弟也怀疑今天马车受惊的事是有蹊跷，就叫我出去打听了一番。可是顾青青盯着徐行，总是觉得他二弟顾燕单独将徐行叫出去，应该不只是问马车的事情那么简单。只是更让顾青青吃惊的是，第二天早上翰林院竟然来人了。徐翔不是已经没有在翰林院做事了吗？翰林院怎么会突然来人？顾青青问了过来传话的小厮，小厮也不知道。虽然觉得奇怪，顾青青还是让小厮将翰林院的人从门外请了进来。只是当顾青青看见来人之时，顿时目瞪口呆地愣住了。爹，竟然会看见徐行他爹徐忠诚。原来徐忠诚来京城，并不知道顾青青他们住在哪儿，就只知道徐行在翰林院做差事，于是一路上打听到翰林院，在翰林院的帮助下，徐忠诚才找了过来。顾青青谢过翰林院的人，徐忠诚来了，顾青青忙叫府上的下人去把梁氏他们都给叫过来。爹，你怎么突然过来了？也不叫人告诉我们一声。我是过来找你们娘的。爹，你要是写信过来，我和相公也好安排人过去接你。这一路舟车劳顿的，你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吗？徐忠诚还没说话，梁氏就从外面匆忙地跑了过来。哎呦，
老头子，你咋也来了？徐忠诚看了顾青青一眼，没有说话。爹娘，你们聊，我去厨房吩咐下人去准备吃的去。顾青青笑着走了出去。今天公爹徐忠诚大老远的来，那他今天中午要叫厨房的人好好的多准备几个菜才行。顾青青去厨房吩咐安排了吃食。当他再次回到小偏厅的时候，没想到公爹和婆母都不见了。听小厮和丫鬟说，梁氏引着徐忠诚回房了。顾青青又一路带着丫鬟去了梁氏的屋子外。正当顾青青准备敲门的时候，老三，一口一个老三的，你嘴里除了老三还有什么？别忘了，常福他们才是你真正的儿子，你要管的也应该是小山，小山才是你的亲儿子。你倒是好，放着自己的亲儿子不管，还大老远的跑到京城来了。在徐家的时候，你一直骗他老三就算了，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倒是好，现在放着徐家一大家子人不管，自己亲儿子不管，还巴巴的跟着一个外人跑到京城来了。顾青青站在门外，屋内徐忠诚的声音继续传过来。当年你突然带着老三回来，还对我说他是我们的儿子，我徐忠诚眼睛还没瞎呢，他的模样长得和小姐的模样如出一辙，你告诉我说他是我的儿子，真当我徐忠诚是眼瞎了吗？我连我自己的儿子难道都会认不出来？梁氏没有说话。当年他怕徐家人不肯接受一个外人来徐家，也怕被村里人说闲话，所以梁氏当年带着徐行回来，就直接说是他的儿子。门外顾青青也没想到，徐行他爹当年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还有，刚刚徐忠诚称呼徐行他娘是小姐，还说他一眼就看出徐行的模样长得和小姐一模一样，难不成徐忠诚当年也在徐行他娘府上做事？哼，当年我就不敢一时心软，让你把他带回徐家，为了他一个外人，你现在连你亲儿子小山都不管了。亏你是个当娘的，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就忍心将他一个人丢在乡下就走了？我没有丢下小山，我离开京城之前已经将小山托给了老二夫妻2个人，阿儿答应过我，他会照顾好小山的。老三，你眼里就只有老三，你知道吗？老二媳妇中的孩子已经落胎了。你说什么？你说老二媳妇落胎了？这是怎么回事？老二媳妇好端端的怎么会落胎呢？二嫂落胎了？哎，你说啊，老二媳妇为什么会落胎？你还知道关心老二，关心老二媳妇呢？我当你现在除了老三，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梁氏现在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老二媳妇为什么会落胎？这还不是要问你？老二开那小酒馆，又无伙计，平时老二夫妻2个人都忙不过来，更何况老二媳妇腹中还怀了身孕。你倒是好，你这个当娘的，不说去帮衬老二夫妻，竟然还把小山也扔给了老二夫妻照料。老二媳妇大着个肚子，还要忙酒馆的生意，又要照顾小山，要不是你，老二媳妇又怎会过度劳累，连腹中的胎儿也没保住。梁氏脚下的步子也是猛地往后退了一步。我看你是疯了，自己儿子放着不管，这些年了就知道管别人的儿子。要是你能在家里帮衬着老二夫妻2人，老二媳妇腹中的孩子又怎会落胎？梁氏面色发白，又再次往后退了几步。站在门外的顾青青听见了二嫂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她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哼，我这次过来就是来接你回去的，你也赶紧收拾收拾，我们也好早点赶路回去。不行，我不能跟你回去。你不回去，那小山怎么办？难道小山你就不管了？老三的亲爹是那个姓楚的，他的亲娘也不是你，他是叫了你10几年的娘，但是你不过就是他们徐家的一个下人而已，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成他亲娘了？哼，他姓楚，可不姓徐，
他爹是那位忠诚大人，他就算是叫娘，也应该叫楚夫人娘。楚府的那位当家夫人才是老三他该叫娘的人。你给我闭嘴！他就是一个外人，我们徐家管了他这么多年也够了。老爷和夫人当年对你我二人都是恩重如山的，你怎么能说得出来这种畜生都不如的话来？哼，我畜生不如？我要是畜生不如，我又怎么会让你白养他姓徐的那么多年？就算是他们徐府当初对我有恩，但是我替他们徐家白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这份恩情我早便还清了我。现在是他们徐府欠我的，可不是我欠他们的了。还清？你拿什么还清？老爷和夫人不仅几次救过我的性命，更是连你的性命也救过一次。要不是老爷和夫人，怕是你我二人当年早就没了性命。你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你可是徐府签下死契的下人。当年老爷和夫人不仅放了你我二人回到乡下成亲，小姐更是把银子给了你我两个人，让我们在乡下买房子置地。要不是小姐和老爷仁慈，你我二人还能成亲吗？还能到乡下去过安稳的日子？我们还能有今天？这样的恩情，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你我夫妻两个人也还不完。梁氏沉下声音，徐忠诚这下也没有再说话。哼，你我两个人都是靠着小姐和老爷给的银子回到乡下之后，才能不愁吃喝。直到老三出生，你赚不到银子，老三病重，请不起大夫，你说可以不治了，可我是个当娘的，我怎么能扔下老三不管？没办法，无奈之下，我又抱着老三找到老爷和小姐。当时看见我抱着老三回来，老爷和小姐没嫌弃我，还替我请了大夫给老三看病。你找到他们又怎么样？老三救活了吗？你知道吗？当时大夫都说老三活不过1个月了，可是老爷和小姐帮老三不断地请大夫，老三不仅活过了1个月，还活了3年。3年呢！那3年，小姐和老爷不仅请大夫给老三治病，小姐她待我情同姐妹，她没拿我当丫鬟使唤，还让老三跟着小主子一起读书认字。那3年，她的儿子脸上都是笑容。那又如何？这些年，我让他们徐家的儿子在我家白吃白喝，那还不够啊！要不是我们徐家，那老三他早就死了，还能活到今天？白吃白喝？老三什么时候白吃白喝我们徐家的了？且不说当年我们徐家的房子都是小姐给置办的，当年我带着老三一路逃回来，身上还带了不少银子，这些银子都是小姐给的。除了给老三看病，余下的银子都是我们徐家人一起吃了用了。说起来，老三不仅没有白吃白喝我们的，倒是我们徐家才白吃白喝了老三的。徐忠诚面上一滞，当初他同意将徐行留下来，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听梁氏说小姐给了他一笔盘缠。顾青青在门外一直没出声。前几年我身上有小姐给的盘缠，后几年老三身上的毒没发作的时候，还时常去山上打猎回来补贴家用。你还有老大他们几个，你说谁没有得过老三的好处？那些年老三打猎赚回来的银子，可是全都交到宫中了。老三身上有病，还能打猎赚下不少银子回来。倒是你和老大他们几个，个个游手好闲，要说白吃白喝，我看你那几个儿子才是白吃白喝。听到这儿，后面的话顾青青也没有再继续听下去，从这间屋子前离开了。沈氏也听府上的下人说徐忠诚来了的事儿。顾青青见沈氏说要去见一下亲家。娘，我爹和我婆婆这么久才刚见面，
这会儿还是让他们单独先说会儿话吧，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再见也不迟。沈氏觉得有道理，当下也没有再去说要去见徐忠诚的话。中午，等到下人将饭菜都摆上桌子，顾青青这才打发下人去请梁氏和徐忠诚2个人。这会儿过来的梁氏和徐忠诚2个人都是面色如常，并不像才刚在屋里厉声吵过架的样子。哎呀，老三媳妇儿啊，今儿个怎么多做了这么多菜？这不是爹他老人家来了吗？当然要让下人多准备几个菜，给爹他老人家接风洗尘了。你看老三媳妇儿，今天知道你过来，还特意给你准备这么多好酒好菜。平时你去老大夫妻那儿，别说好酒好菜了，能喝到他们夫妻2个人一口水都不错了。徐忠诚面上有些僵硬。老三媳妇儿啊，你叫下人准备了这么一大桌子吃的，真是辛苦你了。娘，不辛苦，我也没有做什么，就只是动动口而已。这些东西都是厨房的下人做的，我也没帮上啥忙。沈氏也招呼着大家动筷子。本来看见徐忠诚来，顾青青还挺高兴的，可一想到徐忠诚刚才在屋里和梁氏说的那番话，他这顿饭吃的也是没滋没味的。晚上徐明轩看见徐忠诚来了，先是吃了一惊。爹，你怎么也来了？徐忠诚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跟在徐明轩身后回来的徐行身上。老三，你回来了。老三，听说楚府现在要让你回去，爹在这儿倒是要先恭喜你终于要认祖归宗了。徐行面上一僵，徐忠诚这话一说完，所有人都同时愣住了。老三，你能够认祖归宗，还是楚大人府上，爹是真替你高兴啊。高兴？高兴什么啊爹？爹，你是不知道，那楚府他压根就不是个东西，他……闭嘴！怎么这么没规矩？你三哥能够认祖归宗，那是好事，更何况还是楚大人府上，那可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不是，爹，你不是也知道三哥当年的事？当年的楚府不仅害死了三哥的新娘，就连三哥也差点被楚府给害死。那楚府如此不是东西，三哥怎么能再回去？你胡说什么呢？当年之事，你娘不是说过那是一场意外？既然是意外失火，又怎么能怪罪到楚家人头上？唉，晴儿，爹知道你对当年的事肯定是心怀芥蒂，只是当年那场意外，谁也没有想到，楚大人到底是你亲爹，你们父子分别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重逢了，你也应该早日回去认祖归宗才是。不是意外，爹，当年那场大火分明就是楚夫人下手做的，是楚夫人害了三哥和三哥他娘，而且三哥他不是说他已经在……爹，五弟，厨房饭菜都备着了，我们还是先去偏厅用饭吧。吃饭的时候，徐明轩随口问：“爹，二哥还好吧？”徐忠诚没说话。爹，二哥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二哥他没事，只是你二嫂她腹中的孩子落胎了。什么？落胎了？好好的二嫂怎么会落胎啊？听见苏锦娘落胎了，徐行的面色也变了变。唉，你二哥铺子上的生意忙，他和你嫂子也没个帮衬，本就忙不过来。你嫂子怀着身孕，又要忙铺子的事，还要照看你兄弟小山。大夫说你嫂子是劳累过度，唉，这才落了胎。你四弟生的那2个孩子啊，现在还下落不明，偏偏你二嫂腹中的孩子也没了。二嫂怀了身子，二哥怎么也不请2个伙计帮忙啊，还让二嫂如此劳累？你二哥的铺子本就是租来的，每个月都要给不少的租子钱，哪儿还有闲钱请伙计？徐明轩没了声。要是你娘没来京城，那还能帮衬你二哥一把，你二嫂怕是也落不了胎。可是如今你娘来了京城，不仅你二哥没个帮衬，就连小山都还要你二嫂照看。徐忠诚话里话外都在说，因为梁氏来了京城，这才让苏锦娘落胎了。老三前些年身子弱，你多照看老三一些也是应该的，只是如今老三
已经有了亲爹了，哪儿还需要我们这2把老骨头来费心他的事？相信楚大人和楚夫人一定能把老三照顾得比你我2人还要妥帖。老三，不知你打算何时搬回楚家认祖归宗啊？我大姐夫是不会搬到楚府去的。亲家，我女婿现在并不是质子小童了，回不回楚家他自有主意，怕还是轮不到我们当爹娘的来费心吧。哎呦，亲家，你这话怕是说笑了。虽然我们不是老三的亲爹，可到底我养了老三这么多年，也打心底里把老三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他的事我不费心，谁来费心？你没有养过老三，这话也当然说得出来。可要是不把老三交给他亲爹，让他身边有人帮衬，我这个当爹的又怎么放得下心来？星儿，楚府在京城也有一定的权势，你亲爹的官还比你的大。听说楚夫人的娘家还是当今的丞相府，你要是回了楚家，有你亲爹和丞相做你的依仗，爹也放心。只是爹听说楚大人说你似乎对他有所误会，现在还并不愿意回楚府。你见过楚怀生了？徐忠诚一惊，莫名的被徐行的目光看得一阵心虚。嘿，星儿，你这就说笑了，爹怎么可能见过楚大人呢？爹还不就是在来京城的途中听别人说的。徐忠诚欲盖弥彰的模样，就连徐行身边的顾青青也看得出来，他并没有说实话。看来这位公爹应该是私下里已经见过楚府的人了。星儿，爹也是为了你好，你就听爹的一句话，不管怎么说，那楚大人都是你的亲爹，哪有当爹的不替自己儿子着想的？既然你是楚家人，终归是要认祖归宗的。老三，要是你还叫我一声爹，那就听爹的话，早点搬回楚府去住，也好让你亲爹楚大人省点心。够了，你不要再说了，老三是不会再回楚府的。楚家那样的地方，我们老三高攀不上。老三，爹都是为了你好，你娘她说赌气的话，你可别听她的。你要是回了楚府，不仅楚大人是你亲爹，楚夫人也就是你娘了。有了楚夫人这个当娘的，那丞相府那边可不就是你亲娘舅了？爹，楚府那边我是不会回去的。还有，楚府的事到此为止，以后也不必再提了。徐行的声音冰冷吓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徐行这样。徐忠诚张了张嘴，这下也没有再说什么。一顿饭吃得很是安静。吃完了饭，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回屋后，相公，我怀疑爹应该已经在私下见过楚府的人了。不仅如此，我还怀疑他说不定已经被楚府的人给收买了。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徐忠诚这次出现就不是偶然，而是有人刻意为之。该不会爹这次来京城是楚府的人去乡下将他接过来的吧？算算日子，楚府在他生了孩子后就消停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间足够楚府去乡下把徐忠诚给接到京城来。我已经安排了人盯着他，要是他有任何动作，都会立刻有人来告诉我。相公，你也怀疑爹被楚府的人收买了？徐行晦暗不明。相公，爹他以前是不是也在你们徐府做下人？为什么这么问？顾青青只说了今天下午徐忠诚也称呼徐行他娘叫小姐的事儿。我只记得娘以前确实是在徐府做事，至于爹，我并无印象。那这么说来，爹他当年并没有在徐府做过下人。这事怕是要问娘了。对了，相公，我还得去见一下娘还有五弟他们。顾青青刚打开门，外面就有丫鬟过来传话：夫人，徐老爷说要见大人。徐行出去见徐忠诚去了，顾青青则正好趁这个时候去见见梁氏。徐行现在正在查当年楚夫人暗害他娘的证据，这事儿可不能让徐行他爹知道。这次徐忠诚突然过来，一切都有些反常。顾青青找到梁氏，听明白顾青青的来意。老三媳妇儿，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娘绝对不会让旁人多提一个字。娘，此事不仅是旁人，我希望你也不要对爹提起一个字。娘，今天爹几次三番的劝说相公搬回楚府居住，爹现在对楚府如此信任，在事情还没有查明之前，我还希望娘可以替相公保密。老三媳妇儿，你放心吧。除了梁氏，顾青青还依次找到了武帝。听了顾青青的话，武帝徐明轩立刻就要去对他爹解释。嫂子，爹他就是不知道真相，我现在便去找爹，只要我对他解释清楚了，他知道了楚府是什么样的人，肯定就不会再让三哥回楚府去了。武帝，你现在去找爹解释，他也不一定会听。但是要是等到相公查到了证据，这事儿水落石出，到时候再去说，他就不会不信了。嫂子，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另外一边，顾青青他娘那边，顾青青简单的去说了一下。青青啊，这女婿他爹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一直叫女婿搬回楚府去住呢？那楚府根本就不是东西，大姐夫他爹竟然也不顾大姐和大姐夫。依我看，他爸不是故意的，就是见不得大姐夫和大姐过得好。秀儿，不可胡乱说话。从他娘屋里回去，顾青青意外的没想到徐晴也回来了。